初，共王有宠子5人，无势力，乃忘祭群神，请神绝之，使主社稷，而因与巴击埋。必于室内，召5公子斋而入。康王跨之，灵王肘加之，子必、子皆远之。平王又报其上而拜，压钮。故康王以常力，致其子失之，为灵王，即生而逝，子必为王10余日。子不得力，又惧诛。4子皆绝无后，唯独弃疾后立，为平王，尽续处嗣，如其神服。初，子必自尽归。韩宣子问叔向曰：“子必其计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救。”宣子曰：“同恶相求，如是假焉，何谓不救？”对曰：“吾与同好，谁与同恶？取国有5难：有宠无人，一也；有人无主，二也；有主无谋，三也；有谋而无名，四也；有名而无德，五也。”子必在晋13年矣。晋、楚之从不闻通者，可谓无人矣；足尽轻叛，可谓无主矣；无信而动，可谓无谋矣；位极中士，可谓无名矣；王无爱真，可谓无德矣。王虐而不济，子必设5难以事君，谁能继之？有除国者，其气急乎？君臣、蔡、方城外属焉。苛特不作，盗贼弗隐，私欲不为，民无怨心。先神命之，国民信之。秀信有乱，必计时。立处之常也。子必之官，则又隐也；树其贵宠，则庶子也；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。民无怀焉，将何以立？宣子曰：“其桓，晋闻不亦是乎？”对曰：“其桓，未姬之子也。有宠于离宫，有报叔牙，兵虚无，袭朋以为辅；有据，魏以为外主；有高，国以为内主。从善如流，施惠不倦。有国，不亦宜乎？昔我文公，胡季姬之子也，有宠于献公，好学不倦。生17年，有士5人，有先大夫子瑜，子范以为父心；有魏翠、贾陀以为骨。公有齐、宋、秦、楚以为外主，有栾、系、胡、先以为内主。王19年，守至弥堵。会怀弃民，民从而与之。故文公有国，不亦宜乎？子必无失于民，无援于外，去晋。晋不宋，归楚，楚不迎，何以有国？子必国不忠焉，促立者弃疾，如书向言也。平王2年，使废无忌如秦魏太子建取父。父好，来，未至，无忌先归，说平王曰：“秦女好，可自取。”魏太子更求平王听之，促自取秦女，生雄贞，更为太子娶。是。使伍奢为太子太傅，无忌为少傅。无忌无宠于太子，常谗恶太子建。建10年15矣，其母蔡女也，无宠于王。王稍一书外谏也。6年，使太子建居城父，守边。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：“自无忌入秦女，太子怨，亦不能无望于王。王少自备焉。且太子居城父，善兵，外交诸侯，且欲入矣。”平王召其父伍奢责之。伍奢知无忌谗，乃曰：“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？”无忌曰：“今不至，后悔也。”于是王遂求伍奢，乃令司马奋阳召太子建，欲诛之。太子闻之，王奔宋。无忌曰：“伍奢有2子，不杀者为楚国患，何以免其父召之，必至。”于是王使谓奢能治2子则生，不能将死。奢曰：“上治，须不治。”王曰：“何也？”奢曰：“上之为人，廉死节，慈孝而仁，闻诏而免父，必治，不顾其死。须之为人，智而好谋，勇而精攻，知来必死，必不来。然为楚国忧者，必此子。”
于是王使人召之，曰：来，吾免而复武上谓武须曰：闻复免而莫奔，不孝也；复禄莫报，无谋也。度能任事，知也。子其行矣，我其归死。武上遂归。武须弯弓属使，出见使者，曰：父有罪，何以召其子位？将赦。使者还走，遂出奔吴。武奢闻之，曰：须亡，楚国为哉？楚人遂杀武奢即上。10年，楚太子建母在居巢，开吴。吴使公子光伐楚，遂败陈、蔡，取太子建母而去。楚恐，陈隐。初，吴之边邑卑凉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丧，两家交怒相攻，灭卑凉人。卑凉大夫怒，发义兵攻钟离。楚王闻之怒，发国兵灭卑凉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亦发兵使。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，遂灭钟离，居巢。楚乃恐而陈隐。13年，平王卒。将军子长曰：太子真少，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取也，欲立，令尹子熙。子熙，平王之庶弟也，有义。子熙曰：国有常法，更立则乱，言之则治诛。乃立太子真，是谓昭王。昭王元年，楚众不说废吴忌，以其谗王太子建，杀武奢子父与系婉。婉之宗姓博士。子匹及子须皆奔吴，吴兵数侵楚，楚人怨吴忌甚。楚令尹子长诛吴忌以说众，众乃喜。4年，吴三公子奔楚，楚封之以汉吴。5年，吴伐取楚之6前。7年，楚使子长伐吴，吴大败楚于豫章。10年冬，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伯嚭与唐、蔡俱伐楚，楚大败，吴兵遂入郢，辱平王之墓，以伍子胥故也。吴兵之来，楚使子长以兵迎之，加汉水镇。吴伐败子长，子长亡。奔郑。楚兵走，吴乘胜逐之，五战即郢。己卯，昭王出奔。庚辰，吴人入郢。昭王王也至云梦。云梦不知其王也，射伤王。王走云。云公之弟怀曰：平王杀吴父，今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云公止之，然恐其事昭王，乃与王出奔随。吴王闻昭王往，即进即随，谓随人曰：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，楚尽灭之，欲杀昭王。王从。臣子其乃生逆王，自以为王，谓随人曰：以我与吴随人捕与吴，不及，乃谢吴王。曰：昭王王，不在随吴，请入自所之。随不听，吴亦罢去。昭王之出郢也，使申报须请救于秦。秦以车500乘救楚，楚亦收于散兵，与秦及吴。11年6月，败吴于济。会吴王弟夫盖见吴王兵伤败，乃王归，自立为王。阖闾闻之，引兵去楚，归及夫盖。夫盖败，奔楚，楚封之唐西，号为唐西氏。楚昭王灭唐9月，归入郢。12年，吴复伐楚，取番。楚恐，去郢，北喜都弱。16年，孔子相鲁。20年，楚灭顿，灭胡。21年，吴王阖闾伐越，越王勾践，射伤吴王，遂死。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。27年春，吴伐陈，楚昭王救之，君臣附。10月，昭王病于军中，有赤云如鸟，加日而飞。昭王问周太史，太史曰：是害于楚王，然可疑于姜襄。姜襄闻是言，乃请自以身导于神。昭王曰：姜襄，孤之古公也，今疑惑，庸去是生乎？弗听。不尔。何未遂？大夫请导何。昭王曰：自吾先望受封，望不过江汉，而何非所获罪也？止不许。
孔子在陈，闻是言曰：“楚昭王通大道矣，其不失国，宜哉？”昭王病甚，乃召诸公子大夫曰：“孤不佞，在汝楚国之师，今乃得以天寿中，孤之幸也。让其弟公子申为王，不可；又让次弟公子桀，亦不可。乃又让次弟公子吕、武。让，乃后许为王。将战，更营，昭王卒于军中。子吕曰：“王病甚，舍其子让群臣。臣所以许王，以广王义也。今君王卒，臣岂敢忘君王之义乎？”乃与子西、子奇谋，伏师。毕图，迎越女之子张立之，是为惠王。然后罢兵归，葬昭王。惠王2年，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慎于吴，以为朝大夫，号曰白公。白公好兵而下士，欲报仇。6年，白公请兵令引子西伐郑。初，白公复建王在郑，郑杀之，白公亡。走吴，子西复召之，故以此怨郑，欲伐之。子西许而未发兵。8年，晋伐郑，郑告急。楚使子西救郑，受戮而去。白公甚怒，乃遂与永历死士石启等袭杀令尹子西、子奇。于朝，因结惠王，置之高府，欲弑之。惠王从者屈故父王走昭王夫人宫。白公自立为王。月余，惠叶公来救楚，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，杀之。惠王乃复位。是岁也，灭陈，而献之。13年，吴王夫差强、临齐、晋来伐楚。16年，越灭吴。42年，楚灭蔡。44年，楚灭齐，与秦平。是时越以灭吴而不能镇江、淮北、楚东侵、广的至4上。57年，惠王卒，子简王中立。简王元年，北伐灭莒。8年，魏文侯，韩武子，赵桓子始列为诸侯。24年，简王卒，子申王当立。申王6年，盗杀申王，子悼王熊一立。悼王2年，三晋来伐楚，至陈丘而还。4年，楚伐周，郑杀子阳。9年，伐韩，取附属。11年，三晋伐楚，败我大梁、于关。楚后入秦，与之平。21年，悼王卒，子肃王臧立。肃王4年，蜀伐楚，取资方。于是楚为汉关以拒之。10年，魏取我鲁阳。11年，肃王卒，无子，立其弟熊良夫，是魏宣王。宣王6年，周天子贺秦献公。秦始富强，而三晋亦大，魏惠王，其威王尤强。30年，秦封卫鞅于商，南侵楚。是年，宣王卒，子威王熊商立。威王6年，周显望至文武坐于秦惠王。7年，齐孟尝君复田婴欺楚，楚威王伐齐，败之于徐州，而令其必逐田婴。田婴恐。张丑谓楚王曰：“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，田叛子不用也。叛子者，有功于国，而败，信为之用。因子服善而用生计。生计者，大臣不富，百姓不为用，故王胜之也。今王逐，因子逐，叛子必用矣。富薄其士足以与王御，必不便于王矣。楚王因服逐也。11年，威王卒，子怀王熊怀立。魏闻楚丧，伐楚，取我行山。怀王元年，张仪使相秦惠王。4年，秦惠王出称王。6年，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，破之于相邻，得8邑。又移兵而攻齐，齐王患之。臣整侍为秦使齐，齐王曰：“谓之奈何？”臣整曰：“王勿忧，请令罢之即往见。”
昭阳军中，曰：原闻楚国之法，破军杀将者，何以贵之？昭阳曰：其官位上柱国，封上爵职归。陈轸曰：其有贵于此者乎？昭阳曰：令尹。陈轸曰：今君矣。谓令尹矣，此国官之上。臣请的辟之。人有疑其舍人1之9者，舍人相谓曰：庶人饮。此不足以辩，请遂化的谓蛇，蛇先臣者独饮之。一人曰：吾蛇先臣举酒而起。曰：吾能谓之足及其为之足，而后臣人夺之酒而饮之。曰：蛇故无足，今谓之足，是非蛇也。今君相处而攻魏，破军杀将，功莫大焉，官之上不可以加矣。今又移兵而攻齐，攻其胜之，官爵不加于此，攻之不胜，生死决夺，有毁于楚，此为蛇未足之说也。不若引兵而去以得齐，此持满之术也。昭阳曰：善引兵而去。燕、韩军出称王。秦使张仪与楚、齐、魏相会，盟也丧。11年，苏秦约从山东6国共攻秦，楚怀王未从长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击6国，6国兵皆引而归，齐独后。12年，齐闵王伐败赵、魏军，秦亦伐败韩，与齐争长。16年，秦欲伐齐，而楚与齐从亲。秦惠王患之，乃宣言张仪免乡，使张仪南见楚王。谓楚王曰：必义之王所甚说者，无先大王；虽夷之所甚原为门兰之司者，亦无先大王。必义之王所甚增者，无先齐王；虽夷之所甚增者，亦无先齐王。而大王何之？是以必义之王不得是王，而令夷亦不得为门兰之司也。王为夷闭关而绝齐，今使使者从夷西取故秦，所分楚商於之地方600里，如是则其弱矣。是北弱齐，西得于秦，思商於以为父，此一继而3立俱至也。怀王大悦，乃至相喜于张仪，日与置酒，宣言无父的无商於之地。群臣皆贺，而陈轸独吊。怀王曰：何故？陈轸对曰：秦之所谓众王者，以王只有其也。今得未可得而其交先绝，是楚孤也。夫秦又何众孤国哉？必亲楚矣。且先出得而后绝齐，则秦既不畏；先绝齐而后则的，则必见期于张仪。见期于张仪，则望必怨之。怨之，是西起秦患，北绝其交。西起秦患，北绝其交，则2国之兵必至。臣故调。楚王弗听，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。张仪至秦，降罪坠车，称病不出3月，的不可得。楚王曰：宜以无绝其为上薄邪？乃使勇士送以北辱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楚服而合于秦。秦齐交合，张仪乃起朝，谓楚将军曰：子何不受的？从某至某，广袤6里。楚将军曰：臣之所以见命者600里，不闻6里。即以归报怀王。怀王大怒，兴师将伐秦。陈轸又曰：伐秦非计也，不如因路之一民都，与之伐齐，是我亡于秦，取长于齐也，吴国尚可全。今王已绝于齐，而则期于秦，是吾和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。楚王不听，遂决和于秦，发兵西攻秦。秦亦发兵击之。17年春，与秦战丹阳，秦大败我军，斩甲士8万，虏我大将军屈、毕将军冯侯、丑等70余人，遂取汉中之郡。楚怀王大怒，乃西国兵复袭秦，战于蓝田，大败楚军。韩、魏闻楚之困，乃南袭楚，至于邓。楚闻，乃引兵归。
18年，秦使曰父与楚亲，分汉中之半以和楚。楚王曰：元的张仪，不元得的。张仪闻之，请之楚。秦王曰：楚且甘心于子，奈何？张仪曰：臣善其左右进上，进上又能得势于楚王信姬郑袖，袖所言无不从者。且以前使父楚以伤于之曰：今秦楚大战，有恶，臣非面自谢楚不解。且大王在，楚不以敢取夷。臣杀夷以变国，臣之远也。夷遂使楚。至，怀王不见，因而求张仪，欲杀之。夷私于晋上，晋上谓请怀王曰：居张仪。秦王必怒。天下见楚无情，必亲王矣。又谓夫人郑袖曰：秦王甚爱张仪，而王欲杀之。今将以上庸之地6县入楚，以美人聘楚王，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应。楚王重地，秦女必贵，而夫人必斥矣。夫人不若言而出之。郑袖促言张仪于王而出之。仪出，怀王因善遇夷，夷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和亲，约婚姻。张仪已去，屈原使从其来，见王曰：何不诛张仪？怀王悔，使人追夷，弗及。是岁，秦惠王卒。20年，齐闵王欲为从长，恶楚之与秦和，乃使以楚王书曰：寡人患楚之不察，于尊民也。今秦惠王死，武王立，张仪走位，出礼疾，公孙衍用，而楚事秦。夫出礼疾，善乎韩，而公孙衍善乎魏，楚必事秦。韩、魏恐必因二人求和于秦，则燕、赵亦一事。秦四国争事秦，则楚魏郡县矣。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、魏、燕、赵，与魏从而尊周？是以按兵袭民，令于天下。莫敢不乐听，则望民臣矣。王虑诸侯并伐，破秦必矣。王取武关、蜀、汉之地，思吴、越之富而善江海之利。韩、魏割上党，西薄函谷，则楚之强100万也。且王期于张仪，王的汉中，兵挫蓝田，天下莫不待王怀怒。今乃欲先事秦，元大王孰继之？楚王夜以欲和于秦，见其王书，犹豫不决，下其一群臣。群臣或言和秦，或曰听齐。昭居曰：王虽东取得于越，不足以刷齿，必且取得于秦，而后足以刷齿于诸侯。王不如生善齐，韩以重出礼疾，如是则望得韩，齐之众以求的矣。秦破韩宜阳，而韩犹复。是秦者，以先望穆在平阳，而秦之5岁去之70里，以故犹未秦。不然，秦攻三川，赵攻上党，楚攻河外，韩必亡。楚之救韩，不能使韩不亡，然存韩者楚也。韩已得5岁余。秦以河山为塞，所报德莫如楚后，臣以为其事王必及。其之所信于韩者，以韩公子美为其相也。韩已得5岁于秦，王甚善之，使之以齐。韩重出礼疾，及得齐。韩之众，齐主夫感弃疾也。今又益之以楚之众，出礼子必言秦，复与楚之亲的矣。于是怀王许之。晋不和秦，而和齐以善韩。24年，背齐而和秦。秦昭王出力，乃后入于楚。楚往迎附。25年，怀王入，与秦昭王盟，约于黄棘。秦复与楚上庸。26年，齐、韩、魏为楚复其从亲而和于秦。三国共伐楚。楚使太子入职于秦而请救。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，三国引兵去。27年，秦大夫有司与楚太子斗，楚太子杀之而亡归。
28年，秦乃与其韩魏共攻楚，杀楚将堂妹，取我重丘而去。29年，秦复攻楚，大破楚，楚军死者2万，杀我将军景缺。怀王恐，乃使太子位职于其以求平。30年，秦复伐楚，取8城。秦昭王以楚王书曰：“使寡人与王约为弟兄，盟于黄棘。太子位职，至欢也。”太子临杀，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。寡人诚不胜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职于其，以求平。寡人与楚皆尽壤界，故为婚姻，所从相亲久矣。而今秦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原与君王会武官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远也。敢以闻下之事。楚怀王见。秦王书，患之。欲往，恐见妻；无往，恐秦怒。昭居曰：“王无行，而发兵自守耳。”秦虎狼，不可信，有并诸侯之心。怀王子子兰劝王行，曰：“奈何绝秦之欢心？”于是往会秦昭王。昭王诈令一将军服兵5关，号为秦王。楚王至，则避5关，遂与西至咸阳。朝章台，如藩臣，不与抗礼。楚怀王大怒，悔不用昭子言。秦因留楚王，要以歌巫黔中之郡。楚王欲盟，秦欲先得地。楚王怒曰：“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，不复许秦。”秦因留之。楚大臣患之，乃相与谋曰：“吾望在秦不得孩，要以歌的，而太子位职于其。秦合谋，则楚无国矣。”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。昭居曰：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，而今又被王命而立其庶子，不宜。”乃诈附于齐。齐闵王谓齐相曰：“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。”淮北相曰：“不可。引中立王，是无报空直而行不义于天下也。”或曰：“不然。引中立王，应与其兴王室约，与我下东国，吾为王杀太子。不然，将与3国共立之。然则东国必可得矣。”齐王卒用其相继而归楚太子。太子恒志，立为王，是谓请襄王。乃告于秦曰：“赖社稷神灵，国有王矣。”请襄王恒元年，秦要怀王不可得的，楚厉王以因秦。秦昭王怒，发兵出5关攻楚，大败楚军，斩首5万，取西15城而去。2年，楚怀王王逃归，秦绝之，遮楚道。怀王恐，乃从奸道走赵以求归。赵主父在代，其子惠王出力，行王事，恐不敢入楚王。楚王欲走位，秦追至，遂与秦使父之秦。怀王遂发病。请襄王3年，怀王卒于秦，秦归齐，丧于楚。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执秦。秦楚绝。6年，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，大胜，斩首24万。秦乃以楚王书曰：“楚备秦。”秦且虑诸侯伐楚，争一旦之命。元王之斥士卒，得一乐战。楚请襄王患之，乃谋复与秦平。7年，楚迎附于秦，秦楚复平。11年，齐秦各自称为帝，越于复归帝为王。14年，楚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，结和亲。15年，楚王与秦、三晋、燕共伐齐，取淮北。16年，与秦昭王好会于燕。齐秋，复与秦王会壤。18年，楚人有好以若公为角家归燕之上者，请襄王闻，召而问之。对曰：“小臣知好射其燕、罗龙，小使之发也，何足为大王道也？且称楚之大，因大王之贤，所亦非。只此也。”
习者三王以义道德，五霸以义战国。故秦、魏、燕、赵者，其燕也；齐、鲁、韩、魏者，亲守也；邹、费、谭、丕者，罗龙也。外其余则不足射者。见鸟六双，以王。何取？王何不以圣人为弓，以勇士为角，十张而射之？此六双者，可得而囊载也。其乐，非特朝夕之乐也，其或非特服宴之时也。王朝张弓而射谓之大梁之南，加其右臂而尽数。之于韩，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。还射与之东，解谓左肘而外及定陶，则谓之东。外弃而大宋，方与二郡者举矣。且未断二臂，滇越矣，因及谭国，大梁可得而有也。王清剿兰台，引马西河，定位大梁，此一发之乐也。若王之于一城好而不厌，则出宝宫。盘星角，射啄鸟于东海，还盖长城以为防，朝射东举，系发沛丘，夜加即没，故据无道。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。西结晋于赵而北达于燕，三国不宣，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。北游牧于燕之辽东，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，此在发之乐也。若夫四上12诸侯，左迎而右服之，可一旦而尽也。今秦破韩以为常忧，得列城而不敢守也，伐魏而无功，及赵而固并，则秦魏之勇力屈矣。楚之固得汉中，西力可得而复有也。王出宝宫，盘星角，射蒙塞，而待秦之眷也。山东、河内可得而易也。劳民修众，南面称王矣。故曰秦。谓大鸟，赴海内而处，东面而立，左臂据赵之西南，右臂复楚燕尹，因及韩魏，垂头中国，处既行变，是有地利，奋翼鼓宣，方3000里，则秦魏可得独招而夜射也。欲以击，怒襄王，故对以此言。襄王因赵语，遂言曰：夫先望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，怨莫大焉。今以匹夫有怨，上有报万乘，白宫子虚是也。今楚之地方5000里，带甲100万，犹足以勇越中野也，而作受困，臣妾为大王服取也。于是请襄王遣使于诸侯，复未从，欲以伐秦。秦闻之，发兵来伐楚。楚欲与齐、韩联合伐秦，因欲屠周。周王乃使武公为楚相招子曰：三国以兵割周交，得以变书，而南弃以尊楚，臣以为不然。夫士共主，臣弑君，大国不侵，以众挟寡，小国不富。大国不侵，小国不富，不可以治民时。民时不得，不足以伤民。夫有屠周之身，非所以为好也。昭子曰：乃屠周则无之。虽然，周何故不可屠也？对曰：君不武不攻，臣不食不为。夫一周为20晋，公之所知也。韩常以20万之众辱于晋之臣。夏瑞士死，中士伤，而晋不拔。公之500韩以屠周，此天下之所知也。夫愿结2周矣。塞邹鲁之心，交绝于齐，身失天下，其为是为矣。夫为2周以后3川，方城之外必为韩。若矣，何以知其然也？西周之地，绝长不短，不过100里，名为天下共主，列其地不足矣。肥国，得其众不足以进兵，虽无攻之，名为弑君。然而好事之君，喜攻之臣，发号用兵，未尝不以周为中始。是何也？见计气在焉，欲弃之志而忘弑君之乱。今韩以弃之在楚，臣恐天下以弃仇楚也。臣请辟之。
夫虎肉骚，其兵力深，人犹攻之也。若使则中之迷。猛虎之皮，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。列楚之地，足以肥国；驱楚之民，足以尊主。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，居三代之传器，吞三河六邑，以高世主，非贪而合。周书曰：欲岂无先？故弃难则兵至矣。于是楚既辍不行。19年，秦伐楚，楚军败，割上庸，汉北的与秦。21年，秦将白起遂拔我郢，稍先望慕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，东北保于陈城。22年，秦复拔我乌、黔中郡。23年，襄王乃收东的兵，得10余万，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15邑以为郡，据秦。27年，使3万人驻三晋伐燕，复与秦平，而入太子位职于秦。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。36年，请襄王病，太子王归。秋，请襄王卒，太子熊元代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以左徒卫令尹，封以吴，号春申君。考烈王元年，纳州于秦以平。是时楚亦弱。6年，秦为邯郸，赵告及楚，楚遣将军景阳救赵。7年，至兴中，秦兵去。12年，秦昭王卒，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。16年，秦庄襄王卒，秦王赵正立。22年，与诸侯共伐秦，不利而去。楚东西都受春，命曰尹。25年，考烈王卒，子幽王汉立。李元杀春申君。幽王3年，秦魏伐楚，秦襄、吕不为卒。9年，秦灭韩。10年，幽王卒，同母弟犹代立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2月余。哀王庶兄父楚之徒袭杀哀王而立父楚为王。是岁，秦鲁赵王迁。王父楚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。2年，秦使将军伐楚，大破楚军，亡10余城。3年，秦灭魏。4年，秦将望简破我军于齐，而杀将军项燕。5年，秦将望简猛5岁破楚国，鲁楚王复楚，灭楚民为郡云。太史公曰：楚灵王方会诸侯于身，诛其庆封，作章华台，求周九鼎之时，治小天下。即饿死于生害之家，为天下笑。操行之不得，悲夫！视之于人也，可不甚与。弃疾矣。乱立，必迎秦女，甚乎哉！积在亡国。所引数赞，欲雄之嗣，周封于楚。辟在荆蛮，必入兰履。即通而罢，建号曰武。闻计伐申，臣亦设许。子羽篡敌，伤臣杀父。天祸未悔，平坚自护。招困奔亡，怀破求。鲁、请襄、考烈，坐衰南土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。越王勾践，其先禹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。封于会稽，以奉守禹之嗣。文申断发，披草来而易焉。后20余世，至于允常。允、禹发生也允常之时。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。允常卒，子勾践立，是为越王。元年，吴王阖庐闻允常死，乃兴师伐越。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3行，至吴城，呼而自警。吴师观之，越因袭击吴师，吴师败于里，射伤吴王阖庐。阖庐且死，告其子。夫差曰：必无望越。3年，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，且以报越，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。范蠡谏曰：不可。臣闻兵者凶器也，战者逆德也，争者士之末也。
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是生于所。末，上帝禁之，行者不利。越王曰：吾以决之，以遂兴师。吴王闻之，悉发精兵，及越，败之夫交。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期于会稽。吴王追而围之。越王谓范蠡曰：以不听子故至于此，谓之奈何？蠡对曰：持满者与天，定亲者与人，结事者以地。卑辞后礼以夷之，不许，而生与之事。勾践曰：诺，乃令。大夫种行臣于吴，西行顿首曰：君王王臣勾践使陪臣种赶告下执事，勾践请魏臣妻，魏妾。吴王将许之。子胥言于吴王曰：天以月赐吴，勿许也种孩，以报勾践。勾践欲杀妻子，反保器，处战已死。种指勾践曰：夫吴太宰匹贪，可诱以利，请监行。言之。于是勾践以美女保器，令种监献吴太宰匹。匹受，乃见大夫种于吴王。种顿首言曰：元大王赦勾践之罪，进入其保器。不幸不赦，勾践将尽杀其妻子，凡其保器。悉5000人处战，必有当也。匹因说吴王曰：越以服魏臣，若将赦之，此国之利也。吴王将许之。子胥进谏曰：今不灭越，后必悔之。勾践贤君，种离良臣，若反国，将未乱。吴王弗听，卒赦越，罢兵而归。勾践之困会稽也，喟然叹曰：吾终于此乎？种曰：汤系下台，文王求有礼，敬重耳敌，其小白举，其卒王罢。由是观之，何惧不畏服乎？吴既赦越，越王勾践反国，乃苦生骄思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养胆，饮食异常胆也。曰：女望会稽之耻邪？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知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彩，则节下贤人。后遇宾客，振平吊死，与百姓同其劳。欲使范蠡治国政，蠡对曰：兵甲之事，种不如蠡；田抚国家，亲附百姓，蠡不如种。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，而使范蠡与大夫浙姬。行臣，位职于吴。2岁而吴归黎。勾践自会稽归7年，抚循其市民，欲用以报吴。大夫冯同谏曰：国兴流亡，今乃父应给，善事备利，无必惧，惧则难必至。且治鸟之疾也，必逆其行。今夫吴兵加齐，晋愿生于楚、越，名高天下，时害周氏，得少而功多，必迎自矜。为越计，莫若结齐。清楚复晋，以后吴。吴之志广，必侵占。是我连其权，三国伐之，越成其弊，可克也。勾践曰：善。居2年，吴王将伐齐。子胥谏曰：未可。臣闻勾践时不重位，与百姓同苦乐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国患。吴有越，复兴之急，其与吴借路也。元王视其先越，吴王弗听，遂伐齐，败之艾陵，虏其高，国已归，让子胥。子胥曰：王无喜，王怒，子胥欲自杀，王闻而止之。越大夫种曰：臣观吴王政交矣，请示长之代粟，以报其事请。待吴王欲与，子胥见勿与，王遂与之，越乃思喜。子胥言曰：王不听谏，后3年无其胥乎？太宰匹闻之，乃述与子胥争越邑，因谗子胥曰：吾原貌中而实忍人，其父兄不顾，安能顾王？王前欲伐齐，元强谏，以而有功，用事反怨王。王不备武元，元必未乱，与冯同共谋，谗之王。王使不从，乃使子胥于齐，闻其托子于鲍氏，王乃大怒。
曰：吾原果妻寡人，亦反，使人赐子虚属漏箭以自杀。子虚大笑曰：我令而复。罢，我又力弱，若出欲分吴国半与我，我不受矣。今若反以缠诛我，嗟乎！嗟乎！人故不能独立。报使者曰：必取吴偃至吴东门，以观阅兵入也。于是无人匹阵。居3年，勾践召范蠡曰：吾以杀子虚，导虞者众，可乎？对曰：未可。至明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吴国精兵从亡，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。勾践复问范蠡，蠡曰：可矣。乃发袭留2000人，教士4万人，君子6000人，诸御1000人，伐吴。吴失败，遂杀吴太子。吴告急于王，王方会诸侯于黄池，据天下闻之，乃密之。吴王以蒙黄池，乃使人厚礼以请陈越。越自度亦未能灭吴，乃与吴平。其后4年，越复伐吴。吴世民罢弊，亲锐尽死于其境。而越大破吴，因而留为之。3年，吴失败，越遂复欺吴王于姑苏之山。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西行而前，请陈越王曰：孤臣夫差敢不负心，亦日常得罪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臣以归。今君王举欲止而诛孤臣，孤臣唯命是听，义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？勾践不忍，欲许之。范蠡曰：会稽之事，天以越赐吴，吾不取。今天以吴赐越，越其可逆天乎？且夫君王早朝宴罢，非为吴邪？谋之22年，一旦而弃之，可乎？且夫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。伐柯者其则不远，君望会稽之乎？勾践曰：吾欲听子言，吾不忍其使者。范蠡乃鼓进兵，曰：王以属朕于执事，使者去，不者且得罪吴使者弃而去。惧。见怜之，乃使人谓吴王曰：吾至王永东，君百家。吴王谢曰：吾老矣，不能事君。王遂自杀。乃闭其面，曰：吾无面以见子虚也。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匹。勾践以平吴，乃以兵北渡淮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至贡于州。周元王使人赐具，见作，命魏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地与楚、归吴所亲送的于宋，与鲁嗣东方百里。当世时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，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。范蠡遂去，自其一大夫种书曰：飞鸟尽，良弓葬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常，谨鸟会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？种见书，称病不朝。人或谗种且作乱。越王乃赐种谏曰：子教寡人伐吴7数，寡人用其3而败吴，其4在子，子为我从先。王视之，种遂自杀。勾践卒，子王时与立。王时与卒，子王不受立。王不受卒，子王翁立。王翁卒，子王义立。王义卒，子王之侯立。王之侯卒，子王吴强立。王吴强时，越兴师北伐齐，西伐楚，与中国争强。当楚威王之时，越北伐齐，齐威。王使人说越王曰：越不伐楚，大不忘，小不薄。屠越之所谓不伐楚者，谓不得进也。韩、魏故不攻楚。韩之攻楚，复其军，杀其将，则业、杨迪为；魏亦复其军，杀其将，则陈、上蔡不安。故二晋之士越也，不至于复军杀将。马汉之力不效，所重于的晋者何也？越王曰：所求于晋者，不至顿刃皆兵，而况于攻城为义乎？原谓以据大梁之下。
原其之士兵南阳举的，以据长潭之境，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于西历宗湖之地，下路以左，不足以备秦；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，则其秦、韩、魏的至于楚也，是二晋不战分地，不根而获之，不此之为，而顿任于河山之间以为。其秦用所待者如此，其师计奈何其以此亡也？其使者曰：信也，悦之不亡也。吾不贵其用治之如木，见毫毛而不见其节也。今王之敬之师计，而不自知悦之过，是木论也。王所待于晋者，非有马汉之力也，又非可与何军联合也，将待之以分楚众也。今楚众已分，何待于晋？越王曰：奈何？曰：楚三大夫张九军，北为曲沃，于中矣。至无甲之关者3700里，景翠之军北据鲁、齐、南阳，分有大此者乎？且王之所求者，斗晋楚也。晋楚不斗，越兵不起，是之25而不知10也。此时不攻楚，臣以示之越大。不忘小不薄，复仇庞长沙，楚之粟也；晋士陵，楚之财也。越亏兵通无甲之关，此四义者不上共事于隐矣。臣闻之，图王不忘，其必可以博。然而不博者，王道失也。故元大王之转攻楚也。于是越遂弑齐而伐楚，楚威王兴兵而伐之，大败越，杀王吴强，进取故吴的至浙江，北破其于徐州。而越以此散，诸族子争利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兵于江南海上，伏朝于楚。后期氏至闵君尧，左诸侯平秦。汉高帝复以尧为越王，以奉越后。东越、闵君皆其后也。范蠡是越王勾践，既苦身戮力，与勾践深谋20余年，尽灭吴，报会稽之耻，北渡。兵于淮以临齐、晋，号令中国，以尊周氏。勾践已罢，而范蠡称上将军。还反国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，难与处安。谓书辞勾践曰：臣闻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昔者君王辱于会稽，所以不死，为此事也。今既已学耻，臣请从会稽之诛。勾践曰：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，不然，将加诛于子。范蠡曰：君行令，臣行义。乃庄其亲宝珠玉，自与其司徒属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返。于是勾践表会稽，山以为范蠡奉义。范蠡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吃夷子皮，耕于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至产，居无己，和至产数10万。其人闻其贤，以为相。范蠡喟然叹曰：居家则治千金，居官则治轻乡，此不依之极也。久受尊名，不祥，乃归乡应，尽散其财，以分与之友乡党，而怀其众宝，兼行已去，止于陶，以为此天下之中，交易有无之路通，未生可以致富矣。于是自谓陶诸公。父曰：要父子耕畜，废居，后时转物，逐10亿之力。居无和，则置资类聚。万天下称陶诸公。诸公居陶，生少子。少子极壮，而诸公终难杀人，求于楚。诸公曰：杀人而死，止也。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世，告其少子往视之。乃装黄金1000亿，置贺器中，载以一牛车，且遣其少子。诸公常难故请欲行，诸公不听。常难曰：家有长子曰家都，今弟有罪，大人不遣，乃以少弟，是无不孝，欲自杀。
其母谓言曰：今遣少子，未必能生中子也。而先空王长男，奈何？诸公不得已而遣长子，为一封书一故所善庄生。曰：至则尽千金于庄生所，听其所谓，甚无与真事长男既行，亦自私积数百金。至楚，庄生家富郭，披离调道门，居甚平。然长男发书尽千金，如其父言。庄生曰：可即去矣，甚无留。及帝出，勿问所以然。长男既去，不过庄生而私留，以其私。积献以楚国贵人用事者。庄生虽居穷言，然以廉直闻于国，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。及诸公进京，非有意受也。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。故今至，谓其父曰：此诸公之经，有如并不速戒后复归，勿动。而诸公长男不知其意，以为书无短长也。庄生坚时入见楚王，言某兴秀某，此则害于楚。楚王素信庄生，曰：今未奈何？庄生曰：独以得位可以除之。楚王曰：生休矣，寡人将行之。王乃使使者封3000之府。楚贵人今告诸公长男曰：王且赦。曰：何以也？曰：美王且赦，常封3000之府。昨穆望使使封之。诸公长男以为赦，帝故当出也。众千金须弃庄生，无所谓也，乃复见庄生。庄生惊曰：若不去邪？长男曰：故未也。初谓是帝，帝今亦自赦，故辞生去。庄生知其意，欲复得其金，曰：若自入室取金，长难及。自入室取金迟去，独自欢幸。庄生修为儿子所卖，乃入见楚王曰：臣前言某心事，王言欲以修德报之。今臣出，道路皆言陶之妇人诸公之子杀人求楚，其家多持金钱路王左右，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，乃以诸公子故也。楚王大怒曰：寡人虽不得耳，奈何以诸公之子故而失惠乎？令论杀诸公子，明日遂下赦令。诸公长男尽持其弟丧归。至，其母及一人尽哀之，唯诸公独笑，曰：无故之必杀其弟也。彼非不爱其弟，故有所不能忍者也。事少与我惧，见苦，未生难，故重器材。至如少弟者，生而见我父。臣兼驱良逐狡兔，岂知才所从来，故轻弃之，非所习令。前日无所谓欲遣少子，故谓其能弃才故也。而长者不能，故促以杀其弟，是之礼也。无足悲者，吾日夜故以忘其丧，直来也。故范蠡三喜，成名于天下，非苟去而已，所指必成名。卒老死于陶，故世传。曰陶诸公。太史公曰：禹之功大矣，建九川，定九州，至于今诸夏爱安。及苗裔勾践，苦深交丝，终灭强吴，北官兵中国，以尊周氏，号称霸王。勾践可不畏贤哉？盖有禹之一列焉。范蠡3000皆有荣名，名垂后世。臣主若此，欲无显得乎？所引数赞，越祖少康，至于允常。其子始霸，与无争强。礼之义，阖闾见商。会稽之耻，勾践欲当。种幼以利，离析其良。折节下士，致胆思长。卒复仇寇，遂舔大邦。后不量力，灭于吴墙。史记郑氏家。郑桓公有者，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。宣王历22年，有出封于郑，封33岁，百姓皆便爱之。幽王以为司徒。何及周民，周民皆说：河洛之间，人便思之，谓司。
徒1岁，幽王以剖后故，王室至多邪，诸侯或叛之。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：王室多故，与安讨死乎？太史伯对曰：独洛之东土，和济之南可居。公曰：何以？对曰：地晋国，快之君贪而好利，百姓不富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，公臣请居之。快之君见公方用事，轻分公地，公臣居之。快之民皆公之民也。公曰：吾欲南之江上，何如？对曰：习祝融位高辛氏火正，其功大矣，而其余周未有。辛者，楚其后也。周衰，楚必兴。兴，非政之利也。公曰：吾欲居西方，何如？对曰：其民贪而好利，难久居。公曰：周衰，何国兴者？对曰：齐、秦、晋、楚乎？夫齐、姜姓、伯夷之后也，伯夷左尧典礼；秦、嬴姓、伯益之后也，伯益左舜，怀柔百物。及楚之先，皆常有功于天下。而周武王克纣后，成王封书于余堂，其弟祖显。以此有德与周衰并，亦必兴矣。桓公曰：善于是促言王，东徙其民洛东，而快果献10邑，晋国之。2岁，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，并杀桓公。郑人共立其子爵屠，是谓武公。武公10年，娶申侯女为夫人，曰武姜。申太子戊申，申之男，即申，夫人弗爱。后申少子叔段，段生义，夫人爱之。27年，武公即，夫人请公，欲立段为太子，公服。听。是岁，武公卒，戊申立，是谓庄公。庄熙元年，封地段于今，号太叔。季仲曰：今大于国，非所以封庶也。庄公曰：武将欲之，我弗敢夺也。段至今，善治甲兵，与其母武将谋袭郑。22年，段果袭郑，武将为内应。庄公发兵伐段，段走。伐荆，荆人叛段，段出走燕。燕溃，段出奔贡。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将于陈隐，是言曰：不治黄泉，吾相见也。居岁余，以会司母。隐古之考书有献于公，公赐食。考书曰：臣有母，请君食赐臣母。庄公曰：我甚思母，恶父盟，奈何？考书曰：穿得至黄泉，则相见矣。于是遂从之，见母。24年，宋谋公卒，公子冯奔郑。郑青州的，取和。25年，魏州御史其君还。公自立，与宋伐郑，以冯故也。27年，使朝周桓王。桓王怒其取和，弗礼也。29年，庄公怒周弗礼，与鲁一方、许田。33年，宋杀孔父。37年，庄公不朝周。周桓王虑陈、蔡、国，未伐郑。庄公与季仲、高渠弥发兵自救，王师大败。祝丹射中，王毙。祝丹请从之，郑伯止之，曰：犯长且难之，况敢临天子乎？乃止。夜令季仲。问王疾。38年，北戎伐齐，齐使求救，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。齐离公欲欺之，忽谢曰：我小国，非其敌也。时季仲语惧，劝使取之，曰：君多内宠，太子无大元将不利。三公子皆君也。所谓三公子者，太子忽、其弟荼、次弟子尾也。43年，郑庄公卒。初，季仲甚有宠于庄公，庄公使卫青，公使取邓女，生太子忽，故季仲立之，是谓昭公。庄公又娶宋雍氏女，生立公荼。雍氏有宠于宋。宋庄公闻季仲之立乎，乃使人诱召。
既重而执之，曰：不立图，将死亦执图以求禄焉。既重许宋，与宋盟，以图归，立之。昭公忽闻季仲以宋要立其地图，9月丁亥，忽出奔魏。己亥，图至镇，立，是谓立公。立公4年，季仲专国政。立公患之，因使其婿雍纠欲杀季仲。纠妻，季仲女也，之。谓其母曰：父与夫孰亲？母曰：父义而已。人敬夫也。女乃告季仲，季仲反杀雍纠，戮之于市。立公无奈季仲何，怒纠曰：谋及妇人，死故宜哉！下立公出居边邑立。季仲迎昭公乎？6月乙亥，复入郑，即位。秋，郑立公图因立人杀其大夫丹伯，遂居之。诸侯闻立公出奔，伐郑，弗克而去。宋颇与立公兵，自守于利，郑以故意不伐立。昭公2年，自昭公为太子时，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，太子忽恶之，庄公弗听，卒。用渠弥为卿。及昭公即位，据其杀己。冬10月辛卯，渠弥与昭公出猎，射杀昭公于野。季仲与渠弥不敢入立宫，乃更立昭公弟子伪卫君，是谓子伪也，无谥号。子伪元年7月，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，郑子伪往会，高渠弥相从，季仲称疾不行。所以然者，子伪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，常会斗乡仇，及会诸侯，季仲请子伪无行。子伪曰：其强而立公居利，即不往，是虑诸侯伐我，内立公。我不如往，往何惧避？汝且又何至事？卒行。于是季仲恐其并杀之，故称疾。子伪至，不谢其侯，其侯怒，遂服甲而杀子伪。高渠弥亡归，归与季仲谋，召子伪弟公子婴于城而立之，是谓郑子。是岁，齐襄公使彭生罪拉杀鲁桓公。郑子8年，齐人管至父等作乱，弑齐君襄公。12年，宋人长万弑齐君闵公。郑继，仲死。14年，故郑王立公图在立者，使人诱结郑大夫服甲，要以求入。甲曰：舍我，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军。立公与盟，乃舍之。6月甲子，甲杀郑子及其2子而迎立公图。图自立复入即位。初，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，内蛇死。居6年，立公果复入而让其伯父元曰：我亡国外居，伯父无意入我，亦甚矣。元曰：是君无2心，人臣之职也。元之罪矣。遂自杀。立公于是谓辅甲曰：子之弑君有2心矣，遂诛之。甲曰：崇德不报，诚然哉！立公图后元年，齐桓公始罢。5年，燕、魏与周惠王地颓伐王，王出奔温，立地颓魏王。6年，惠王告急郑，立公发兵击周王子颓，弗胜，于是与周惠王归，王居于利。7年春，郑立公与国叔袭杀王子颓而入惠王于周。秋，立公卒，子文公竭立。立公出立4岁，王居立17岁，复入立7岁，与王凡28年。文公17年，齐桓公以兵破蔡，遂伐楚，至赵陵。24年，文公之见妾曰晏吉，孟天宇之兰曰鱼谓伯条。鱼，尔祖也。以是谓儿子，兰有国相。以孟告文公，文公信之，而与之草兰未服，遂生子，名曰兰。36年，晋公子重耳过，文公服礼。文公弟叔瞻曰：重耳贤，且又同姓，穷而过君，不可无礼。文公曰：诸侯王公子过者多矣，安能尽礼之？瞻曰：君如夫
李遂杀之，伏杀，使即反国，为郑忧矣。文公弗听。37年春，晋公子重耳反国，立是为文公。秋，郑入华，华听命，以而反于魏。于是郑伐华。周襄王使伯请华。郑文公愿会王之王在立，而文公复立公入之，而会。王不赐立公爵禄，又愿襄王之与魏华，故不听襄王请而求伯果。王怒，与敌人伐郑，弗可。冬，狄公伐襄王，襄王出奔郑，郑文公居王于范。38年，晋文公入襄王成州。41年，筑楚即晋。自晋文公之过无礼，故被晋筑楚。43年，晋文公与秦穆公共为政，讨其筑楚攻晋者，即文公过时之无礼也。初，郑文公有3夫人，宠子5人，皆以罪早死。公怒，盖逐群公子。子兰奔晋，从晋文公为政。时兰视晋文公甚敬，爱信之，乃私于晋，以求入郑为太子。晋于是欲得书瞻为禄。郑文公恐，不敢为书瞻言。瞻闻言于郑君曰：“臣为君，君不听臣，晋卒为患。然晋所以为政，以瞻死而摄郑国，瞻之远也。乃自杀。郑人以瞻师与晋。晋文公曰：‘必欲一见郑君，辱之而去。’郑人患之，乃使人私于秦曰：‘破郑亦晋，非秦之利也。’秦兵罢。晋文公欲入兰卫。太子以告郑。郑大夫使鬼曰：‘吾闻及信，乃后继之元妃，其后当有心者。子兰母，其后也。且夫人子晋已死，余庶子无如兰贤。今为急，晋以为请，立孰大焉？’遂许晋。与盟，而卒立子兰为太子，晋兵乃罢去。45年，文公卒，子兰立，是为谋公。牟熙元年春，秦谋公使3将将兵欲袭郑，至华，逢郑假人嫌高诈以12牛劳军，故秦兵不至而还，晋败之于崤。初，往年郑文公之卒也，郑司臣曾贺以郑秦卖之，秦兵故来。3年，郑发兵从晋伐秦，败秦兵于汪。往年楚太子商臣是其父成王代立。21年，与宋华元伐郑。华元杀杨时氏，不与。其欲杨真，怒以持郑，郑求华元。宋赎华元，元亦亡去。晋使赵川以兵伐郑。22年，郑谋公卒，子仪立，是为灵公。灵熙元年春，楚献元于灵公。子嘉，子公将朝灵公，子公之时止动，谓子嘉曰：“橐日止动，必食异物。”即入，见灵公进元根，子公笑曰：“果然。”灵公问其笑故，具告灵公。灵公召之，独服与根。子公怒，染其指，长之而出。公怒，欲杀子公。子公与子嘉谋先。夏，是灵公。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，去疾让曰：“必以贤，则去疾不孝；必以顺，则公子坚长。”坚者，灵公庶弟，去疾之兄也。于是乃立子坚，是谓襄公。襄公立，将进去谋士。谋士者，杀灵公，子公之族家也。去疾曰：“必去谋士，我将去之。”乃至，皆以为大夫。襄熙元年，楚怒郑受宋陆纵华元，伐郑。郑被楚，与晋亲。5年，楚复伐郑，晋来，救之。6年，子嘉卒，国人复逐其族，以其是灵公也。7年，郑与晋盟鄢陵。8年，楚庄王以郑与晋盟，来伐，为郑3月，郑以臣降楚。楚王入自黄门，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，曰：“
孤不能事边邑，使君王怀怒以及必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为命视听。君王迁之江南，即以赐诸侯，亦为命视听。若君王不忘立，宣王、桓、武公，哀不忍绝其社稷，习不毛之的，使父的改弑君王，孤之远也，然非所敢忘也。敢不复兴，为命视听。庄王谓却30里而后舍。楚群臣曰：自引至此，事大，夫亦久劳矣。今得国舍之，何如？庄王曰：所谓伐，伐不服也。今已服，尚何求乎？卒去。晋闻楚之伐郑，发兵救郑。其来迟两端，故迟，彼至河，楚兵已去。晋将虑，或欲渡，或欲还，卒渡河。庄王闻，还即晋。郑反助楚，大破晋军于河上。10年，晋来伐郑，以其反晋而轻楚也。11年，楚庄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。晋景公欲发兵救宋，伯宗见晋军曰：天方开，楚未可伐也。乃求壮士的霍人解阳，字子虎，匡楚，令宋无将。过郑，郑与楚亲，乃知解阳而献楚。楚王后赐语曰：使反其言，令宋去将，3要乃许。于是楚登解阳楼车，令呼宋。遂复楚约而至其晋军，命曰：晋方西国兵以救宋。宋虽急，甚无将楚，晋兵今至矣。楚庄王大怒，将杀之。解阳曰：君能致命未义，臣能承命未信。受无君命，已出，有死无允。庄王曰：若知许我，以而备之，其信安在？解阳曰：所以许。王欲以成无君命也。将死，故谓楚君曰：为人臣无忘尽忠的死者。楚王诸弟皆见王赦之，于是赦解阳使归。晋爵之为上卿。18年，襄公卒，子悼公西立。道熙元年，许公恶政于楚，悼公使地还于楚自宋。宋不执，楚求还。于是郑悼公来，与晋平，遂亲。还思于楚，子反，子反言归还于郑。2年，楚伐郑，晋兵来救。是岁，悼公卒，立其弟还，是谓成公。成公3年，楚共王曰：郑成公孤有德焉，使人来与盟。成公思与盟。秋，成公朝晋，晋曰：郑思平于楚，执之。使栾书伐郑。4年春，郑患晋为，公子如乃立成公庶，兄须为君。其4月，晋闻郑立君，乃归成公。郑人闻成公归，亦杀君须，迎成公。晋兵去。10年，被晋盟，盟于楚。晋厉公怒，发兵伐郑。楚共王救郑。晋楚战鄢陵，楚兵败。晋射伤楚共王墓，拒罢而去。13年，晋悼公伐郑，兵于尾上。郑城守，晋亦去。14年，成公卒，子运立，是谓离公。离公5年，郑襄子嗣朝离公，离公不理。子嗣怒，使楚人要杀离公，复诸侯曰离公暴病卒。立离公子嘉，嘉10年5岁，是谓简公。简熙元年，诸公子谋欲诛襄子嗣，子嗣绝之，反晋诛诸公子。2年，晋伐郑，郑与盟，晋去。冬，又与楚盟。子嗣未诛，故两亲晋，楚。3年，襄子嗣欲自立为君，公子。子孔使谓止杀襄子嗣而代之。子孔又欲自立。子产曰：子嗣谓不可，诛之，今又效之，是乱无实习也。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。4年，晋怒郑与楚盟，伐郑，郑与盟。楚共王救郑，败晋兵。简公欲与晋平，楚有
求正使者。12年，简公怒乡子孔专国权，诛之，而以子产为卿。19年，简公如晋请为君孩，而封子产以6邑。子产让，授其3邑。22年，吴使严陵季子于郑，见子产如旧交。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者耻，南将至，郑将及子。子为郑，必以礼；不然，郑将败。”子产后欲祭子。23年，诸公子争宠相杀，又欲杀子产。公子或谏曰：“子产仁人，郑所以存者子产也，勿杀。”乃止。25年，郑使子产于晋，问平公疾。平公曰：“卜而约10审，台未遂，使官没之。敢问。”对曰：“高辛氏有2子，长曰恶伯，季曰10审，居旷陵，不相能也。日操，干戈以相征伐。后帝服臧，迁恶伯于商丘，主城。商人是殷，故城谓商兴。迁10审于大夏，主参。唐人是殷，服是夏商，其继是曰唐叔虞。当武王亦将方申大叔，孟帝位。己余命儿子曰虞，乃与之唐，属之参而翻育其子孙，及生有文在其长曰虞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而国大殊焉，故参为晋兴。由是观之，则10审，参神也。袭今天氏有一子曰昧，为玄冥师，生允阁，台能业其官，宣坟陶丈大则以处。太原帝用加之，国之汾川。审4入黄石守其4。今晋主汾川而灭之，由是观之，则台汾陶神也。然是二者不害君身。山川之神，则水旱之资永之，日月星辰之神，则雪霜风雨不时永之。若君疾，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。平公及书相曰：“善伯，勿君子也。”后为之礼于子产。27年夏，郑简公朝晋。冬，魏楚灵王之强，又朝楚，子产从。28年，郑君并使子产会诸侯，与楚灵王盟于申，诛其庆封。36年，简公卒，子定公宁立。秋，定公朝晋昭公。定熙元年，楚公子弃即弑其君灵王而自立，为平王。欲行得诸侯，归灵王所亲政的。于郑4年，晋昭公卒，其6亲强，公室卑。子产谓韩宣子曰：“为政必以德，无忘所以。”立6年，郑火，公欲攘之。子产曰：“不如修德。”8年，楚太子建来奔。10年，太子建与晋谋袭郑，郑杀建，建子胜奔吴。11年，定公如晋，晋与郑谋，诸州乱臣，入晋亡于州。13年，定公卒，子献公虿立。献公13年卒，子申公胜立。当世时，晋6亲强，侵夺郑，郑遂弱。申公5年，郑襄子产卒，郑人皆哭泣，悲之如亡亲戚。子产者，郑成公少子也。谓人人爱人，事君忠厚。孔子常过郑，与子产如兄弟云。及闻子产死，孔子谓弃曰：“古之宜爱也。”8年，晋犯，中行氏反晋，告急于郑，郑救之。晋伐郑，败郑军于铁。14年，宋景公灭曹。20年，齐田常弑齐君简公，而常相于齐。22年，楚惠王灭陈。孔子卒。36年，晋之伯伐郑，取9邑。37年，申公卒，子哀公亦立。哀公8年，郑人弑哀公而立申公弟丑，是谓共公。共公3年，三晋灭之伯。31年，
共公卒，子幽公以立。幽熙元年，韩武子伐郑，杀幽公。郑人立幽公帝台，是谓虚公。虚公15年，韩景侯伐郑，取雍丘。郑成京。16年，郑伐韩，败韩兵于附属。20年，韩、赵、魏列为诸侯。23年，郑为韩之阳狄。25年，郑军杀其乡子阳。27，子阳之党共事虚公台而立幽公帝以为君，是谓郑君。郑君以立2年，郑复属反，复归韩。11年，韩伐郑，取阳城。21年，韩哀侯灭郑，并其国。太史公曰：与有之，以权力合者，权力尽而交疏，辅辖是也。辅辖虽以节杀郑，子内立功，立功终备而杀之，此与晋之礼克何异？守节如循袭，生死而不能存息其变，所从来亦多故矣。所引数赞，立王之子，得封于郑。代执司徒，资一在用。国快献议，记著专命。庄季犯王，立议奔命。居立客入，孟兰玉磬。伯服深囚，书瞻师聘。离简之后，公事不尽。附属虽还，韩哀日盛。史记赵氏家。赵氏之先，与秦共祖。至中衍，魏帝大物欲。其后是非连有子2人，而命其一子曰恶来，是纣，为周所杀，其后为秦。恶来帝曰季胜，其后为赵。季胜生孟曾，孟曾幸于周成王，是谓翟高郎。高郎生恒父，恒父生造父，造父幸于周谋王。造父取季之臣匹，与陶陵道离、华流、绿耳献之谋王。谋王使造父欲西巡，受见西王母，乐之忘归。而许衍王反，谋王日驰千里马，攻许衍王，大破之，乃赐造父以赵成，由此谓赵氏。自造父以下6世至衍父，曰公仲。周宣王时伐戎，未遇，及千亩战，衍父托宣王。衍父生叔代。叔代之时，周幽王无道，去周如晋，是晋文侯，始建赵氏于晋国。自叔代以下，赵宗一心，武士而至赵肃。赵肃，晋献公之16年伐霍，魏、耿，而赵肃未将伐霍。霍公求其，晋大汉，伯之，曰霍泰山未遂。使赵肃召霍君于齐，复之，以奉霍泰山之祀，晋复攘。晋献公赐赵肃耿。肃生共孟，当鲁闵公之元年也。共孟生赵衰，字子瑜。赵衰卜氏晋献公及诸公子，莫及，卜氏公子重耳，及氏重耳。重耳以离姬之乱，王奔狄，赵衰从。狄伐色旧如，得2女，狄以其少女妻重耳，长女妻赵衰而生遁。初，重耳在晋时，赵衰妻亦生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。赵衰从重耳出亡，凡19年，得反国。重耳为晋文公，赵衰为元大夫，居元，任国政。文公所以反国即罢，多赵衰计策，与在晋事中。赵衰既反晋，晋之妻故要迎翟妻，而以其子盾为世嗣，晋妻3子皆下侍之。晋襄公之6年，而赵衰卒，是谓成纪。赵盾代成纪任国政2年，而晋襄公卒，太子宜高年少。盾魏国多难，欲立襄公弟雍。雍时在秦，使迎之。太子母日夜提泣，顿首谓赵盾曰：先君何罪？是其世子而更求君。赵盾患之，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，乃遂立太子，是谓灵公。发兵据所迎襄公弟于秦者，
灵公继立，赵盾亦专国政。灵公历14年，义交。赵盾骤见，灵公弗听。及时雄烦而不熟，杀宰人，持其尸。初，赵盾见之，灵公有此惧，欲杀盾。盾素仁爱人，常所食桑下恶人反汉救盾，盾以的亡。未出境，而赵川氏灵公而立襄公弟黑屯，是谓成公。赵盾复反，任国政。君子击盾。魏正卿王不出境，反不讨贼，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。晋景公时而赵盾卒，是谓宣孟，子硕嗣。赵硕，晋景公之3年，硕为晋江夏军救郑，与楚庄王战河上。硕娶晋成公解魏夫人。晋景公之3年，大夫屠岸贾遇诛赵氏。初，赵盾在时，梦见书带持药而哭，甚悲，以而笑，俯首且歌。盾不知，赵觉而后好。赵使元战之，曰：“此梦甚恶，非君之身，乃君之子，然亦君之咎。”至孙，赵将士亦衰。屠岸贾者，始有宠于灵公，及至于景公。而贾为司寇，将作难，乃至灵公之贼以至赵盾，便告诸将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。以臣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成罪？请诛之。”韩厥曰：“灵公遇贼，赵盾在外，无先君，以为无罪，故不诛。今诸君将诛其后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望诛。望诛谓之乱。臣有大事，而君不闻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贾不听。韩厥告赵硕去亡。硕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嗣。”硕死不恨。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不请而善与诸将攻赵氏于夏宫，杀赵硕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赵硕妻成公解，有一妇，走公公逆。赵硕客曰公孙楚旧，楚旧谓硕友人陈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陈婴曰：“硕之父有一妇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，及女也，吾许死而居无。何？而硕父免生，生男。”屠岸贾闻之，所于宫中。夫人至而中，注曰：“赵宗灭乎？若好，即不灭；若无生，即所而尽无生。”以托。陈婴谓公孙楚旧曰：“今亦所不得。后必且复所知，奈何？”公孙楚旧曰：“立孤与死孰难？”陈婴曰：“死亦，立孤难。”而公孙楚旧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后，子强为其难者，无为其易者，请先死乃二。人谋取他人婴而复之，一以文保，逆山中。”陈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孝，不能立。赵孤，谁能与我千金？”吾告赵氏孤处。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陈婴攻公孙楚旧。楚旧谬曰：“小人哉陈婴！袭夏公之男不能死，与我谋逆赵氏孤儿，今又卖我，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？”报而呼曰：“天乎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，独杀楚旧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楚旧与孤儿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。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陈因卒与拒逆山中。居15年，晋景公疾，卜之。大业之后不遂者未遂。景公问韩厥，厥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在晋绝嗣者，其赵氏乎？夫自中衍者，皆嬴姓也。中衍人面鸟啄，将左婴。地大物，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。夏即忧厉无道，而书带去周氏境，是先君文侯，至于陈公，是有立功，未尝绝嗣。今吴君独灭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见归策，为君图之。”景公
问赵尚有后子孙乎？韩厥据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，赵而逆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，景公因韩厥之众以挟诸将而见赵孤。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袭夏公之难，图暗甲谓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难？为君之急，群臣故且请立赵后。今君有命，群臣之源也。于是赵武，陈婴便拜诸将，遂反与陈婴。赵武攻图暗甲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及赵武官，谓陈人，陈婴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袭夏公之难，皆能死。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立，谓陈人，复故谓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楚救。赵武提气顿首故请，曰：武原苦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？陈婴曰：不可。彼以我未能成事，故先我死。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，遂自杀。赵武服其。衰3年，谓之计议，春秋辞之，世事勿决。赵氏复位11年，而尽力攻杀其大夫3系。栾书未及，乃遂弑其君立功，更立襄公。曾孙周是谓道公。晋有此大夫稍强。赵武续赵宗27年，晋平公立。平公12年，而赵武为正卿。13年，无颜陵祭。子始于晋，曰：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。韩宣子、魏献子之后，以赵武死，是谓文子。文子生景叔。景叔之时，其景公使晏婴于晋，晏婴与晋书项羽。婴曰：其之政后，卒归田氏。书项亦曰：晋国之政将归六卿。六卿耻矣，而无君不能续也。赵景叔卒，生赵鞅，是谓简子。赵简子在位，晋顷公之9年，简子将合诸侯数于周。其明年，入周晋王于周，辟地。子朝之故也。晋顷公之12年，六卿以法诸公族其事，扬舌氏，分其邑为10县，六卿各领其族尉之大夫。晋公室由此亦弱。后13年，鲁贼陈阳虎来奔，赵简子受戮，后遇之。赵简子疾，5日不知人，大夫皆惧。依扁鹊视之，出，董安于问。扁鹊曰：血脉至也，而何怪？在袭秦谋公常如此，7日而误。误之日，告公孙之与子瑜曰：我之弟所甚乐，吾所以久者，是有学也。帝告我，晋国将大乱，武士不安，其后将罢，未老而死。罢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公孙之书而藏之，秦趁于是出矣。献公之乱，文公之罢，而襄公拜秦师于尧而归纵淫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，不出3日疾。必坚必有言也。居2日半，简子误。与大夫曰：我之弟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君天，广乐九奏万物，不类3代之乐，其生动人心。有一熊欲来援我，帝命我射之，终熊死。又有一皮来，我又射之，终皮死。帝甚喜，赐我2嗣，皆有妇。吾见而在帝侧，帝属我一宅。犬曰：及儿子之状也，以次之地告我。晋国且势衰，7世而亡，嬴姓将大败。周人于范夔之西，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于思于舜之勋，是于将以其纣女孟瑶配而7世之孙。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，以扁鹊言告简子，简子赐扁鹊田4万亩。他日，简子出，有人当道，辟之不去，从者怒，将刃之。
当道者曰：吾欲有业于主君。从者以闻。简子召之曰：昔吾有所见子者也。当道者曰：平左右。原有也。简子平人。当道者曰：主君之急，臣在地侧。简子曰：然，有之。子之见我，我何谓？当道者曰：帝令主君射熊与皮，皆死。简子曰：是，且何也？当道者曰：晋国且有大难，主君守之。帝令主君灭二卿，夫熊与皮皆其祖也。简子曰：帝赐我二嗣，皆有父，何也？当道者曰：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敌，皆子姓也。简子曰：吾见而在地侧，地属我一宅犬，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。夫而何谓？以赐敌犬。当道者曰：而主君之子也。敌犬者，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且必有代，及主君之后嗣，且有隔震而胡服，并二国于敌。简子问其姓而言之以观。当道者曰：臣也。人至帝命耳，遂不见。简子书藏之府。翌日，姑布子卿见简子，简子便召诸子相之。子卿曰：吾谓将军者。简子曰：赵氏其灭乎？子卿曰：吾常见一子于路，待君之子也。简子召子无序。无序至，则子卿起曰：此真将军矣。简子曰：此其母见，敌必也。昔道贵哉？子卿曰：天所授，虽见必贵，自是之后。简子进召诸子语，无序最贤。简子乃告诸子曰：吾藏宝符于长山上，先得者赏诸子持之长山上，求无所得。无序还曰：已得符矣。简子曰：奏之。无序曰：从长山上临待，待可取也。简子于是之。无序果贤，乃废太子伯鲁，而以无序为太子。后2年，晋定公之14年，犯中行作乱。明年春，简子为邯郸大夫伍曰：归我。魏氏500家，吾将置之晋阳。伍许诺，归而其父兄不听，被言。赵鞅捕伍，求之晋阳。乃告邯郸人曰：我私有诛伍也，诸君欲谁立？遂杀伍。赵忌，设兵以邯郸反。晋军使及秦为邯郸。巡营，范吉射所引范氏，晋大夫袭叔之子，是韦之后。韦生陈伯缺，缺生伍子惠，惠生文叔谢，谢生宣叔，生献子鞅，鞅生吉射。与伍善，不肯助秦儿，谋作乱。董安于知之。10月，范中行氏伐赵鞅，鞅奔晋阳，晋人为之。范吉射巡营。仇人魏襄等谋逐巡营，以梁婴父代之，逐吉射，以范高义代之。荀立言于晋侯曰：君命大臣，使乱者死。今3臣使乱而独逐鞅，用刑不均，请皆逐之。11月，荀立。韩不佞、魏多奉公命以伐范、中行氏，不克。范、中行氏反伐公，公击之，范、中行败走。丁未，二子奔朝歌。韩、魏以赵氏为请。12月辛未，赵鞅入将，盟于公宫。其明年，知伯文子谓赵鞅曰：范、中行虽性未乱，安于发之，是安于与谋也。晋国有法，使乱者死。夫二子以服罪而安于独在。赵鞅患之。安于曰：臣死，赵氏定，晋国宁，吾死晚矣。遂自杀。赵氏以告之伯，然后赵氏宁。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军而执邯郸武，保晋阳，故书春秋曰：赵鞅以晋阳叛。赵简子有臣曰周舍，好执剑。周舍死，简子每听朝，常不悦，大夫请罪。简子曰：大夫无罪，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叶。诸大夫朝，
图文为，不闻周舍之恶，是以忧也。简子由此能复赵义而怀晋人。晋定公18年，召简子为范，中行于朝歌，中行文子奔邯郸。明年，卫灵公卒。简子与杨虎宋魏太子蒯聩于魏，魏部内，居妻。晋定公21年，简子拔邯郸，中行文子奔亳人。简子又为亳人，中行文子范昭。子遂奔齐。赵晋有邯郸、亳人。范中行于邑入于晋。赵明晋卿，时专晋权，奉义谋于诸侯。晋定公30年，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，召简子从晋定公，卒长吴。定公37年卒，而简子除3年之丧，其而已。是岁，越王勾践灭吴。晋出公11年，支伯伐郑。召简子疾，使太子吴续将而为政。支伯罪，以酒灌及吴续。吴续群臣请死之。吴续曰：“君所以治吴续，未能忍喟然意运支伯。”支伯归。因为简子，使废吴续，简子不听。吴续由此怨支伯。晋出公17年，简子卒，太子吴续代立，是谓襄子。赵襄子元年，越为吴。襄子将丧时，使楚龙问吴王。襄子解前为代王夫人。简子祭葬，未除服，北登下屋，请代王。使厨人操铜煮以食。代王及从者，行征，因令宰人各以主击杀代王及从官，遂兴兵平代地。其解闻之，弃而呼天，摩击自杀。代人怜之，所死地名之为摩击之山。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臣君。伯鲁者，襄子兄，故太子。太子早死，故封其子。襄子历4年，支伯与赵、韩、魏晋分其范，中行故地。晋出公怒，告齐、鲁、豫以伐四卿。四卿恐，遂共公出宫。出宫奔齐，到死。支伯乃立昭公曾孙交，是为晋义公。支伯义交，请的韩、魏，韩、魏与之；请的赵，赵不与，以其为政之辱。支伯怒，遂虑。韩、魏攻赵，赵襄子惧，乃奔保晋阳。元过从后，至于王泽，见3人，自带以上可见，自带以下不可见。与元过逐2节。莫通曰：“为我以示遗诏无序元过既至，以告襄子。”襄子其3日，亲自剖竹。有诸书曰：“赵无序，于获泰山山阳侯天使也。3月丙戌，于将使女反灭之事。女亦立。我百邑，于将赐女灵狐之地。至于后世，且有抗王，赤黑，龙面而鸟啄，并迷兹号大。因大凶，修下而逢，左任介臣，眼有合宗。至于修混诸河，南伐晋别，北灭黑姑。襄子再拜，受3神之令。三国攻晋阳，遂于引汾水灌其城，城不进者300。城中悬釜而吹，一子而食。群臣皆有外心，礼义慢，唯高共不敢失礼。襄子惧，乃夜使襄张孟同司于韩、魏。韩、魏与合谋，以3月丙戌，三国反灭之事，共分其地。于是襄子行赏，高共未上。张孟同曰：“晋阳之难，唯共无功。”襄子曰：“方晋阳急，群臣皆谢，唯共不敢失人臣礼，是以先之。”于是赵北有代，南并之势，强于韩、魏。遂辞3神于百邑，使元过主获泰山。辞4。其后娶崆峒氏，生5子。襄子谓伯鲁之不立也，不肯立子，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臣君。
成君先死，乃取代成君子焕历为太子。襄子历33年卒，焕历是魏献侯。献侯少即位，至中穆。襄子弟桓子逐献侯，自立于代，1年卒。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义，乃共杀其子而复。迎立献侯。10年，中山武功出立。13年，陈平邑。15年，献侯卒，子列侯即立。列侯元年，魏文侯伐中山，使太子及守之。6年，魏、韩、赵皆相立为诸侯，追尊。献子魏献侯。列侯好殷，谓襄国公仲连曰：“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？”公仲曰：“妇之可贵之则否？”列侯曰：“然。”夫正歌者羌12人，无次之田，人万亩。公仲曰：“诺。”不语。居1月，列侯从代来，问歌者田。公仲曰：“求，未有客者有请。”列侯复问。公仲终不语，乃称疾不朝。藩吴君自代来，谓公仲曰：“君实好善，而为之所持。今公仲相召，于今4年，亦有进士乎？”公仲曰：“谓也。”藩吴君曰：“牛畜、荀、辛、徐越皆可。”公仲乃进3人。及朝，列侯复问歌者田何如？公仲曰：“方使，则其善者。”牛畜是列侯以仁义，曰以王道。列侯犹然。明日，荀辛氏以选练举贤，任官使能。明日，徐越氏以节财俭用，察度公德，所欲无不充。君说。列侯使时未襄。国曰：“歌者之田且只官牛畜为师，荀辛为中尉，徐越为内史，赐襄国1、2席。9年，列侯卒，第武公立。武公13年卒，诏复立列侯太子章，是魏晋侯。是岁，魏文侯卒。晋侯元年，武公子朝作乱，不克，出奔魏。诏使都邯郸。2年，败齐于灵丘。3年，就魏于领丘，大败齐人。4年，魏败我兔台，筑冈平邑。侵魏。5年，齐、魏为魏公赵，取我冈平。6年，借兵于楚伐魏，取吉蒲。8年，伐魏。黄城。9年，伐齐。齐伐燕，赵救燕。10年，与中山战于房子。11年，魏、韩、赵共灭晋，分齐地。伐中山，又战于中人。12年，晋侯卒，子成侯种立。成侯元年，公子胜与成侯争立，魏乱。2年6月，雨雪。3年，太戊午魏相，伐魏，取襄邑73。魏败我令。4年，与秦战高安，败之。5年，伐齐于卷，魏败我怀。公正，败之，以与韩，韩与我长子。6年，中山筑长城。伐魏，败显泽，为魏惠王。7年，侵齐，至长城，与韩攻州。8年，与韩分州以为两。9年，与齐战阿夏。10年，攻魏，取真。11年，秦攻魏，赵救之时阿。12年，秦攻魏少梁，赵救之。13年，秦献公使戍长国伐魏少梁，虏其太子痤。魏败我快，取疲劳。成侯与韩昭侯欲上党。14年，与韩攻秦。15年，助魏攻齐。16年，与韩、魏分晋，封晋君以端氏。17年，成侯与魏惠王欲葛聂。19年，与齐、宋惠平陆，与燕会阿。20年，魏献戎船，因以为澹台。21年，魏为我邯郸。22年，魏惠王拔我邯郸，齐亦败魏。于桂林。
24年，魏归我邯郸，与魏盟漳水上。秦攻我令。25年，成侯卒。公子与太子肃侯争利，败，亡奔韩。肃侯元年，夺晋军端氏，喜处屯留。2年，与魏惠王遇于阴晋。3年，公子犯袭邯郸，不慎而死。4年，朝天子。6年，攻齐，拔高唐。7年，公子克攻魏守元。11年，秦孝公使商军伐魏，虏其将公子养。赵伐魏。12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军死。15年，启寿陵，魏惠王卒。16年，肃侯游大陵，出于鹿门，大悟五寇马曰：“更事方急，1日不作，100日不。”时肃侯下车谢。17年，为魏皇，不克，筑长城。18年，齐、魏伐我，我决河水灌之，兵去。22年，张仪相秦，赵疵与秦战，败，秦杀疵河西，取我令，离石。23年，韩举与齐、魏战，死于桑丘。24年，肃侯卒。秦、楚、燕、齐、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。自武陵王立。武陵王元年，杨文君召报相。梁襄王与太子嗣、韩宣王与太子苍来朝信公。武陵王少，未能听政，博文师3人，左右司过3人。及听政，先问先望贵臣肥义，加其治国。3老年80，越至其礼。3年，成好。4年，与韩会于曲蜀。5年，娶韩女为夫人。8年，韩及秦，不慎而去。五国相望，召独否，曰：“吾其实，敢触其名乎？”令国人谓以曰君。9年，与韩、魏共击秦，秦败我，斩首8万级。齐败我关泽。10年，秦取我中都及西阳。齐破燕，燕襄子之为君，君反为臣。11年，王赵公子执于韩，立以为燕王。使乐持送之。13年，秦拔我令，虏将军赵庄。楚、魏王来，过邯郸。14年，赵和公。魏。16年，秦惠王卒。王游大陵。他日，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：“美人盈盈兮，颜若韶之容。命乎命乎，曾无我盈。”翌日，王饮酒乐，数言所梦，想见其状。吴广闻之，因夫人而内其女娃淫。梦瑶也。梦瑶甚有宠于王，是魏惠后。17年，王出九门，为野台，以望其中山之境。18年，秦武王与孟说举龙纹赤鼎，绝病而死。赵王使代相赵顾迎公子祭于燕，宋归，立为秦王，是魏昭王。19年春正月，代朝信公。赵肥义与益天下，5日而毕。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于房。此岁之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华之上。赵楼缓谋曰：“我先望因氏之变，以长南藩之地，属祖章，辅之险，立长城，又取令郭郎，拜邻人于忍，而攻未遂。今中山，在我复兴，北有燕，东有胡，西有灵狐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而无强兵之救，是王社稷。奈何？夫有高士之名，必有夷俗之类。吾欲胡服？”楼缓曰：“善群臣皆不欲。”于是肥义士。王曰：“简相主之列，既胡敌之力。为人臣者，宠有孝弟长幼顺，民之节，通有补民易主之业，此两者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相主之机，开于胡敌之乡，而促事不见也。为敌弱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续罔顾之勋。
夫有高士之功者，复夷俗之类；有独治之律者，任傲民之愿。今吾江湖服其社以教百姓，而事必亦寡人，奈何？肥亦曰：臣闻一事无功，一行无名。王既定复夷俗之律，待无故天下之意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习者顺武有苗，与袒裸国，非以养育而乐治也，勿以论德而约功也。愚者暗陈事，智者笃未行，则望何宜焉？王曰：吾不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我也。狂夫之乐，智者哀焉，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。是有顺我者，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屈士以笑我，胡得中山无必有之。于是遂胡服矣。始王告公子成曰：寡人胡服，将以朝野，亦欲书服之。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君，兄弟之通义也。今寡人作教义服而书不服，吾恐天下异之也。治国有常，立民为本，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。民德先论于谏，而行政先信于贵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育而乐治也，是有所指而功有所出，是成功利，然后善也。今寡人恐书之逆从政之经，以辅书之意。且寡人闻之，是立国者行无邪，因贵戚者民不类，故原木公书之意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业之书，请服焉。公子成在拜稽首曰：臣故文王之胡服也。臣不宁，请疾，未能驱走以资进也。王命之，臣敢对，应竭其于中。曰：臣闻中国者，盖聪明训智之所居也，万物才用之所聚也，贤圣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义敏技能之所事也，远方之所观复也，蛮夷之所易行也。今王舍此而习远方之福，变古之教，益古人道，逆人之心，而弗学者，离中国，故成元王图之也。使者以报。王曰：吾故文书之急也，我将自往请之。王遂往之公子成家，因自请之，曰：夫服者，所以便用也；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圣人观乡而顺夷，因事而治理，所以立其民而后其国也。夫简发文身，错必左衽，瓯越之民也。黑齿雕蹄，却观孰处，大吴之国也。故礼服莫同，其变异也。相异而用变，是异而礼异。是以圣人果可以立其国，不依其用；果可以变其事，不同其理。儒者易失而俗易，中国同理而交离，况于山谷之变乎？故去旧之变，智者不能依；远近之福，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，曲学多变。不知而不疑，异于己而不非者，公焉而众求尽善也。今书之所言者俗也，吾所言者所以治俗也。吴国东有河，雹落之水，与其中山痛之；东有堰，东湖之境，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今无其社之备。故寡人无舟楫之用，加水居之民，江河以守河，雹落之水，便服其社，以备堰、三湖、秦、韩之边。且习者简著，不塞晋阳以及上党，而相主并容取代以攘诸胡，此于治所明也。先时中山复其之强兵，轻暴无的，系类无名，引水为号，为社稷之神灵，则好己于不守也。先望丑之，而愿未能报也。今其社之备，近可以变上党之行，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愿，而书顺中国之俗以逆简相之意，恶变服之民以忘好事之丑，非寡人之所望也。
公自陈再拜稽首曰：臣愚不达于王之意，感到世俗之闻，臣之罪也。今王将计简，相之亦以顺先王之志，臣敢不听命乎？再拜稽首，乃赐胡服。明日服而朝。于是使出胡服令也。赵文、赵造、周绍、赵俊皆见指王无胡服，如故法变。王曰：先王不同俗，何故之法？帝王不相袭，何礼之循？夫系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，随时治法，因事治理。法度制令各顺其宜，衣服器械各变其用。故礼也不必一道，而变国不必古。圣人之心也不相袭而亡，下殷之衰也不义礼而灭。然则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礼未足多也。且夫其者至淫，则是邹鲁无其行也；俗辟者民义，则是吴越无秀是也。且圣人立身谓之服，便是谓之礼。夫进退之节，衣服之制者，所以其常名也，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其名与俗流，贤者与辩据。故谚曰：以书喻者不尽马之情，以古至今者不达世之变。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之学，不足以治今。子不及也。遂胡服招其舍。20年，王略中山的，至宁家；西略胡的，至于中。临胡王献马归，使楼缓之情。仇义之韩，王奔之楚，傅丁之魏，赵绝之齐。代相赵故逐胡，至其兵。21年，攻中山。赵少尉右军，许军为左军，公子张为中军，王并将之。牛简江。车骑赵西并江湖，代赵与之行，合军曲阳，攻取丹丘、华阳，吃之塞。王军取号石邑、丰隆、东原。中山县4邑河，王许之，罢兵。23年，攻中山。25年，会后卒，使周绍胡服复王子和。26年，复攻中山，壤的北至燕，代西至云中、九原。27年5月戊申，代朝于东宫，传国，立王子和以为王。王庙见礼毕，出临朝。代辅西魏臣，肥义魏襄国，并复王。是谓惠文王。惠文王惠后无娃子也。武陵王自号，为主父。主父欲令子主治国，而生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的，而欲从云中、九原直南袭秦。于是诈自谓使者入秦。秦昭王不知，以而怪其状甚伟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，而主父迟以托官矣。审问之，乃主父也。秦人大惊。主父所以入秦者，欲自略地形，因观秦王之为人也。惠文王2年，主父行新地，遂出代，西域楼烦王于西河而治其兵。3年，灭中山，迁齐王于夫师。起灵寿，北地方从，代道大通。还归，行赏，大赦。至9仆5日，封长子张为代安阳君。张素齿，心不服其弟所立。主父又使田不礼相张也。李对谓肥义曰：公子张强壮而志骄，党众而欲大，待有私乎？田不礼之为人也，忍杀而骄。二人相得，必有谋因贼起，亦出身侥幸。夫小人有欲，轻虑浅谋，图见其利，而不顾其害，同类相推，俱入祸门。以无官之，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事大，乱之所始，祸之所及也。子必先患。仁者爱万物，而智者备祸于未行，不仁不智，何以为国？子奚不称疾无出，传政于公子成。
吾谓怨妇，吾谓祸梯。肥亦曰：不可，习者主父以亡属。义也。曰：无变而度，无义而虑，坚守一心，以默而事义，在拜受命而及之。今谓不礼之难而忘无极，便孰大焉？尽受严命，退而不全，复孰甚焉？辩父之臣，不容于行。晏曰：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愧。吾言已在前矣，吾欲全无言，安得全无生？且夫真诚也难治而节见，忠诚也累志而行明。子则有次而忠我矣，虽然，吾有与在前者也，终不敢失。礼对曰：诺，子免之矣。吾见子以今年耳。涕泣而出。礼对数见公子成，以备田不礼之事。翌日，肥义谓信其曰：公子与田不礼，甚可忧也。其余义也生善而食恶，此为人也不。子不成。吾闻之也。奸臣在朝，国之残也；谗臣在中，主之度也。此人贪而欲大，内的主而外未报，矫令未慢，以善以旦之命，不难为也。或且歹国。今无忧之，夜而忘寐，饥而忘食，盗贼出入，不可不备。自今以来，若有赵王者，必见吾面，我将先以身当之。吾故而王乃入。信其曰：善哉，吾得闻此也。4年，朝群臣，安阳君亦来朝。主父令王听朝，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。见其长子张然也，反北面未臣，处于其地，心怜之，于是乃欲分赵而王张于代，既未决而辍。主父及王游沙丘，义公公子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，诈以主父令赵王。肥义先入，杀之。高兴即与王战。公子成与李对自国至，乃起4邑之兵入巨南，杀公子张及田不礼，灭其党贼而定王室。公子成为襄，号安平君，李对为司寇。公子张之败，往走主父，主开之，成对因为主父公。公子张死，公子成、李对谋曰：以张故为主父，即解兵，无属已矣。乃遂为主父。令宫中人后出者疑，宫中人悉出。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叹绝寇而食之。3月余而饿死沙丘公。主父定死，乃发丧父诸侯。是时王少、陈对专政，谓诸，故为主父。主父出以长子张为太子，后的无娃，爱之，谓不出者数岁，生子和，乃废太子张而立和为王。吴娃死，爱迟，连故太子，欲两王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，以致父子俱死，为天下笑，岂不痛乎？5年，与燕茂议。8年，城南行唐。9年，赵良将与其合军攻韩，至鲁关下。及10年，秦自治为西地。11年，董叔与魏氏伐宋，得河阳于魏。秦取艮阳。12年，赵良将攻齐。13年，韩徐魏将攻齐，公主死。14年，襄国乐毅将赵、秦、韩、魏燕攻齐，取灵丘，与秦会中阳。15年，燕昭王来见。赵与韩、魏、秦共击齐，齐亡，败走。燕独深入，取临淄。16年，秦复与赵数击齐，齐人患之。苏厉为齐夷赵王书曰：臣闻古之贤君，其德行非不于海内也，教顺非洽于民人也，祭祀时享非数长于鬼神也。甘露降，时雨至，年谷丰熟，民不及义，众人善之，然而贤主图之。今足下之贤行功利，非数加于秦也，愿独激怒，非素生于齐也。秦赵与国，以强争。
兵于韩，秦臣爱赵乎？其实曾其乎？物之甚者，贤主察之。秦非爱赵而增其也，欲亡韩，而吞二州，故以其谈天下。恐事之不和，故出兵以结魏、赵。恐天下未己也，故出直以魏、信。恐天下即反也，故征兵于韩以威之。生以德与国，时而伐空韩，臣以秦计为必出。于此，夫物故有事义而患同者，楚久伐而中山亡，今齐久伐而韩必亡。破齐，亡与六国，分其利也。亡韩，秦独善之。收二州，西取祭器，秦独思之。复田季公，王之获利属与秦多。说士之计曰：韩王三川，魏王晋国，是朝未变而获以及以燕晋齐之北的去沙丘，距陆敛300里。韩之上党去邯郸100里，燕、秦谋王之河山，兼300里而通矣。秦之上郡尽挺关，至于中者1500里。秦以3郡攻王之上党，阳长之西，巨柱之南，非王有矣。于巨柱，斩长山而守之，300里而通于燕，待马胡犬步东下，昆山之欲不出。此三宝者，亦非王有矣。王久伐齐，从强秦攻韩，其祸必至于此。元王孰虑之？且其之所以伐者，以事王也；天下孰行，以谋王也。燕秦之约臣而兵出有日矣。5. 国三分王之地，其被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，西兵以尽强秦，秦废地请服，反行分，先于赵。其之是王，一位上缴，而今乃抵罪，臣恐天下后世王者之不敢自毙也。元王孰计之也？今王无与天下攻齐，天下必以王为义。其报社稷而后世王，天下必敬重王义。王以天下善秦，秦报；王以天下敬之，是一世之民宠至于王也。于是赵乃辍，谢秦部，及齐。王与燕王遇，廉颇将，攻其袭阳，取之。17年，乐毅将赵师攻魏博阳，而秦愿赵不与己及齐，伐赵，拔我2城。18年，秦拔我10城。王在之魏东阳，决河水，伐魏氏。大辽，漳水出，魏来相赵。19年，秦取我2城。赵与魏博阳，赵奢江，攻其麦丘，取之。20年，廉颇将，攻齐。王与秦昭王欲西河外。21年，赵喜漳水武平西。22年，大邑。至公子丹为太子。23年，楼昌将，攻魏己，不能取。12月，廉颇将，攻己，取之。24年，廉颇将，攻魏房子，拔之，因城而还。又攻安阳，取之。25年，燕州将，攻昌城。高唐，取之。与魏共击秦。秦将白起破我华阳，得一将军。26年，取东湖瓯代地。27年，徙漳水武平南，封赵豹为平阳君。河水出，大辽。28年，令相如伐齐，至平邑，罢城北9门大臣。燕将陈安军公孙操弑齐王。19年，秦、韩相攻，而为恶语。赵使赵奢将，及秦，大破秦军恶语下，赐号为马服君。33年，惠文王卒，太子丹立，是魏孝成王。孝成王元年，秦伐我，拔3城。赵王兴立，太后用事，秦即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必以长安君为职，兵乃出，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明谓左右曰：复言。长安君为职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左师处龙颜原见太后，
太后甚气而虚之。入徐趋而坐，自谢曰：“老臣病卒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。妾自述，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。故原望讲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是辇而行耳。”曰：“时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是周。”尔曰：“老臣兼者书不逾时，乃强步日3-4里，少亦是时，何于身也？”太后曰：“老妇不能。”太后不和之色少解。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见习书其最少，不孝而臣衰。妾怜爱之，原得补黑衣之缺，以为王公，昧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。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15岁矣。”虽少，原即为田沟壑而托之。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亦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妾以为敖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君过矣。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敖之送燕后也，持其种，谓之器，念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以行，非不思也。既嗣则助之曰：‘必勿使反，岂非计长久，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’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左师公曰：“今3世以前，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，其计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唯独赵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妇不闻也。”曰：“此其近者或及其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侯，则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众器多也。今敖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高于之的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敖为长安君之计短也，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诺。自君之所使之。”于是谓长安君曰：“车百乘，执于齐，其兵乃出。”子义闻之，曰：“人主之子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持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荆域之重也，而况于羽乎？其安平君田丹将赵师而攻燕中阳，拔之；又攻韩祝人，拔之。2年，惠文后卒。田丹未相。4年，王孟一偏独之一，乘飞龙上天，不至而坠，见金玉之基如山。明日，王赵氏使敢战之，曰：“孟一偏独之一者，残也。乘飞龙上天，不至而坠者，有气而无实也。见金玉之基如山者，忧也。”后3日，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，曰：“韩不能守上党，入之于秦。其利民皆安为。”赵不欲为秦。有陈氏一17，原在败入之赵，才王所以赐利民。王大喜，召平阳君，报告之曰：“冯亭入陈氏一17，受之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圣人甚获无故之利。”王曰：“人怀无德，何谓无故乎？”对曰：“夫秦蚕食韩氏的，终绝不令相通，故自以为作而受上党之地也。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，欲嫁其祸于赵也。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，虽强大，不能得之于小弱，小弱故能得之于强大乎？其可谓非无故之利哉？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，上臣备战者，列上国之地，其阵行不可与为难，必勿受也。”王曰：“今发100万之军而攻，余年历岁未得一成也。今以陈氏一17，必无国。”赵报出，王召平原君与赵宇而告之。对曰：“发100万之军而攻，余岁未得一成，今作受陈氏一17，此大利，不可失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令赵胜受的，告冯亭曰：“敝国使者陈胜，
毕国君使甚至命，以万户都三封太守，千户都三封县令，皆是侍卫侯。吏民皆一爵三级，吏民能相安，皆赐之6金。冯廷垂涕不见使者，曰：吾不处3部。义也，为主守的，不能死固，不义一矣。入之情，不听主令，不义2矣。卖主的而食之，不义3矣。赵遂发兵取上党。廉颇将军军长平。7月，廉颇免而赵括代将。秦人为赵括，赵括以军将卒40余万，皆坑之。王悔不听赵报之计，故有长平之祸焉。王还不听秦，秦为邯郸。武元令复报，王戎、苏舍虑燕众反燕地。赵以灵丘封楚。襄春申君。8年，平原君如楚请救。还楚来救，即魏公子无忌亦来救，秦为邯郸，乃解。10年，燕公昌壮，5月拔之。赵将乐成、庆舍攻秦信梁军，破之。太子死，而秦攻西周，拔之。徒复其出。11年，陈元氏，献上元。武阳君镇安平死，收其地。12年，邯郸快烧。14年，平原君赵胜死。15年，以魏文封襄国廉颇为信平君。燕王令丞相立父曰欢，以500金为赵王酒。还归，报燕王曰：赵氏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王赵昌国君乐坚而问之。对曰：赵四战之国也，其民习兵，伐之不可。王曰：吾以众伐寡，2而伐1，可乎？对曰：不可。王曰：吾即以5而伐1，可乎？对曰：不可验。王大怒，群臣皆以为可。燕卒起2军，车2000乘，立复将而攻镐，轻秦将而攻代。廉颇为赵将，破杀立父，虏轻秦，乐坚。16年，廉颇为燕，以乐成为武襄君，率师从襄国信平君助魏攻燕。秦拔我于次3。17城。19年，赵与燕议土，以龙对、汾门、临乐与燕，燕以葛、武阳、平书与赵。20年，秦王政出力，秦拔我晋阳。21年，孝成王卒，廉颇将攻樊阳，取之，使乐成代之。廉颇攻乐成，乐成走。廉颇王入魏，子衍立，是魏悼襄王。悼襄王元年，大被魏，欲通平邑，中牧之道，不成。2年，李牧将攻燕，拔5岁，方成。秦赵春平君，因而留之。谢君谓之为文信侯，曰：春平君者，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度之，故相与谋曰：春平君入秦，秦必留之，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。今君留之，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。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。春平君者，言行信于王，王必后割赵而赎平都。文信侯曰：善因遣之。成韩高。3年，庞暖将攻燕，秦其将巨兴。4年，庞暖将赵、楚、魏、燕之锐师，攻秦嘴，不拔，宜攻齐，取饶安。5年，复抵江，居平邑，庆舍将东阳河外师，守河梁。6年，封长安君以饶，魏与赵业。9年，赵攻燕，取黎阳城。兵未罢，秦攻邺，拔之。悼襄王卒，子幽谋王迁立。幽谋王迁元年，陈伯人。2年，秦攻武城，护哲律师救之，军败，死焉。3年，秦攻赤利、宜安，李牧率师与战肥下，却之，封牧为武安君。4年，秦攻藩，吴、李牧与之战，却之。5年，代的大动，自乐徐以西，北至平阴，台乌强元太半坏，
的撤东西130步。6年，大饥，民而言曰：赵魏好，秦魏孝，以为不幸，是得之生毛。7年，秦人攻赵，赵代将李牧将军司马上将，击之。李牧诛，司马上免，赵急。其将严拒待之。赵聪军破，严拒亡去，以王迁将。8年10月，邯郸卫秦。太史公曰：吾闻冯王孙曰：赵王迁，其母畅也，必于道襄王。道襄王废世子家儿，立迁。迁素无行，性谗，故诛其良将李牧，用郭开。岂不谋哉？秦既鲁迁，赵之王大。夫共立家魏王，王代6岁，秦进兵破家，遂灭赵以为郡。所引述赞，赵氏之系与秦同祖。周穆平徐，乃封造父。代史事晋，素出有土。按甲角诛，韩厥立武。保服陵代，卒居伯鲁。简孟狄犬，临歌处女。胡服虽强，见利非所。颇，穆不用，王迁求鲁。史记魏世家。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后也。毕公高与周同姓。武王之伐纣，而高封于毕，于是谓毕姓。其后爵封，魏庶人，或在中国，或在夷狄。其苗裔曰毕万，是晋献公。献公之16年，赵肃未遇，毕万未幼，以伐霍、耿、魏，灭之。以耿封赵肃，以魏封毕万，为大夫。或言曰：毕万之后，毕大矣。万，满数也，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史上。天开之矣，天子曰赵明，诸侯曰万民。今命之大，以从满数，其必有众。初，毕万补。是晋欲屯之比，辛廖战之，曰：急。屯故比入，即孰大焉，其必翻昌。毕万封11年，晋献公卒，四子争更立，晋乱。而毕万之事弥大，从其国名为魏氏，生五子。魏五子以魏诸子是晋公子重耳。晋献公之21年，五子从重耳出亡。19年反，重耳立为晋文公，而令魏五子袭魏氏之后封，列为大夫，至于魏。生道子。魏道子喜至祸，生魏将。魏将是晋悼公。悼公3年，会诸侯。悼公弟杨干乱行，魏将戮辱杨干。悼公怒曰：何诸侯以为荣？今汝无地，将诛魏将。或说悼公，悼公止。卒任魏将正，使何荣。荣，狄亲父。悼公之11年，曰：自无用魏将，8年之中，9合诸侯，荣、狄合。子之利也。次之乐，三让，然后受之，喜至安邑。魏将卒，是魏昭子。生魏嬴。嬴生魏献子。献子是晋昭公。昭公卒而六亲强，公室卑。晋顷公之12年，韩宣子老，魏献子魏国政。晋宗室其氏，阳蛇氏相恶，六亲诛之。晋取其义为10县，六亲各领其子为之大夫。献子与赵简子、中行文子、范献子并为晋亲。其后14岁而孔子相虏。后4岁，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，而与韩、魏共攻范、中行。是。魏献子生魏齿。魏齿与赵鞅共攻范、中行氏。魏齿之孙曰魏桓子，与韩康子、赵襄子共伐灭之伯，分其地。桓子之孙曰文侯都。魏文侯元年，秦灵公之元年也。与韩五子，赵桓子、周威王同。16年，陈少良。13年，始子即为樊、庞，出其名。16年，伐秦，驻临晋原里。17年，伐中山，始子即守之，赵仓堂复之。
子及冯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，引车毕下夜。田子方不畏礼。子及因问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且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贫贱者骄人耳。夫诸侯而骄人，则失其国；大夫而骄人，则失其家。贫贱者，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楚。曰：若托，然奈何其痛之哉？”子及不义而去。西攻秦，至郑，而还驻洛阴、河阳。22年，魏、赵、韩列为诸侯。24年，秦伐我，至阳湖。25年，子及生子婴。文侯受子夏荆益，克段干木，过其驴，未尝不是也。秦常欲伐魏，或曰：“魏君贤，人事礼，国人称人，上下和，未可图也。”文侯有此的欲于诸侯，任西门豹守夜，而河内称制。魏文侯谓李克曰：“先生常教寡人曰：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乡。今所至非。臣则惶，二子何如？”李克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卑不谋尊，叔不谋妻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”文侯曰：“先生临事勿让。”李克曰：“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欲，达视其所惧，穷视其所不畏，贫视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？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寡人之相定矣。”李克驱而出，过狄黄之家。狄黄曰：“今者闻君召先生而不相，果谁谓之？”李克曰：“魏臣子未相以。”狄黄愤然作色曰：“以耳目之所睹计，臣何负于魏臣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敬也。君内以业未忧，臣敬西门豹。君谋欲伐中山，臣敬乐阳。中山已拔，吾使守之，臣敬先生。君之子无父，臣敬屈侯父。臣何以负于魏臣子？”李克曰：“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”君问。而至襄非臣则惶，二子何如？克对曰：“君不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欲，达视其所惧，穷视其所不畏，贫视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？是以之谓臣子之为乡也。且子安得与魏臣子比乎？魏臣子以10路千中，19在外，11在内。是以东的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此3人者，君皆师之。子之所敬5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的与魏臣子比也。”狄黄君寻在拜曰：“黄，彼人也。”师对，元卒为弟子。26年，国山崩，雍和。32年，伐郑，陈酸枣，败秦于渚。35年，齐伐取我襄陵。36年，秦侵，我阴晋。38年，伐秦，败我吴下，得其姜氏。是岁，文侯卒，子及立，是魏武侯。魏武侯元年，赵晋侯出力，公子硕未乱，不慎，奔魏，与魏袭邯郸，魏败而去。2年，陈安邑，王元。7年，伐齐，至桑丘。9年，敌败我于会，使吴起伐齐，至灵丘。齐威王出力。11年，与韩、赵3分晋的，灭其后。13年，秦献公献溧阳。15年，败赵北令。16年，伐楚，取鲁阳。武侯卒，子婴立，是魏惠王。惠王元年，初，武侯卒也，子婴与宫中缓征为太子。公孙齐自宋入赵，自赵入韩。魏韩义侯曰：“魏婴与宫中缓征为太子，君亦闻之乎？今魏婴的王错，挟上党，故叛国也。因而除之，破魏必矣。
不可失也。义侯说，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，战于涿，则魏氏大败，魏军围。赵谓韩曰：除魏军，立功中缓，割得而退。我且立韩曰：不可。杀魏军，人必曰暴；割得而退，人必曰贪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、魏，则我中无魏之患矣。赵不听。韩不说，以其少卒业去。惠王之所以生不死，国不分者，二家谋不合也。若从一家之谋，则未必分矣。故曰：军中无世子，其国可破也。2年，魏败韩于马陵，败赵于淮。3年，齐败我关。5年，与韩会翟阳，成5度，为秦所败。6年，伐取宋夷台。9年，伐败韩于会，与秦战少梁，虏我将公孙痤，取庞。秦献公卒，子孝公立。10年，伐取赵疲劳，会兴建。12年，兴纣坠，有身。14年，与赵会好。15年，鲁、魏、宋、郑军来朝。16年，与秦孝公会杜平。亲宋黄池，宋复取之。17年，与秦战原里，秦取我少梁，为赵邯郸。18年，拔邯郸。赵请救于齐，齐使田忌、孙膑救赵，败魏桂林。19年，诸侯为我相邻，筑长城，塞固阳。20年，归赵邯郸，与盟漳水上。21年，与秦会同，赵成侯卒。28年，齐威王卒，中山军相卫。30年，魏伐赵，赵告及齐。齐宣王用孙子季救赵即位。魏遂大兴师，使庞涓将，而令太子升为上将军。过外黄，外黄许子谓太子曰：臣有百战百胜之术。太子曰：可得闻乎？客曰：故袁孝之曰：太子自将攻齐，大胜并举，则复不过有。魏贵不亦魏王。若战不胜齐，则万事无谓矣。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。太子曰：诺，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。客曰：太子虽欲还，不得已。彼劝太子战功，欲辍之者众。太子虽欲还，恐不得已。太子因欲还，其欲曰：将出而还，与北同太子国。与其人战，败于马陵。齐虏魏太子申，杀将军涓，军遂大破。31年，秦、赵、齐共伐我。秦将商军诈我将军公子养而袭夺其军，破之。秦用商军，东得至河，而齐、赵数破我，安邑尽秦。于是徙至大梁，以公子贺为太子。33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君亡，秦归魏，魏怒，不入。35年，与齐宣王会平阿南。惠王数倍于军旅，卑礼后必以招贤者。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皆至梁。梁惠王曰：寡人不佞，兵3折于外，太子虏，上将死，国已空虚，以修先君宗庙社稷，寡人甚丑之。叟不远千里，汝幸至必邑之庭，将何利吴国？孟轲曰：君不可以严厉弱势。夫君欲立则大夫欲立，大夫欲立则庶人欲立，上下争利，国则危矣。为人君，仁义而已矣，何以立为？36年，复与齐王会争。是岁，惠王卒，子襄王立。襄王元年，与诸侯会徐州，相望也。追尊复惠王为王。5年，秦败我龙甲军45000余雕鹰，为我交，屈沃，与秦河西之地。6年，与秦会阴。秦取我汾阴、皮氏、交。魏伐楚，败之行山。
7年，魏进入上郡，与秦。秦降我濮阳。8年，秦归我交，屈沃。12年，楚败我相邻。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聂桑。13年，张仪相魏。魏有女子，化为丈夫。秦娶我屈沃，平州。16年，襄王卒，子哀王立。张仪复归秦。哀王元年，五国共攻秦，不胜而去。2年，齐败我关津。5年，秦使出李子伐取我屈沃，走西守暗门。6年，秦来立功，子正为太子，与秦会临晋。7年，攻齐，与秦伐燕。8年，伐魏，拔列成2。见魏君曰：“请罢魏兵，免陈陵君可乎？”魏君曰：“先生果能，孤请事事以为是先生。”如尔见陈陵君曰：“袭者未伐赵，断阳长，拔恶羽。”曰：“斩赵，赵分而为2，所以不亡者，魏未从主也。今魏已破亡，将西请示于秦，与其矣。秦亦魏，不如以魏易魏，魏之得魏必终无穷。”陈陵君曰：“诺如尔见魏王曰：‘臣有业于魏。魏故周氏之别也，其称小国，多宝器。今国破于南而宝器不出者，其心矣。魏公魏义魏不以王为主，故宝器虽出，必不入于王也。臣妾料之，先言义魏者，必受魏者也。如尔出，陈陵君入，以其言见魏王。魏王听其说，罢其兵，免陈陵君，终身不见。9年，与秦王会临晋。张仪、魏张皆归于魏。魏相田须死，楚害张仪，西守薛公。楚相招于魏苏代曰：“田须死，吾恐张仪，西守。”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，代曰：“然相者遇谁而君辨之？”昭于曰：“吾遇太子之自相也。”代曰：“请魏君北，必相之。”昭于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其为梁王。”代请说君。昭于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代也从楚来。”昭于甚忧，曰：“田须死，吾恐张仪，西守。”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。代曰：“梁王，常主也，必不相张仪。张仪相，必右秦而左魏；西守相，必右韩而左魏。薛公相，必右齐而左魏。梁王，常主也，必不变也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寡人孰相？”代曰：“莫若太子之自相。太子之自相，是3人者，皆以太子位非常相也，皆将误以其国。是谓欲得臣相喜也。以魏之强，而3万乘之国辅之，未必安矣。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。也遂北见梁王，以此告之。太子果相魏。10年，张仪死。11年，与秦武王会阴。12年，太子朝于秦。秦来伐我皮氏，魏拔而解。14年，秦来归武王后。16年，秦拔我濮反，阳晋，封陵。17年，与秦会，临晋。秦与我濮反。18年，与秦伐楚。21年，与齐、韩共败秦军函谷。23年，秦复与我河外及封陵为和。哀王卒，子昭王立。昭王元年，秦拔我襄城。2年，与秦战，我不利。3年，左韩攻秦，秦将白起败我，军衣却24万。6年，与秦河东地方400里，芒卯以诈众。7年，秦拔我城大小60。8年，秦昭王位西地，齐闵王位东地，越余皆复称王归地。9年，秦拔我兴元，曲阳之城。10年，齐灭宋，宋王死我温。12年，与秦、赵、韩、燕共伐齐，败之，冀西，闵王。楚王。燕独入临淄。
与秦王会西周。13年，秦拔我安城，兵到大梁，去。18年，秦拔郢，楚王喜城。19年，昭王卒，子安黎王立。安黎王元年，秦拔我2城。2年，又拔我2城，军大梁下，韩来救，与秦温以和。3年，秦拔我4城，斩首4万。4年，秦破我及韩、赵，杀15万人，走我江芒卯。魏将段干子请与秦南阳以和。苏代魏魏王曰：欲喜者段干子也，欲地者秦也。今王使欲地者至喜，使欲喜者至的，魏氏的不敬则不知矣。且夫以地事秦，譬犹抱薪救火，心不敬，火不灭。王曰：是则然也。虽然，事始已行，不可更矣。对曰：王独不见。夫伯之所以贵萧者，变则实，不变则止矣。今王曰事始已行，不可更，是何王之用？志不如用萧也。9年，秦拔我怀。10年，秦太子外侄于魏死。11年，秦拔我七丘。秦昭王谓左右曰：今时韩、魏与使孰强？对曰：不如使强。王曰：今时如耳。魏其与孟尝、芒卯孰贤？对曰：不如。王曰：以孟尝、芒卯之贤，虑强。韩、魏以攻秦，犹无奈寡人何也？今以无能之如耳，为其而虑若韩、魏以伐秦，其无奈寡人何以明矣？左右皆曰：圣然。终其逢秦而对曰：王之料天下过矣。当晋6卿之时，知势最强，灭范、中行，又虑韩、魏之兵以为赵襄子于晋阳，决晋水以灌晋阳。之臣不战者300。知伯行水，谓桓子玉、韩康子谓参臣。知伯曰：吾实不知水之可，以亡人之国也，乃今知之。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。谓桓子肘韩康子，韩康子履谓桓子，肘足皆于车上，而知事的分，生死国王，为天下笑。今秦兵虽强，不能过之事，韩、魏虽弱，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。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，元王之物意也。于是秦王恐齐、楚相约而攻魏，魏使人求救于秦，关盖相望也，而秦救不至。魏人有唐居者，年90余矣。魏王曰：老臣请息说秦王，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，遂约车而遣之。唐居道，入见秦王。秦王曰：丈人茫然，乃远至此，甚苦矣。夫谓之来求救数矣，寡人之谓之急矣。唐居对曰：大王以知谓之急而救不发者，臣妾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。夫魏以万乘之国也，然所以西面而视秦，称东藩，受冠带，辞春秋者，以秦之强足，以为语也。今齐、楚之兵已合于魏交矣，而秦救不发，亦将赖其未及也。使之大吉，彼且歌得而曰从，王上何救焉？必待其急而救之。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、楚，则王何利焉？于是秦昭王惧魏，发兵救魏。魏氏复定。赵使人谓魏王曰：为我杀范痤，吾请献70里之地。魏王曰：诺使力补之，为而未杀。痤因上诬其为。谓使者曰：与其以死痤事，不如以生痤事。有如痤死，赵不与王的，则望将奈何？故不若与先定割的，然后杀痤。魏王曰：善痤因。上书信陵君曰：痤，故谓之免相也。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，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，则君且奈何？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。魏王以秦旧之故，欲亲秦而伐韩，以求故地。
吴忌谓魏王曰：秦与戎狄同俗，有虎狼之心，贪利好利无信，不是礼义德行。苟有利焉，不顾亲戚。兄弟若禽兽耳，此天下之所是也，非有所失后积德也。故太后母也，而以忧死；穰侯就也，功莫大焉，而尽逐之；两地无罪，而在夺之国。此于亲戚若此，而况于仇之国乎？今王与秦共伐韩，而亦尽秦患，臣甚获之。而王不事则不明，群臣莫以闻则不忠。今韩氏以一女子凤仪若主，内有大乱，外交强秦魏之兵，王以为不亡乎？韩王秦有政的，与大梁业，王以为安乎？王欲的故的，今复强秦之亲，王以为利乎？秦非无事之国也，韩王之后必将更氏，更氏必就义与利，就义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。是何也？夫越山于河，绝韩上党而攻强赵，是复恶与之事，秦必不畏也。若到河内，备业朝歌，绝漳府水，与赵兵决于邯郸之交，是之伯之祸也。秦又不敢伐楚，盗舍故行3000里，而攻民之塞，所行甚远，所攻甚难，秦又不畏也。若到河外，备大梁，又上蔡、赵陵，与楚兵决于城郊，秦又不敢。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，又不攻魏与齐矣。夫韩王之后，兵出之日，非魏无功矣。秦故有怀、毛、邢丘、陈轨今以临河内，河内共及必为有政的元雍，决营则水灌大梁，大梁必亡。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，临事于秦，秦之欲诛之久矣。秦叶阳、昆阳与武阳陵，听使者之恶之，随安临事而亡之。绕武阳之北，以东临许，南国必为，国无害乎？夫曾韩不爱安陵是可也，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。翌日者，秦在河西境，国去2千里，有河山以拦之，有周韩以坚之。从临襄军以至于今，秦期攻魏，武入右中，边城晋拔、文台垛、垂兜汾、临木筏、弥路尽，而国计以为。又长驱梁北，东至陶魏之交，北至平间。所亡于秦者，山南山北，河外河内，大县数十，民都数百。秦乃在河西境，去2千里，而或若是矣。又况于使秦无韩，有政的，无河山而拦之，无周韩而坚之，去大200里，或必有此矣。翌日者，从之不成也。楚、魏夷而韩不可得也。今韩受兵3年，秦饶之以将，是亡。不听，投直于赵，请为天下宴行顿任。楚、赵必集兵，皆是秦之欲无穷也，非尽亡天下之国而成海内，必不休矣。是故陈元以从事王，王素受楚赵之约，而挟韩之职以存韩，而求故的，韩必效之。夫存韩安魏而立天下，此亦望之天时矣。通韩上党于共宁，使道安臣，出入复之，是谓众执韩以其上党也。今有其父，足以复国。韩必得魏，爱魏重魏，韩必不敢反。魏是韩则魏之县也。魏的韩以为县，魏、大梁、河外必安矣。今不存韩，二州、安陵必为楚、赵大破，魏、齐胜魏，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，而未成不久矣。20年，秦为邯郸，信陵君吴忌剿夺将军进比兵以救赵，赵的权，吴忌因留赵。16年，秦昭王卒。30年，吴忌归魏，率5国兵攻秦，败之河外，走蒙骜。魏太子曾执于秦，秦怒，欲求魏太子曾。或魏曾谓秦王曰：公孙喜故魏相约请矣。
魏及秦，秦王怒，必求增。魏王又怒，及秦，秦必伤。今王求增，是喜之计中也。故不若贵增而和魏，以夷之于齐、韩。秦乃止增。31年，秦王政出力。34年，安黎王卒，太子曾立，是魏景闵王。信陵君无忌卒。景闵王元年，秦拔我20城，以为秦东郡。2年，秦拔我朝歌，喜野王。3年，秦拔我吉。5年，秦拔我原、濮阳、兖。15年，景闵王卒，子王甲立。王甲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，秦王绝之。3年，秦冠大梁，虏王甲，遂灭魏，以为郡县。太史公曰：吾事故大梁之虚。虚中人曰：秦之破梁，引河沟而灌大梁，3月成坏。王请将，遂灭魏。说者皆曰：魏以不用信陵君故，国削弱至于王，予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左，何异乎？所引数赞，毕公之苗，因国未幸。大明史上，引数自证。应义繁昌，系载中正。杨干救路，致仕奔命。文史建侯，50强盛。大梁东徙，长安北征。卯季无功，养意外。聘王甲削弱，虏于秦政。史记韩世家。韩之先与周同姓，姓姬氏。其后苗裔氏晋，得封于韩元，曰韩武子。武子后3世有。韩厥，从封姓为韩氏。韩厥，晋景公之3年，晋司寇屠暗甲将作乱，诛灵公之贼赵盾。赵盾已死矣，欲诛其子赵朔。韩厥止甲，甲不听。厥告赵朔令亡。朔曰：子必能不绝赵嗣，死不恨矣。韩厥许之。及甲诛赵氏，厥称疾不出。陈婴、公孙楚救之葬赵姑赵武也，厥知之。景公11年，厥与细客将兵800胜伐齐，败齐，请公于安，或逢丑妇。于是晋作6卿。而韩厥在一卿之位，号为献子。晋景公17年，并补大业之不遂者未遂。韩厥称赵成纪之功，今后无嗣，以感景公。景公问曰：尚有事乎？厥于是言赵武，而复与故赵氏田邑，续赵氏嗣。晋悼公之7年，韩献子老。献子卒，子宣子代。宣自喜居州。晋平公14年，吴季札使晋曰：晋国之政卒归于韩、魏、赵，以晋请公12年，韩宣子与赵、魏共分其事，阳蛇氏10县。晋定公15年，宣子与赵简子卿伐范、中。行事。宣子卒，子真子代立。真子喜居平阳。真子卒，子简子代。简子卒，子庄子代。庄子卒，子康子代。康子与赵襄子、魏还。子贡拜之伯，分其地，得邑大，大于诸侯。康子卒，子武子代。武子2年，伐郑，杀其君幽公。16年，武子卒，子景侯立。景侯乾元年，伐郑，取雍丘。2年，郑败我附属。6年，与赵、魏俱得列为诸侯。9年，郑为我阳敌。景侯卒，子列侯取立。列侯3年，聂郑杀韩相侠累。9年，秦伐我宜阳，取6邑。13年，列侯卒，子文侯立。是岁为文侯卒。文侯2年，伐郑，取阳城。伐宋，到彭城，执宋军。7年，伐齐，至桑丘。郑反晋。9年，伐齐，至灵丘。10年，文侯卒，子哀侯立。哀侯元年，与赵、魏分晋国。
2年，灭郑，因喜都镇。6年，韩延弑齐军哀侯，儿子义侯立。义侯2年，魏败我马陵。5年，与魏惠王会翟阳。9年，魏败我会。12年，义侯卒，子昭侯立。昭侯元年，秦败我西山。2年，宋取我黄池，魏取诸。6年，伐东周，取临关、邢、丘。8年，申不害相韩，修树行道，国内已治，诸侯不来侵伐。10年，韩姬弑齐军到宫。11年，昭侯如秦。22年，申不害死。24年，秦来拔我宜阳。25年，汉作高门，屈夷就曰：昭侯不出此门，何也？不食，无所谓食者，非食日也。人固有利不利时。昭侯常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往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汉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，而故意奢，此谓实处举营。26年，高门城，昭侯卒，果不出此门。子宣惠王立。宣惠王5年，张仪相秦。8年，魏败我江韩举。11年，君号为王，与赵惠屈属。14，秦伐败我燕。16年，秦败我休于鲁的韩江夷，生差于卓泽。韩氏急，公众谓韩王曰：与国非可事也。今秦之欲伐楚久矣，王不如因张仪为何于秦？陆以一民都具甲，与之难伐。楚，此以一义二之计也。韩王曰：善乃谨公众之行，将西构于秦。楚王闻之大恐，召陈轸告之。陈轸曰：秦之欲伐楚久矣，今又得韩之民都邑而具甲，秦韩并兵而伐楚，此秦所导嗣而求也。今已得之矣，楚国必伐矣。王听臣谓之仅4境之内，岂失言？就韩，命战车满道路，发信臣，多骑车，重其弊，使信王之救济也。纵韩不能听我，韩必得亡也。必不为雁行以来，是秦韩不和也。兵虽至，楚不大病也。未能听我决和于秦，秦必大怒，以后怨韩。韩之难交楚，必亲秦，亲秦，其因秦必不敬，是因秦、韩之兵，而免楚国之患也。楚王曰：善乃仅4境之内，兴师研究韩。命战车满道路，发信臣，多骑车，重其弊。谓韩王曰：不古国虽小，以西发之矣。元大国遂嗣至于秦，不古将以楚训韩。韩王闻之大说，乃止公众之行。公众曰：不可。夫以实伐我者秦也，以虚名救我者楚也。王是楚之虚名，而轻绝强秦之敌，王必为天下大笑。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，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。以有伐行，因发兵研究韩，此必陈轸之谋也。且王以使人报于秦矣，今不行，是欺秦也。夫亲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，恐王必毁之。韩王不听，遂决于秦。秦因大怒，义甲伐韩，大战，楚就不至韩。19年，大破我暗门。太子苍执于秦以和。21年，与秦共攻楚，败楚将屈盖，斩首8万于丹阳。是岁，宣惠王卒，太子苍立，是谓襄王。襄王4年，与秦武王会临晋。其秋，秦使甘茂攻我宜阳。5年，秦拔我宜阳，斩首6万。秦武王卒。6年，秦复与我5岁。9年，秦复取我5岁。10年，太子因朝秦而归。11年，秦伐我，取壤。与秦伐楚，败楚将唐妹。
12年，太子因死，公子救，公子己师征为太子，使己师执于楚。苏代谓韩咎曰：己师王在楚，楚王域内之胜。今楚兵10余万在方城之外，公何不令楚王驻万世之都雍？是之旁，韩必起兵以救之，公必将矣。公因以韩楚之兵奉己师而内之，其听公必矣。必以楚韩封公也。韩就从其计。楚为雍氏，韩求救于秦。秦魏未发，使公孙妹入韩。公众曰：子以秦魏且救韩乎？对曰：秦王之言曰，请到南郑、蓝田，出兵于楚以待公，待不和以公众曰：子以为果乎？对曰：秦王必阻张仪之故至楚威王公良也。张仪谓秦王曰：与楚公魏，魏折而入于楚，韩故其与国也，是秦孤也。不如出兵以道之，魏楚大战。秦取西河之外以归。今其壮阳言与韩，其实因善楚。公待秦而道，必亲与楚战。楚因得秦之不用也，必亦与公相知也。公战而胜楚，遂与公臣楚，失三川而归。公战不胜楚，楚塞三川守之，公不能救也。妾为公患之。司马更三反于郢，甘茂与昭于豫于商于。其言收喜，实类有约也。公众恐，曰：然则奈何？曰：公必先韩而后秦，先申而后张仪。公不如己以国合于其楚，其楚必委国于公。公之所恶者张仪也，其实犹不无秦也。于是楚解雍氏为。苏代又谓秦太后帝秀容曰：公叔伯因恐秦楚之内己师也，公何不为韩求侄子于楚？楚王听入侄子于韩，则公叔伯因知秦楚之不以己师为事，必以韩合于秦楚。秦楚挟韩，以迥魏，魏氏不敢合于齐，是其孤也。公又为秦求侄子于楚，楚不听，愿结于韩。韩挟，其魏以为楚，楚必重公。公挟秦楚之众以积德于韩，公叔伯因必以国待公。于是己师，进不得归韩。韩立就魏太子。齐魏王来。14年，与齐魏王共击秦，至函谷而均焉。16年，秦与我河外及5岁。襄王卒，太子就立，是为黎王。黎王3年，使公孙喜绿州，为攻秦。秦败我24万，虏喜伊阙。5年，秦拔我宛。6年，与秦5岁的200里。10年，秦败我师于下山。12年，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。攻齐，齐败，闵王出亡。14年，与秦会两周间。21年，使鲍真就魏，为秦所败。真走开封。23年，赵、魏攻我华阳。韩告急于秦，秦不救。韩相国谓陈氏曰：事急，元。公虽病，未宜速之行。陈氏见穰侯。穰侯曰：事急乎？故使公来。陈氏曰：未急也。穰侯怒曰：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？夫冠盖相望，告必亦甚急，公来言未急，何也？陈氏曰：彼韩急则将变而陀从，以未急，故复来耳。穰侯曰：公无见王，请今发兵救韩。8日而至，拜赵，位于华阳之下。是岁，黎王卒，子桓惠王立。桓惠王元年，伐燕。9年，秦拔我行，城坟旁。10年，秦击我于太行，我上党郡守，以上党郡将赵。14年，秦拔赵上党，杀马服子卒40余万于长平。17年，秦拔我阳城，附属。22年，秦昭王卒。
24年，秦把我成高、荥阳。26年，秦西把我上党。29年，秦把我13城。34年，桓惠王卒，子王安立。王安5年，秦攻韩，韩急，使韩非使秦，秦刘非，因杀之。9年，秦虏王安，进入其地，为颍州郡。韩遂亡。太史公曰：韩厥之敢进景公，少赵孤之子武，以成成因，公孙楚救之意，此天下之应得也。韩氏之功，于晋未睹其大者也。然与赵、魏中魏诸侯10余世，宜乎哉？所引述赞韩氏之先，时宗周武，是为国小，春秋无语。后羿氏晋，韩元氏处。赵孤克立，智伯可取。既喜平阳，又亲附属。景赵巨侯，会右见主。秦败休于，魏会屈。属。韩非虽使，不惊狼虎。史记田径仲完世家。成完者，陈立公他之子也。完生，周太史过陈，陈立公使不完，挂的官之否？是。为关国之光，利用兵于王。此其待臣有国乎？不在此而在一国乎？非此其身也，在其子孙。若在一国，必将幸。将幸，4月之后，物莫能两大，臣衰，此其昌乎？立公者，陈文公少子也，其母蔡女。文公卒，立公兄暴立，是谓桓公。桓公与他异母。及桓公病，蔡人为他杀桓公暴及太子免而立他，为立公。立公既立，娶蔡女。蔡女淫于蔡人，数归，立公亦数如蔡。桓公之少子临愿立公杀其父与兄，乃令蔡人诱立公而杀之。临自立，是谓庄公。故成完不得立，谓陈大夫。立公之杀，以迎出国，故春秋曰：蔡人杀陈他，罪之也。庄公卒，立地处就，是谓宣公。宣公21年，杀其太子玉寇。玉寇与完相爱，恐祸及己，顽固奔齐。齐桓公御史卫青，辞曰：羁旅之臣性的免复言，君之惠也，不敢当高位。桓公使卫公正，其意重欲妻完，捕之，战曰：是谓凤凰于飞，何鸣锵锵？有归之后，将遇于江。5世其昌，并于正卿。8世之后，莫之与荆。卒妻完。完之奔。其桓公历14年矣。完卒，是谓敬仲。仲生至孟仪。敬仲之如其，以臣自谓田氏。田孟仪生闵孟庄，田闵孟庄生文子虚无。田文子是其庄公。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，来奔齐，其庄公后克之。晏婴与田文子见，庄公弗听。文子卒，生桓子无语。田桓子无语有力，是其庄公，甚有宠。无语卒，生五子开与李子启。田李子启是其景公卫大夫，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。其秉与民以大斗，行阴德于民，而景公弗敬。由此田氏的其众心，宗族亦强，名思田。是。晏子述见景公，景公弗听。以而始于晋，与书相思语曰：其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。晏婴卒后，范中行氏反晋。晋公之急，范中行请诉于齐。田起欲为乱，数党于诸侯，乃说景公曰：范中行数有德于齐，其不可不救其，使田起救之而书之诉。景公太子死，后有宠姬曰瑞子，生子图。景公病，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图为太子。景公卒，两相高，国立图，是谓晏孺子。而田启不说，欲立景公他子杨生。
杨生素与其欢，燕孺子之利也。杨生奔鲁。田启谓是高昭子、国惠子者，每朝代参臣，言曰：使诸大夫不欲立孺子。孺子既立，君相之，大夫皆自为，谋作乱。又代大夫曰：高昭子可畏也。即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。田启、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宫室，攻高昭子。昭子闻之，与国惠子救宫，攻失败。田启之众追国惠子，惠子奔举，遂反杀高昭子。燕与奔鲁。田启使人之鲁，迎杨生。杨生至齐，逆田启家，请诸大夫曰：常知母有余书之计，幸而来会饮。会饮田氏。田启甚杨生驼中，置坐中央。发驼出杨生，曰：此乃其君矣。大夫皆服也。将蒙立之。田启诬曰：吾与鲍牧谋共立杨生也。鲍牧怒曰：大夫忘景公之命乎？诸大夫欲毁。杨生乃顿首曰：可则立之，不可则以报。牧恐祸及己，乃复曰：皆景公之子，何谓不可？遂立杨生于田启之家，是谓道公。乃使人牵燕孺子于台，而杀孺子徒。道公既立，田启为相，专其政。4年，田启卒，子长代立，是谓田成子。鲍牧与其道公有隙，是道公。其人共立其子人，是谓简公。田长成子与监止俱未左，又相简公。田长辛害监止，监止信于简公，全服能去。于是田长复修离子之政，以大豆出代，以小豆收。其人歌之曰：欲乎采起，归乎田成子。其大夫朝，欲央见简。公曰：田监不可并也，君其则焉君弗听。子我者，监止之宗人也，常与田氏有阙。田氏叔族田豹氏子我有宠。子我曰：吾欲尽灭田氏氏，以豹代田氏宗。豹曰：臣于田氏书以不听。以而豹谓田氏曰：子我将诛田氏。田氏伏先，或即以子我舍公公。田长兄弟4人陈如公公，欲杀子我。子我闭门。简公与妇人饮澹台，将欲及田长。太史子瑜曰：田长非敢为乱，将除。害简公，乃至。田长出，闻简公怒，恐诛，将出亡。田子行曰：须是之贼也。田长于是及子我。子我虑其徒攻田氏，不慎，出亡。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。简公出奔，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。简公曰：早从欲央之言，不及此南田。士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，遂杀简公。简公立4年而杀。于是田长立简公弟傲，是谓平公。平公即位，田长为相。田长既杀简公，聚诸侯共诛己，乃进归鲁。魏清的西曰晋、韩、魏、赵氏，南通吴越之始，修公行赏，轻于百姓，以固其父定。田长言于其平公曰：得失人之所欲，君其行之；刑罚人之所恶，臣请行之行。之5年，齐国之政皆归田长。田长于是尽诛鲍、燕、监止及公族之强者，而割其自安平。以东至琅邪，自谓封邑。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。田长乃选其国中女子长7尺以上为后宫，后宫以百数，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进。及田长卒，有70余男。田长卒，子襄子盘代立，襄齐常氏谓臣子。田襄子继襄齐宣公，3晋杀之伯，分其地。襄子使其兄弟宗人进为其都邑大夫，与3晋通使，且已有其国。襄子卒，
子庄子百里。田庄子相齐宣公。宣公43年，伐晋，毁皇城，为阳胡。明年，伐鲁，葛及安陵。明年，取鲁之一城。庄子卒，子太公合立。田太公相齐宣公。宣公48年，取鲁之城。明年，宣公与郑人会西城。伐魏，取冠丘。宣公51年卒，田惠自领丘反。宣公卒，子康公代立。代立14年，淫于酒妇人，不听政。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，食一城，以奉其先嗣。明年，鲁败其平陆。3年，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，求魏诸侯。魏文侯乃使延州天子及诸侯，请立其相。田和魏诸侯，周天子许之。康公之19年，田和立为齐侯，列于周氏，纪元年。齐侯太公和立2年，和卒，子桓公武立。桓公武5年，秦、魏攻韩，韩求救于齐。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：早救之孰与晚救之？邹忌曰：不若勿救。段干朋曰：不救，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；不若救之。田沉思曰：过以君之谋也。秦、魏攻韩、楚，赵必救之，是天以验与其也。桓公曰：善。乃因告韩使者而遣之。韩自以为的。齐之救，因与秦、魏战。楚、赵闻之，果起兵而救之。齐因起兵袭燕国，取桑丘。6年，就魏。桓公卒，子威王因其立。是岁，故齐康公卒，绝无后，奉义皆入田氏。齐威王元年，三晋因其丧来伐我陵丘。3年，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。6年，鲁伐我，入阳关。晋伐我，至柏林。7年，魏伐我，取薛陵。9年，赵伐我，取真。威王初即位以来，不治，委正卿大夫。9年之间，诸侯并伐，国人不治。于是威王。召即墨大夫而与之曰：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志。然吾使人是即墨，田野辟，名人。给官无刘氏，东方以宁。世子不是无左右以求欲也。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语曰：自子之首阿，欲言日文。然使是阿，田野不辟，民贫苦。昔日赵公贞，子服能救。魏取薛陵，子服之。世子以避后无左右以求欲也。是日，烹阿大夫及左右常欲者皆病。烹之，遂起兵西击赵、魏，败魏于浊泽而为惠王。惠王请县官以和解，赵人归我长城。于是齐国政惧，人人不敢是非，勿近其城。齐国大治。诸侯闻之，莫敢置兵于齐20余年。邹忌子以古秦见威王，威王说而舍之右氏。须臾，王古秦，邹忌子推户入曰：善哉古秦。王勃然不说，去秦案见曰：夫子见容未察，何以知其善也？邹忌子曰：夫大贤卓以春温者，君也；小贤廉者以亲者，乡也；决之深，义之愚者，政令也，君。邪以明，大小相异，回邪而不相害者，四时也。吾是以知其善也。王曰：善与应。邹忌子曰：何独与应？夫治国家而米人民皆在其中。王又勃然不说曰：若夫与五婴之计，幸未有如夫子者也。若夫治国家而米人民，又何谓乎斯同之间？邹忌子曰：夫大贤卓以春温者，君也；小贤廉者以亲者，乡也；决之深而舍之愚者，政令也。君邪以明，大小相异，回邪而不相害者，四时也。夫富而不乱者，所以治昌也；廉而敬者，所以存亡也。
故曰秦因调而天下治。夫治国家而靡人民者，无若乎五殷者。王曰：善。邹忌子建3月而受相应。淳于髡见之曰：善说哉！髡有余志，元臣诛前。邹忌子曰：谨受交。淳于髡曰：得权全昌，失权全亡。邹忌子曰：谨受令，请进。吾离前。淳于髡曰：西高极轴，所以为华也，然而不能运方川。邹忌子曰：谨受令，请警示左右。淳于髡曰：公交习干，所以为和也，然而不能复和书下邹忌子曰：谨受令，请谨自负于万民。淳于髡曰：狐裘虽敝，不可补以黄狗之皮。邹忌子曰：谨受令，请谨责君子，无杂小人其间。淳于髡曰：大车不教，不能载其长刃；琴瑟不教，不能成其五音。邹忌子曰：谨受令，请谨修法律而督监吏。淳于髡说毕，驱出，至门，而面其仆曰：是仁者，吾与之为言武，其因我若想之音。申，是人必封不久矣。居其年，封以下邳，号曰成侯。威王23年，与赵王会平陆。24年，与魏王会田于郊。魏王问曰：王亦有宝乎？威王曰：吾有。梁王曰：若寡人国小也，尚有近寸之珠兆车前后各12乘者10枚，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？威王曰：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矣。吾臣有谈。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，四上12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于于河。吾立有前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继北门，赵人继西门，喜而从者7000余家。吾臣有种守者，使被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将以赵千里，岂特12胜哉？梁惠王残，不义而去。26年，魏惠王为邯郸，赵求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：救赵属与勿救。邹忌子曰：不如勿救。段干朋曰：不救则不义，且不利。威王曰：何也？对曰：夫魏士并邯郸，其于其何利哉？且夫救赵而君其交，是赵不伐而魏全也。故不如南攻襄陵以避魏，邯郸拔而成魏之弊。威王从其计。其后成侯邹忌与田忌不善，公孙越谓成侯忌曰：公何不谋伐魏？田忌必将战胜。有功，则公之谋忠也；战不胜，非前死则后北，而命在公矣。于是成侯言威王，使田忌南攻襄陵。10月，邯郸拔，其因起兵击魏，大败之桂林。于是其最强于诸侯，自称为王，以令天下。33年，杀其大夫穆辛。35年，公孙越又谓成侯忌曰：公何不令人操10斤帛于市？曰：我田忌之人也。吾3战而3胜，声威天下。欲为大事，亦急乎不急乎？帛者出，因令人补魏之帛者，验其辞于王之所。田忌闻之，因虑其徒袭攻临淄，求成侯，不胜而。36年，威王卒，子宣王辟强立。宣王元年，秦用商鞅。周至伯于秦孝公2年，魏伐赵。赵与韩亲，共击魏。赵不利，战于南梁。宣王召田忌复故魏。韩氏请救于齐。宣王召大臣而谋曰：早救孰与晚救？邹忌子曰：不如勿救。田忌曰：夫救，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如早救之。孙子曰：夫韩，魏之兵未必而救之。是吾待韩受魏之兵，故反听命于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速于齐矣。
吾因身结韩之亲而晚成谓之弊，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。宣王曰：善，乃因告韩之。使者而遣之。韩因视齐，武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婴将、孙子为师，救韩。赵以即位，大败之马陵，杀齐将庞涓，虏魏太子申。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。因朝齐王于博望，蒙而去。7年，与魏王会平阿南。明年，复会真。魏惠王卒。明年，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，相望也。10年，楚为我徐州。11年，与魏伐赵，赵决河水灌齐，魏兵罢。18年，秦惠王称王。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皆与圣道、桓渊之徒76人，皆赐列第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是以其稷下学士复甚，且数百千人。19年，宣王卒，子闵王得立。闵王元年，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聂桑。3年，封田婴于薛。4年，迎父于秦。7年，与宋公魏，拜之官泽。12年，公魏。楚为雍氏，秦拜屈盖。苏代谓田整曰：臣原有业于公，其为事甚。完，使楚立公，臣为服，不臣亦未服。今者臣立于门，客有言曰：魏王谓韩冯、张仪曰：主早将拔，其兵又进，子来救寡人，则可议；不救寡人，寡人弗能拔此特转此也。秦、韩之兵无东寻于，则魏氏转韩从秦，秦逐张仪，交臂而视其楚，此公之事臣也。田整曰：奈何使无东？对曰：韩冯之救魏之辞，必不为韩王曰冯以为魏。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其宋，冯因团三国之兵，乘屈盖之弊，南割于楚，故得必进。得之矣。张仪救魏之辞，必不为秦王曰以为魏，必曰以且以秦韩之兵东拒齐。宋宜将团三国之兵，乘屈盖之弊，南割于楚，名存亡国，时伐三川而归，此王业也。公令楚王与韩氏的，使秦至和，谓秦王曰：请与韩的，而王以失三川，韩氏之兵不用，而得的于楚。韩冯之东兵之辞，且谓秦和，曰：秦兵不用而得三川，伐楚韩以窘魏，魏是不敢东，是孤其也。张仪之东兵之辞，且谓和，曰：秦韩欲得而兵有岸，声威发于魏。魏氏之欲不失其楚者有资矣。魏氏转秦韩争视其楚，楚王欲而无与的，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的，有一大德也。秦韩之王结于韩冯、张仪而东兵以训服魏，公常执左劝矣。则于秦韩，此其善于攻而恶张子多资矣。13年，秦惠王卒。23年，与秦击败楚于仲丘。24年，秦使金阳君执于齐。25年，归金阳君于秦。孟尝君薛文入秦，即相秦。文王去。26年，齐与韩魏，共攻秦，至函谷军焉。28年，秦与韩合外以和，兵罢。29年，赵杀其主父。齐左赵灭中山。36年，王位东地，秦昭王位西地。苏代自燕来，入齐，见于张华东门。齐王曰：西善，子来。秦使谓牙至地，子以为何如？对曰：王之问臣也卒，而患之所。从来为元王受之而勿被称也。秦称之，天下安之；王乃称之，无后也。且让真地名，无伤也。秦称之，天下恶之；王因勿称，以收天下，此大资也。且天下立两地，王以天
下谓尊其乎？尊秦乎？王曰：尊秦曰：是帝，天下爱其乎？爱秦乎？王曰：爱其而尊秦曰：两帝立约伐赵，孰与伐桀宋之利？王曰：伐桀宋利。对曰：夫曰君，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，是帝则天下爱齐而尊秦，伐赵不如。伐桀宋之利，故元王明是帝以收天下，备约兵秦，无争众，而王以其间举宋。夫有宋，魏之阳的为，有冀西；赵之阿东国为，有淮北；楚之东国为，有陶、平陆、梁门不开。是帝而代之以伐桀宋之事，国众而民尊，燕楚所以行服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汤武之举也。晋秦以为民，而后使天下尊之，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。元王孰虑之？于是其去帝父。魏王，秦亦去帝位。38年，伐宋。秦昭王怒曰：吾爱宋与爱新臣，杨敬同。韩聂与吾有也，而公吾所爱，何也？苏代为其谓秦王曰：韩聂之攻宋，所以为王也。其强，辅之以宋。楚魏必恐，恐必西事秦，是王不烦一兵，不伤一事，无事而歌安逸也。此韩聂之所导于王也。秦王曰：吾患其之难之，亦从一衡，其说何也？对曰：天下国令其可知乎？其以攻宋，其之是秦以万乘之国自辅，不惜事秦，则宋治不安。中国白头犹敖之士皆机智欲离其秦之交，夫是桀亦西驰者，未有一人言善其者也；夫是桀亦东驰者，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。何则？皆不欲其秦之和也。何晋楚之志而其秦之虞也？晋楚何必益其秦？其秦何必图晋楚？请以此决事。秦王曰：诺。于是其遂伐宋。宋王出亡，死于温。其南割楚之淮北，西侵三晋，欲以并周氏，为天子。四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，诸侯恐惧。39年，秦来伐，把我列成9。40年，燕、秦、楚三晋合谋，各出锐师以伐，败我冀西。王解而却。燕将乐邑，遂入临淄，尽取其之宝藏器。闵王出王之位，魏君辟公舍之，称臣而共聚。闵王不逊，人轻之。闵王去，走邹、鲁，有交色，邹、鲁军服内，遂走举。楚使闹齿将兵救齐，因相齐闵王。闹齿遂杀闵王，而与燕共分其之亲的鲁器。闵王之欲杀，其子法章便名姓为举太史、家雍。太史矫女其法章状貌，以为非衡人，怜而常窃衣食之，而与私通焉。闹齿既已去举，举中人及其王臣相聚求闵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据其诸己也，久之，乃敢自言我闵王子也。于是举人共立法章，是谓襄王。以保举臣而不告其国中，王以立在举矣。襄王既立，立太史侍女为王后，是谓君王后，生子建。太史曰：女不取梅因字，嫁非吾种也，乌无事。终身不睹君王后。君王后贤，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。襄王在举5年，田丹以即墨攻破燕军，迎襄王于举，入临淄。其故的晋父属齐，齐封田丹为安平君。14年，秦即我纲授。19年，襄王卒，子建立。王建立6年，秦攻赵，齐楚救之。秦既曰：齐楚救赵，轻则退兵，不轻遂攻之。赵无食，请诉于齐，齐不听。周子曰：不如听之以退秦兵，不听则秦兵不却，是秦。
之计中而其处之计过也。且赵之于其处，汉必也；有耻之有纯也，纯亡则耻韩。今日亡赵，明日患及其处。且救赵之物，宜若凤漏问握交府也。夫救赵，高义也，却秦兵，显明也。亦救亡国，威却强秦之兵，不务为此而务爱粟，为国计者过矣。齐王弗听。秦破赵于长平40余万，遂为邯郸。16年，秦灭周，君王后卒。23年，秦至东郡。28年，王入朝秦，秦王政。至9咸阳。35年，秦灭韩。37年，秦灭赵。38年，燕使荆轲刺秦王，秦王绝，杀轲。明年，秦破燕，燕王亡走辽东。明年，秦灭魏，秦兵次于历下。42年，秦灭楚。明年，鲁代王嘉灭燕王喜。44年，秦兵击齐。齐王听相后甚忌，不战，以兵降秦。秦鲁王建迁之贡，遂灭齐为郡。天下一并于秦，秦王政立号为皇帝。使君王后贤，是秦景与诸侯信齐。亦东边海上，秦日夜攻三晋、燕、楚5国，各自救于秦，以故王建立40余年不受兵。君王后死，后甚相齐，多受秦奸荆，多使宾客入秦，秦又多与荆客皆为反间，劝王去。从朝秦，不修攻战之备，不助5国攻秦，秦以故得灭5国。5国已亡，秦兵卒入临淄，民莫敢革者。王建遂将1000余贡，故其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攻秦，听奸臣宾客已亡。齐国歌之曰：松耶伯耶，助建贡者克耶，即见用克之不祥也。太史公曰：盖孔子晚而喜义，义之为术，幽冥远矣，非通人达才孰能助义焉？故周太史之挂田径众完，战至10世之后，即完奔齐，亦众破之亦云。田启极长所以比犯2军，专齐国之政，非必世事之见然也。盖若尊燕赵降云，所引数赞，田完避难，奔于大江，使辞羁旅，终然凤凰。物莫两胜，待武其昌。2军比犯，3晋争强。何使善命，威遂称王。既及燕、赵，地列康庄。秦假东地，举立法章。王建失国，松柏苍苍。史记孔子世家。孔子生鲁昌平乡邹邑，其先宋人也，曰孔房叔。房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良歌。歌与颜氏女也合而生孔子，导于泥丘的孔子。鲁襄公22年而孔子生，生而手上须顶，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，姓孔氏。丘生而叔良歌死，葬于房山。房山在鲁东，由是孔子以其父墓处，母会之也。孔子为儿嬉戏，常乘足斗，射李荣。孔子母死，乃并5父之渠，盖其甚也。邹人晚父之母会。孔子父墓，然后往合葬于房焉。孔子要牒，季氏享事，孔子与往。杨虎处曰：季氏享事，非敢享子也。孔子由是退。孔子年17，鲁大夫孟离子并且死，借其4义子曰：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其祖父复何使有宋而嗣让立功？及正考复左代、武宣公3命资义公，故鼎名云。1命而楼，再命而羽，3命而辅，循墙而走，亦莫敢于物。瞻于市，周于市，以狐于口。其功如是。吾闻圣人之后，虽不当世，必有达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礼，其达者愚。
5. 及梅，若必失之。及李子卒，义子与鲁人南宫敬书往学礼焉。是岁，季武子卒，平子。戴笠。孔子平且见。及常为记事使，廖亮平常为司直隶而处藩席，由是谓司空。义而去鲁，斥乎齐，逐乎宋，魏，困于陈蔡之间，于是反鲁。孔子长9尺有6寸，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。鲁父善待，由是反鲁。鲁南宫敬书言鲁君曰：“请与孔子试周。”鲁君与之1乘车2马1束子具。是。周问礼，盖见老子云：“辞去。”而老子颂之曰：“吾闻富贵者颂人以财，仁人者颂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贵，且人人之好。宋子以言曰：聪明生察而近于死者，好益人者也。伯辩广大为其身者，发人之恶者也。为人子者无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无以有己。孔子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亦进焉。是时也，晋平公营，6亲擅权，东伐诸侯，楚灵王兵强，凌厉中国，其大而近于鲁。鲁小弱，负于楚则晋怒，负于晋则楚来伐，不备于齐，齐师侵鲁。鲁昭公之20年，而孔子盖年30矣。齐景公与晏婴来视鲁，景公问孔子曰：“秦穆公国小处僻，其霸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秦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僻，行中正。申举五谷，爵之大夫，其类邑之中，与3日，受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虽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”景公说。孔子年35，而季平子与后昭伯以斗鸡，故得罪鲁昭公。昭公律师及平子，平子与孟氏、叔孙氏3家共攻昭公，昭公失败，奔于齐，齐处昭公前侯。其后请之，鲁乱。孔子弑齐，位高昭子家臣，欲以通乎景公。与其太师与乐、闻韶音，学之，3月不知肉味。其人称之。景公问政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。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？”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政在节财。”景公说，将欲以尼西田封孔子。晏婴进曰：“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诡法，倨傲自顺，不可以为下；重丧岁哀，破产后葬，不可以为俗；游说乞代，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习，周氏既衰，礼乐缺有间。今孔子甚容事，凡登降之礼，趋祥之节，类士不能担其学，当年不能就其礼。君欲用之以夷其俗，非所以先系民也。”后景公进，见孔子，不问其礼。翌日，景公指孔子曰：“奉子以祭事，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。”其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闻之。景公曰：“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”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孔子年42，鲁昭公卒于前侯，定公历。定公历5年，夏，季平子卒，桓子嗣立。季桓子穿井的土否，中若阳，问仲尼云的狗。仲尼曰：“以丘所闻，阳也。”丘闻之，木石之怪魁，往狼；水之怪龙，往象；土之怪汾阳。吾伐越，堕会稽的古节专车。吾使时问仲尼，古何者最大？仲尼曰：“禹治群神于会稽山，防风氏后至，与杀而戮之，其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”吾客曰：“谁为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，其首为神，社稷为公侯，皆属于王者。”客曰：“防风何首？”仲尼曰：“汪往氏之君守风，于之山，谓离姓。在于夏，商谓汪往。
于州谓长狄，今谓之大人。客曰：人长几何？仲尼曰：交角是3尺，短之至也。长者不过10之，数之极也。于是吴客曰：善哉圣人！桓子必臣曰：仲梁怀与杨虎有隙。杨虎欲逐怀，公山不扭止之。其秋，怀亦交杨虎直怀。桓子怒，杨虎因求桓子，与盟而议之。杨虎由此议亲季氏。季氏亦见于公室。陪臣执国政，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见离于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迷众，至自远方，莫不受业焉。定公8年，公山不扭不得意于季氏，因杨虎未乱，欲废3桓之事，更立其数孽杨虎。素所善者，遂直祭桓子。桓子诈之，得脱。定公9年，杨虎不胜，奔于齐。是时孔子年50。公山不扭以废叛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寻道米酒，温温无所事，莫能己用，曰：盖周文武起封稿而亡，经费虽小，倘数己乎？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指孔子。孔子曰：夫召我者岂徒哉？如用我，其为东周乎？然亦促不行。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1年，四方皆责之。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。定公10年春，即其平。夏，其大夫黎租言于景公曰：鲁用孔丘，其事为其乃。使告鲁为好会，会于家谷。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。孔子设乡试，曰：臣闻有文士者，必有武备；有武士者，必有文备。古者诸侯出疆，必据关以从。请据左右司马。定公曰：诺据左右司马。会齐侯家谷，为坛位，土阶3等，以会御之礼相见，揖让而登。献酬之礼毕，其有司趋而进曰：请奏四方之乐。景公曰：诺。于是金矛与服。矛戟剑拨鼓噪而至。孔子趋而进，立阶而登，不进一等，举妹而言曰：吾两君为好会，夷狄之乐何谓于此？请命有司。有司却之，不去，则左右侍晏子与景公。景公心作，挥而去之。有请，其有司趋而进曰：请奏宫中之乐。景公曰：诺。悠唱诸如。未系而前。孔子趋而进，立阶而登，不进一等，曰：匹夫而淫惑诸侯者，罪当诛。请命。有司。有司加法焉，手足异处。景公惧而动，知义不若，归而大恐，告其群臣曰：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于鲁君，谓之奈何？有司进。对曰：君子有过则谢以直，小人有过则谢以文。君若道之，则谢以直。于是其侯乃归所亲鲁之运，问阳，归阴之田以谢过。定公13年夏，孔子言于定公曰：臣无藏甲，大夫500治之臣使仲由为季氏。载将堕3都。于是叔孙氏先堕后。季氏将堕废，公山不扭，叔孙折律废人袭鲁。公与3子入于季氏之宫，登5子之台。废人攻之，弗克入及公侧。孔子命申巨须，勒其下，伐之，废人北。国人追之，败诸姑灭。2子奔齐，遂堕废。将堕臣，公敛处父谓孟孙曰：堕臣，其人必至于北门。且臣孟氏之保障，无臣氏无孟氏也。我将弗堕。12月，公为臣，弗克。定公14年，孔子年56，由大司寇行射乡试，有喜色。门人曰：闻君子获至，不惧，弗至不喜。
孔子曰：有是言也。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？于是诸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。禹文国正3月，周高屯者服饰甲，男女行者别于途，途不拾遗，四方之。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与之以归。其人闻而惧，曰：孔子为政必霸，霸则无地尽焉，我之为先并矣。何至得焉？黎租曰：请先常举之，举之而不可则治的，庸迟乎？于是选其国中女子好者80人。皆一文一而武康乐，文马34，以鲁君。臣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，祭桓子为服。往观再三，将寿，乃与鲁君为周道游。往观终日，待于政事。子路曰：夫子可以行矣。孔子曰：鲁今且交，如至盘乎大夫，则无由可以指桓子促受其女乐，3日不听政，交又不至盘阻于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师己颂曰：夫子则非罪。孔子曰：无歌可夫。歌曰：彼父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父之业，可以死败。盖忧哉！犹哉！为以促遂。师己反。桓子曰：孔子亦何言？师己以实告。桓子喟然叹曰：夫子罪我以群必故也夫。孔子遂侍卫，主于子路七兄颜卓邹家。卫灵公问孔子：居鲁的路几何？对曰：奉粟6万，为人亦至粟6万。居请之，或赠孔子于卫灵公。灵公使公孙于甲一初一入。孔子恐获罪焉，居10月，去卫。将事成，过匡，言客卫仆，以其策止之曰：昔吾入此，有彼缺也。匡人闻之，以为鲁之养虎。养虎常报匡人，匡人于是遂止孔子。孔子壮类养虎，居焉5日，颜渊后。子曰：吾以汝未死以颜渊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？匡人居孔子一疾，弟子惧。孔子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与何？孔子使从者谓宁武子臣于卫，然后得去。去即过仆。月余，反乎卫，主渠伯玉家。灵公夫人有男子者，使人谓孔子曰：四方知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远见。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夫人在止为中。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。夫人自为中再拜，环佩玉身求然。孔子曰：吾相为弗见，见之礼达焉。子路不说。孔子使之曰：予所不者，天厌之。天厌之。居未月余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患者雍渠参乘，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婆过之。孔子曰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于是丑之，去位，过曹。是岁，鲁定公卒。孔子去曹氏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。宋司马桓追欲杀孔子，拔其树。孔子去。弟子曰：可以速矣。孔子曰：天生得与与，桓追其如与何？孔子是政，与弟子相师。孔子独立郭东门。郑人或谓子贡曰：东门有人，其嗓似尧，其象类高陶，其肩类子产，然自要以下不及与3寸。累累若丧家之狗。子贡以食，告孔子。孔子欣然笑曰：形状，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孔子遂至城，主于司城曾子家。遂于吴王夫差伐陈，取3邑而去。赵鞅伐朝歌，楚为蔡，蔡迁于吴。吴拜越王勾践会稽，有损及于陈庭而死，苦使冠之，使弩，使长齿有之。陈闵公使问仲尼。
仲尼曰：损来远矣，此速甚之始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久以百蛮，使各以其方会来贡，使无忘之也。于是肃圣共苦使时弩，长尺有之。先望欲招其领德，以肃圣使分大机，配于胡公，而封诸臣。分同姓以真欲，斩亲；分异姓以远直，使无忘服。故分臣以肃圣使。是求之故辅，果得之。孔子居臣3岁，会晋楚争强，更伐陈，及无亲臣，臣常被寇。孔子曰：归与归与。吾党之小子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于是孔子去陈。过蒲，惠公叔事以蒲叛，仆人指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儒者，以私车五甚从孔子。其为人常贤，有勇力，谓曰：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，今又遇难于此，命也已。吾与夫子在罹难，宁斗而死。斗甚急。仆人惧，谓孔子曰：苟无侍卫，吾出子与之盟。出。孔子东门。孔子遂侍卫。子贡曰：盟可复邪？孔子曰：要盟也，神不听。卫灵公闻孔子来，喜，交迎。问曰：仆可伐乎？对曰：可。灵公曰：吾大夫以为不可。今仆谓之所以待晋楚也，以未伐之，吾乃不可乎？孔子曰：其难。子有死之志，妇人有保西河之志。吾所伐者不过4、5人。灵公曰：善然不伐仆。灵公老，待于政，不用孔子。孔子喟然叹曰：苟有用我者，其月而已，3年有成。孔子行。佛西魏中牧宰。赵简子公犯，中行，伐中牧。佛西叛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欲往。子路曰：犹闻诸夫子，其身亲卫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今佛西亲以中牧叛，子欲往，如之何？孔子曰：有是言也。不曰奸乎？磨而不灵；不曰白乎？啮而不滋。我岂刨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孔子即庆。有何愧而过门者？曰：有心哉！即庆乎？坑乎？莫己之也夫而已矣。孔子学古琴师襄子，10日不进。师襄子曰：可以易矣。孔子曰：丘以习其曲？以未得其数也。有间曰：以习其数，可以易矣。孔子曰：丘未得其志也。有间曰：以习其志，可以易矣。孔子曰：丘未得其为人也。有间有所慕然深思焉，有所疑然高望而远志焉。曰：丘得其为人，黯然而黑，己然而长，眼如望阳，如王四国，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？师襄子辟席再拜，曰：师盖云文王操也。孔子既不得用于魏，将西见赵简子。至于何而闻窦明独、舜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美哉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计此，命也夫。子贡趋而进曰：敢问何谓也？孔子曰：窦明独、舜华，晋国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2人而后从政，及其以得志，杀之乃从政。丘闻之也，枯胎杀夭，则其鳞不至交；节则合鱼，则蛟龙不合阴阳。覆巢毁卵，则凤凰不祥。何则？君子会伤其类也。夫鸟兽之于不义也，上之辟之，而况乎丘？哉，乃还袭乎邹乡，作为邹操以哀之，而反乎魏，入主渠伯玉家。他日，灵公问宾臣。孔子曰：祖斗之事，则常闻之；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。明日，与孔子语，见飞燕，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复如尘。夏，魏灵公卒，立孙哲，是魏未出宫。
6月，赵鞅内太子蒯聩于妻。杨虎使太子问。8人衰牒，谓自谓饮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冬，蔡迁于州来。是岁鲁哀公3年，而孔子年60矣。其著位为妻，以为太子蒯聩在故也。夏，鲁桓离庙烦，南宫进书救火。孔子在臣，闻之，曰：“哉必于桓离庙乎？”矣。而果然。秋，季桓子病，辇而见鲁臣，喟然叹曰：“昔此国极兴矣，已无获罪于孔子，故不兴也。”故谓其嗣康子曰：“我即死，若必相鲁，必召仲尼后数日，桓子卒。康子戴立，以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于曰：‘昔吾先君用之不忠，终为诸侯效。今又用之，不能忠，是在为诸侯效。’康子曰：‘则谁召而可？’曰：‘必召牙求于士使。’使召牙求。牙求将行。孔子曰：‘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待用之也是日。’孔子曰：‘归乎，归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裁之。’子干之孔子思归。宋。求因戒曰：‘即用。’以孔子谓昭云。牙求既去，明年，孔子自陈迁于蔡。蔡昭公将如吴，吴召之也。前昭公妻其陈千州。来，后将往，大夫俱复迁。公孙偏射杀昭公。楚侵蔡。秋，齐景公卒。明年，孔子自蔡如夜。叶公问政，孔子曰：“政在来远赴尔他日。”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由，尔何不对？”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学道不倦，诲人不厌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”去夜，反于蔡。常举桀逆偶而耕。孔子以为隐者，使子路问今焉。常举曰：“彼执鱼者谓谁？”子路曰：“谓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。”孔丘语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之。今矣。”桀逆谓子路曰：“子谓谁？”曰：“谓仲由。”曰：“子。”孔丘之徒语曰：“然。”桀逆曰：“悠悠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与其从辟人之事，其若从辟士之事哉？忧而不辍。”子路以告孔子。孔子武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天下有道，丘不与义也。”他日，子路行，欲合丈人，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谓夫子？”执其杖而云。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“隐者也，复往，则亡。”孔子迁于蔡3岁，无伐陈。楚旧陈，君于陈父。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将往拜礼，陈蔡大夫谋曰：“孔子贤者，所赐姬皆中诸侯之极。今者久留陈蔡之间，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。今楚大国也，来聘孔子。孔子用于楚，则陈蔡用事，大夫为矣。”于是乃相与发图议为孔子于也。不得行，绝粮。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孔子讲。宋弦歌不衰。子路运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子贡色作。孔子曰：“赐尔以与未多学而视之者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非与。孔子曰：“非也。”与亦以贯之。孔子之弟子有运心，乃召子路而问曰：“诗云：‘匪似匪虎，虑彼旷野。’吾道非邪？吾何谓于此？”子路曰：“义者无畏人邪？人之不我信也。义者无畏之邪？人之不我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乎？由，辟使人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齐？使之者而必行。
安有王子比干？子路出，子贡入见。孔子曰：赐诗云匪似匪乎？虑彼旷也。吾道非邪？吾何谓于此？子贡曰：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。孔子曰：赐良农能嫁而不能为色，良弓能巧而不能为顺。君子能修其道，刚而继之，统而理之，而不能为荣。今而不修而道而求为荣，次而志不远矣。子贡出，颜回入见。孔子曰：回，诗云匪似匪乎？虑彼旷也。吾道非邪？吾何谓于此？颜回曰：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？并不容然后见君子。夫道之不修也，是无丑也。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丑也。不容合并，不容然后见君子。孔子欣然而笑曰：有事哉，颜氏之子！使尔多才，无畏尔宰。于是使子贡至楚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然后得免。昭王将以书射的700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？曰：无有。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？曰：无有。王之将律有如子路者乎？曰：无有。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曰：无有。且楚之祖封于周，号为子南50里。今孔丘述3-5之法，明周赵之业，王若用之，则楚安得世事堂堂方数千里乎？夫文王在封，武王在镐，100里之君促王天下。今孔丘的具土壤，贤弟子未佐，非楚之福也。昭王乃至。其秋，楚昭王卒于城父。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，曰：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兮，来者犹可追也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待而。孔子下，欲与之言，趋而去，弗得与之言。于是孔子自楚返乎魏。是岁也，孔子年63，而鲁哀公6年也。其明年，吾与鲁惠曾争百劳。太宰匹召季康子。康子使子贡往，然后得矣。孔子曰：鲁卫之政，兄弟也是时，魏君折腹不得力，在外诸侯数以为让。而孔子弟子多是于魏，魏君欲得孔子为政。子路曰：魏君呆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，子之迂也。何其正也？孔子曰：也。哉有也。夫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忠，刑罚不忠则民无所措手足矣。夫君子谓之必可名，言之必可行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其明年，牙有谓季氏将师，与其战于狼，克之。季康子曰：子之于军旅，学之乎？信之乎？牙有曰：学之于孔子。季康子曰：孔子何如人哉？对曰：用之有名，播之百姓，执诸鬼神而无憾。求之至于此道，虽累牵涉，夫子不利也。康子曰：我欲召之，可乎？对曰：欲召之，则无以小人顾之，则可以而为孔文子将。公太叔问策于仲尼。仲尼辞不知，退而命宰而行，曰：鸟能择木，木岂能择鸟乎？文子固止。会季康子逐公华、公宾、公陵，以必迎孔子。孔子归鲁。孔子之去鲁，凡14岁而返乎鲁。鲁哀公问政，对曰：政在选臣。季康子问政，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枉者直。康子患道。孔子曰：
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切，然鲁中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。是孔子之时，周氏为而礼乐废，诗书缺。追击3代之礼，续书传，上继唐虞之际，下至秦谋，鞭笞其事。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真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真也。足，则无能真之矣。观殷夏所损益，曰：后虽百世可知也，以一文一直。周兼2代，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故书传，礼记自孔氏。孔子与鲁大师，乐其可知也。始作西儒，纵之纯儒、矫儒、亦儒也，已成。吾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、雅颂各得其所。古者诗3000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气后记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忧厉之缺，始于任席。故曰官居之乱以为封史，陆明为小雅史，文王为大雅史，清妙为宋史。350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和少五雅颂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数矣。备王道，成6艺。孔子晚而喜义，序彖、戏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读义，为编3绝。曰：假我数年。若是我于义，则彬彬矣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3000焉，深通6艺者70有2人。如颜着邹之徒，颇受业者甚众。孔子以4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决4：无义、无弊、无故、无我。所胜其战疾。子罕言厉与命与人，不愤不启，举一于不以3于反，则弗复也。其余乡党，循四不能言者。其余宗庙朝廷，辩言为谨耳。朝与上大夫言，盈如也；与下大夫言，侃如也。入宫门，鞠躬如也；趋近，亦如也。君召使兵，色薄如也。君命诏，不似驾行矣。于内肉败，歌不正，不食；席不正，不坐。时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保也。是日哭，则不歌。见其衰，古者虽童子必变。3人行，必得我师。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习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使人歌善，则使复之，然后和之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闻也。夫子言天道与性命，弗可得闻也已。颜渊喟。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。曰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我才，如有所立，卓尔。虽欲从之，灭有也已。答向党。人曰：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子闻之曰：我何直？直欲乎？直射乎？我直欲矣。劳曰：子云不是，故意。鲁哀公14年春，受大业。叔孙氏车子租商获受，以为不祥。仲尼视之，曰：灵。也取之。曰：何不出徒？若不出书，无以以夫。颜渊死。孔子曰：天丧予。及西受见灵，曰：吾道穷矣。喟然叹曰：莫之我夫。子贡曰：何谓莫之子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其乎？谓柳下惠，少廉降至辱身矣。谓于仲，一意隐居放言，行中卿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事，无可无不可。子曰：夫乎夫乎！君子并没事而民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乃因史记作春秋，上至隐公，下弃哀公14年，12公。
据鲁、青州、故因运之3代。曰其文辞而止薄，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春秋贬之曰子；建土之会时赵周天子，而春秋会之曰天王寿于河阳，推此类以神当世。贬损之意，后有王者举而开之。春秋之一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于为春秋，比则比，萧则萧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弟子受春秋，孔子曰：后世之秋者以春秋，而最秋者亦以春秋。明岁，子路死于魏。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复杖逍遥于门，曰：赐汝来何？其晚也。孔子因叹，歌曰：泰山坏乎？梁柱摧乎？哲人伪乎？因以涕下。谓子贡曰：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语。夏人病于东街，周人于西街，殷人两柱间。昨暮与梦，坐殿两柱之间，与是隐人也。后7日卒。孔子年73，以鲁哀公16年4月己丑卒。哀公累之曰：明天不调，不决一易老，比贫于一人以在位，穷于在就。呜呼哀哉！弥父无自律。子贡曰：君其不美于鲁乎？夫子之言曰：礼失则昏，民失则谦。失志未婚，失所谓谦。生不能用，死而累之，非礼也。称于一人，非民也。孔子葬鲁城北4上，弟子皆服3年。3年心丧毕，相决而去，则哭，各复尽哀，或复流。为子干庐于冢上，凡6年，然后去。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世，因命曰孔鲤。鲁氏世相传以岁时奉辞孔子冢，而诸如亦讲礼相迎大赦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义请，故所居堂弟子内。后世因庙葬孔子衣冠秦车书，至于汉200余年不绝。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辞焉。诸侯亲相至，尝先业，然后从政。孔子生礼，字伯鱼。伯鱼年50，先孔子死。伯鱼生疾，字子思，年62，常困于宋。子思作中庸。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47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嘉，年45。子嘉生姬，字子荆，年46。子荆生川，字子高，年51。子高生子胜，年57，常为魏相。子胜生父，年57，魏成王舍博士，死于城下。父弟子襄，年57，常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，长9尺6寸。子襄生忠，年57，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国。安国为金皇帝博士，至临淮太守。早卒。安国生养，养生欢。太史公曰：师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相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是鲁，观众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之回流之不能去。允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不依，传10于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6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。所引述赞孔子之胄，出于商国。夫妇能让，正考民乐。房书来奔，邹人己足。泥丘诞盛，却礼生德。70升堂，四方曲泽。卯朱两关，麝香嘉鼓。歌凤俱衰，气凌和。卒。九流养尽，万古青竹。史记陈涉世家。陈胜者，阳城人也，字涉。
吴广者，阳夏人也，字叔。陈涉少时，常与人拥耕辍。耕之陇上，唱恨久之，曰：“苟富贵，吾相望庸者笑而因曰：若为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”陈涉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二世元年7月，发闾左士数余阳，900人屯大泽乡。陈胜、吴广皆次当行，未屯长。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渡以失其。失其，法皆斩。陈胜、吴广乃谋曰：“今王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陈胜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，吾闻二世少子也，不当立。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扶苏以数见故，上使外将兵。今或闻无罪，二世杀之，百姓多闻其贤，谓之其死也。项燕为楚将，素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，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。今臣以无重诈自称公子扶苏，项燕为天下唱，宜多因者。”吴广以为然，乃行波者，知其旨意，曰：“足下士皆臣，有功。然足下伯之鬼乎？”陈胜、吴广喜，念鬼，曰：“此教我先威重耳。”乃丹书伯曰：“陈胜王，至人所增于腹中，卒买于烹食，得于腹中书，故以怪之矣。”又兼令吴广之次所旁从祠中，夜篝火，胡鸣呼曰：“大楚兴！陈胜王！”卒皆夜惊恐。旦日，卒中往往语，皆指目陈胜。吴广素爱人，士卒多未用者。将畏罪，广故数言欲王，愤会魏，令辱之，以激怒其众。魏果吃广，魏见挺，广起，夺而杀魏。陈胜佐之，并杀2位。诏令徒属曰：“公等欲与，皆以失其，失其当斩。”及帝令无斩，而数死者故16、7。且壮士不死即已，死即举大名耳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徒属皆曰：“晋受命，乃诈称公子扶苏、项燕，从名誉也。”坦又称大楚。为谈而盟，既以为首。陈胜自立为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攻大泽乡，收而攻其。其下，乃令扶黎人葛英将兵训其以东。攻至，赞、苦、柘、乔皆下之，行收兵。彼至陈，车6、700乘，骑1000余，卒数万人。攻陈，陈守令皆不在，独守陈与战。桥门中，夫胜守城死，乃入据城。数日，号令召三老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。三老、豪杰皆曰：“将军身被奸执锐，伐无道，诛暴秦，复立楚国之社稷，攻一魏王陈涉，乃立为王，号为张楚。当此时，诸郡献苦秦吏者，皆行其常例，杀之以因陈涉。乃以吴书为假王，兼诸将，以西及荥阳。令陈人武臣、张耳、陈余训赵地，令汝阴人邓宗训9将军。当此时，楚兵数千人未拒者，不可胜数。葛英至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。因后闻陈王已立，因杀襄强，还报至陈，陈王诛杀葛英。陈王令魏人周氏北训魏地。吴广为荥阳，李由为三川守，守荥阳，无书弗能下。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，以上蔡人防军蔡次为上柱国。周文，陈之贤人也，常为项燕军士日，是春申君，自沿袭兵。陈王与之将军应西及秦。行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卒数10万，至系军焉。秦令少府章邯免立山图，人奴产。子申西发以击楚大军，进败之。周文败，走出关，只赐曹阳2、3月。章邯追败之，复
走次免迟10余日。章邯急，大破之。周文自警，军遂不战。武臣道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、赵骚为左右丞相。陈王怒，不系。武臣等家事，欲诛之。柱国曰：秦魏王而诛赵王将相家属，此生亦秦也，不如因而立。知陈王乃遣使者贺赵，而喜系武臣等家属宫中，而封儿子张敖为成都军，去赵兵籍。入关，赵王将相相与谋曰：王赵，非楚邑也。楚以诛秦，必加兵于赵。既莫如无息。兵使北训燕的以自广也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。若楚不胜秦，必重赵。赵成秦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息兵，而遣故上谷，促使韩广将兵北训燕地。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：楚以立王，赵又以立王。燕虽小，亦万乘之国也。元将君立为燕王。韩广曰：广母在赵，不可厌人曰：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利不能尽我。且以楚之强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，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？韩广以为然，乃自立为燕王。居数月，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。当此之时，诸将之训地者，不可胜数。周氏北训的制敌，敌人田单杀敌令，自立为齐王，以其反击周氏。事军散，还至魏的，欲立魏后，故宁陵君就魏魏王。时就在陈王所，不得之魏。魏的已定，欲相与立周氏为魏王，周氏不肯。使者误反，陈王乃立宁陵君，就魏魏王，遣之国。周氏卒魏相。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周张军已破矣，秦兵旦暮至，我为荥阳城弗能下，秦军至，必大败。不如少一兵，足以守荥阳，悉精兵迎秦军。今假王骄，不知兵权，不可与计。非诛之，是恐败。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书，献其首于陈王。陈王使赐田臧处令印，使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城，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。与战，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兵及李圭等荥阳下，破之，李圭等死。阳城人邓说将兵居坛，章邯别将即破之，邓说军散走城。至人武徐将兵居许，章邯即破之，武徐军皆散走城。陈王诛邓说。陈王出历时，陵人秦家，至人董、扶黎人朱姬时，取律人郑布、徐人丁吉等皆特起，将兵为东海守庆于坛。陈王闻，乃使武平军叛魏将军，兼坛下军。秦家不受命，家自立为大司马，扼属武平军。告军吏曰：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，因剿以亡。命杀武平军叛。章邯以破武徐，及陈，助国防军死。章邯又进兵及陈西张贺军。陈王出兼战，军破，张贺死。腊月，陈王之汝阴，还至下陈父，其欲装甲杀以降秦。陈胜葬当，谥曰隐王。陈王故捐人将军吕成为苍头军，起新阳，攻城下之，杀装甲，复以城为楚。初，陈王至陈，令至人宋刘将兵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陈王死，南阳复魏秦。宋刘不能入武关，乃东至新蔡，遇秦军。宋刘以军将秦。秦传刘至咸阳，车列刘以训。秦家等闻陈王军破出走，乃立景居为楚王，引兵之方宇，欲及秦军定逃下。使公孙
庆使齐王欲与并立俱进。齐王曰：闻成王战败，不知其死生，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齐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齐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田丹诛杀公孙庆。秦左右校复攻城，下之。吕将军走，收兵复拒。婆道当阳军秦不知兵相收，复击秦。左右校破之清波，复以城为楚。会相梁立怀王孙兴为楚王。陈胜王凡6月，以魏王，王臣。其故人常与拥耕者闻之，之臣叩宫门曰：无欲。见赦。宫门令欲复之，自辩数，乃至，不肯未通。陈王出，遮道而呼射。陈王闻之，乃召见，载与俱归。入宫，见殿屋为帐，客曰：火疑。射之为王审审者，楚人未多，为火，故天下传之。火射魏王，由陈射使。客出入月一发书，言陈王故秦。或说陈王曰：客于无知，专妄言，轻微陈王斩之。诸陈王故人皆自隐去，由是无轻陈王者。陈王以诸防卫中正，胡武卫思过，主司群臣。诸将训的治，令之不是者，系而罪之，以苛察卫中。其所不善者，服下吏，则自治之。陈王信用之。诸将以其故不亲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陈胜虽已死，其所至遣侯王将相近王秦，由射守是也。高祖时为陈涉至守种30家，当至今写实。楚先生曰：地形险阻，所以为固也；兵革刑法，所以为治也。犹未足是也。夫先望以仁义为本，而以故塞文法为之业，岂不然哉？吾闻贾生之称曰：秦孝公据姚韩之故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包举于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世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根之，修守战之。备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继梅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蒙故业，因一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高虞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。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治天下之事。何从地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之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。曰从连横、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其名周忌、陈轸、邵华、楼缓、狄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他、而梁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轮治其兵，常以10倍之地、100万之师，养官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言，敌9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。秦吴王使夷族之费，而天下故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的而戮秦。秦有余力而治其弊，追王逐北，伏尸100万，流血飘橹，因利成变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倾服，弱国入朝。师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6世之余烈，正长策而御宇内，吞2州而亡诸侯，吕至尊而治6合。执敲谱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700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。是
亦不敢灌功而抱怨。于是废先望之道，凡百家之言，以于前手。堕名臣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据之咸阳，萧封地，筑以为今人12，以若天下之民。然后建华未成，因何未迟？据益瘴之臣，临不测之息以为故。良将尽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促，臣立兵而谁和？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故，京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始皇既没，余威震于殊俗。然而臣设瓮有神书之子，蒙利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。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莫迪之贤，陶朱、伊顿之父也。蹑足行伍之间，抚养千百之中，律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。斩木卫兵，揭竿卫旗，天下云会回应，迎粮。而仅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足矣。且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姚韩之故自弱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魏、中山之君也，租幽及今，非先于聚己长沙也。士数之众，非仇于九国之师也，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吉相识之事也。然而成败易变，功业相反也。常是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协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而秦以区区之地，置万乘之权，亦8州而朝同列，100有余年矣。然后以6合未嘉，姚韩未攻，一夫作难，而妻妙堕，生死人守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所引数赞，天下汹汹，海内伐主，几路贞洁，沾污原处。陈胜守势，绝豪张楚。鬼怪视频，鸿鼓自诩。葛因东下，周文西据。使清诸防，又任胡武。火一剑杀，复兴不遇。装甲何人，反噬臣父。史记外戚世家。自古受命帝王及祭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图山，而桀之放也以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松，纣之杀也必妲己。周之兴也以江源及大任，而幽王之情也盈于剖嗣。故亦击乾坤，师使官居，疏美离将，春秋积不轻盈。夫妇之计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，为婚姻为精精。夫乐调而40合，阴阳之变，万物之统也。可不甚与？人能弘道，无如命合。甚哉！非匹之爱，君不能得之于臣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卑下乎？既欢何矣？或不能成子姓，能成子姓矣，或不能要其中，岂非命也哉？孔子罕称命，盖难言之也。非通幽冥之变，恶能视乎性命哉？太史公曰：秦以前上略矣，其降弥德而祭焉。汉兴，吕俄许为高祖正后，难为太子。及晚节色衰爱弛，而妻夫人有宠，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。及高祖崩，吕后遗妻室，诸赵亡，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。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，敖女为孝惠皇后。吕太后以重亲故，欲其生子万方，终无子，诈取后宫人子为子。及孝惠帝崩，天下初定未久，祭祀不明。于是贵外家，亡诸。吕以为辅，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，欲连固根本劳甚，然无益也。高后崩，合葬长陵。陆、产等拒诛，谋作乱。大臣争之，天佑其统，卒灭吕氏。为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。迎历代王，是为孝文帝，奉汉宗庙。此岂非天邪？
非天命孰能当之？薄太后父无人，姓薄氏，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为敖通，生薄姬，而薄父死山阴，因葬焉。及诸侯叛秦，魏报立为魏王，而魏敖内其女于魏宫。敖之许父所乡，乡薄姬，云当生天子。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，天下未有所定。报出与汉及楚，即闻许父言兴，独喜，因被汉而叛，中立，更与楚联合。汉使曹参等及鲁魏王豹，以其国为郡，而薄姬叔之事。豹已死，汉王入之事，见薄姬有色，召内后宫，遂于不得幸。使姬少时，与管夫人赵子而相爱，曰：先贵无相忘矣。而管夫人赵子而先信汉王。汉王作何？南宫城高台，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出时曰。汉王闻之，问其故，两人俱以实告汉王。汉王心惨然，怜薄姬，是日召而信之。薄姬曰：昨暮夜妾梦苍龙具无复高帝曰：此贵真也，吾为女遂成之。宜幸生男，是谓代王。其后薄姬西见高祖。高祖崩，朱玉信姬妻夫人之属，吕太后怒，皆忧之，不得出宫。而薄姬以西见故，得出，从子之代，为代王太后。太后弟薄昭从如代。代王历17年，高后崩。大臣议立后，及外家吕氏强，皆称薄氏仁善，故迎代王。立为孝文皇帝，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，弟薄昭封为止侯。薄太后母义前死，葬溧阳北。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，会稽郡治园邑300家，常臣以下立奉守冢，请庙上实辞如法。而溧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，如灵文侯园仪。薄太后以为母家为王后，早失父母，其奉薄太后诸位有力者，于是召父卫士，赏赐各以亲书，受之。薄氏侯者凡一人。薄太后后文帝2年，以孝景帝前2年崩，葬南陵。以吕后会葬长陵，故特自起陵。晋孝文皇帝罢陵。窦太后，赵之清河关津人也。吕太后时，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。太后出宫人矣。赐诸王各5人，窦姬与在行中。窦姬家在清河，欲如赵晋家，请其主遣患者立，必至我及赵之伍中。患者望之，勿至其疾待伍中。即奏赵可当行。窦姬涕泣，愿其患者不欲往，相强，乃肯行。至代王独幸窦姬，生女嫖，后生2男。而代王亡后，生4男。先代王未入立为帝，而王后卒。及代王立为帝，而王后所生4男更病死。孝文帝历数月，公卿请立太子，而窦姬长男最长，立为太子。立窦姬为皇后，女嫖为长公主。其明年，立少子武为代王，以而又喜良，是为良孝王。窦皇后亲早卒，葬关津。于是薄太后乃召有司，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，母曰安成夫人。令清河治园邑200家，常臣奉守，比邻文元法。窦皇后兄窦长君，弟曰窦广国，字少君。少君年4、5岁时，家贫，为人所掠卖，其家不知其处。传10余家，至宜阳，为其主入山作探，目卧案下100余人，案崩，尽压杀卧者，少君独得脱，不死。自卜数日，当为侯，从其家之长安。闻窦皇后新立，家在关津，姓窦氏。广国去时虽小，是其县民极信，又常与其姐采桑垛，用为服信，上书自陈。窦
皇后言之于文帝，召见，问之，具言其故，果是。又复问他何以未宴，对曰：解去我。昔时与我决于船舍中，盖目我，请食饭我，乃去。于是窦后持之而泣，泣涕交痕。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，助皇后悲哀。乃后赐田宅金钱，封公昆弟，家于长安。将侯、冠将军等曰：吾属不死，命乃且献此两人。两人所出为，不可不为则师父。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。于是乃选长者视之有节行者与居。窦长君、少君由此未退，让君子，不敢以尊贵骄人。窦皇后病，失明。文帝幸邯郸圣夫人、尹姬，皆无子。孝文帝崩，孝景帝立，乃封广国为章武侯。长君前死，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。吴楚反时，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瑕自喜，将兵，以军功位为齐侯。窦氏凡3人为侯。窦太后好皇帝，老子言，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独皇帝，老子尊其术。窦太后后孝景帝6岁崩，合葬霸陵。遗诏竟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。王太后，怀里人，母曰臧儿。臧儿者，故燕王臧荼孙也。臧儿嫁为怀里王仲妻，生男曰信，与2女。儿仲死，臧儿更嫁长陵田氏，生男汾慎。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，生1女矣。而臧儿不视之，曰2女皆当贵。因欲其2女，乃夺金氏。金氏怒，不肯与绝，乃内之太子宫。太子幸爱之，生3女1男。男方在生时，王美人梦日入其怀，以告太子。太子曰：此贵真也。未生而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王夫人生男。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而许生4男。景帝为太子时，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。及景帝立妃曰薄皇后。皇后无子无宠。薄太后崩，废薄皇后。景帝长男荣，其母骊姬。骊姬，其人也。立荣为太子。长公主嫖有女，欲与为妃。骊姬妒，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的贵姓，皆过骊姬。骊姬日怨怒，谢长公主，不许。长公主欲与王夫人，王夫人许之。长公主怒，而日谗骊姬短于景帝曰：骊姬与诸贵夫人性机会，常使侍者助拓其背，邪媚道。景帝以故忘之。景帝常体不安，心不乐，属诸子为王者于骊姬，曰：百岁后，善事之骊姬怒，不肯因，言不逊。景帝会，心贤之而未发也。长公主日遇王夫人男之美，景帝亦贤之，又有囊者所梦日服，既未有所定。王夫人知帝忘骊姬，因怒未解，因使人去大臣立骊姬为皇后。大行奏事毕，曰：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今太子母无号，宜立为皇后。景帝怒曰：是儿所宜言邪？遂按诛。大行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。骊姬越悔恨，不得见，以忧死。卒立王夫人为皇后，其男为太子，封皇后兄信为盖侯。景帝崩，太子袭号为皇帝，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，封田汾为武安侯，甚为周阳侯。景帝13男，1男为帝，12男皆为王。而儿许早卒，其4子皆为王。太后长女号日平阳公主，次为南宫公主，次为灵律公主。盖侯性好酒，田汾甚贪，巧于文辞。王仲早死，葬怀里，追尊为共侯，至元义2。
百家。及平原君卒，从田氏葬长陵，至元比贡侯园。而王太后后孝景帝16岁，以元朔4年崩，合葬阳陵。王太后家凡3人为侯。魏皇后字子夫，生为乙。盖其家号曰魏氏，出平阳侯邑。子夫为平阳主欧者。武帝初即位，数岁无子。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10余人，是治家。武帝服罢上孩，因过平阳主，主见所事美人，上服说。既引欧者进，上望讲，独说为子夫。是日，武帝起更衣，子夫是上衣宣中，得幸。上还作欢甚，赐平阳主金千金。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。子夫上车，平阳主抚其背曰：“行矣，强犯，免之。”即跪，无相望。入宫岁余，竟不复信。武帝则宫人不中用者，斥出归之。谓子夫的谏，涕泣请出。上怜之，复信，遂有身。尊宠日隆。召其兄魏长君弟亲卫侍中。而子夫后大幸，有宠，凡生3女1男。男名具。初，上为太子时，娶长公主女为妃，立为帝，妃立为皇后，姓陈氏，无子。上之德。魏嗣，大长公主有立焉，以故陈皇后娇贵。闻魏子夫大幸，会己死者数矣。上悦怒。陈皇后挟妇人媚道，其事颇绝，于是废陈皇后，而立魏子夫为皇后。陈皇后母大长公主，景帝姐也，数让武帝姐平阳公主曰：“帝非我不得立，以而弃。捐无女，依何不自喜而备本乎？”平阳公主曰：“用无子故废尔。”陈皇后求子，与一钱凡9000万，然竟无子。魏子夫以立为皇后，先是魏长君死，乃以魏亲卫将军及胡有功，封为长平侯。亲3子在襁褓中，皆封为列侯。即魏皇后所谓解魏少儿，少儿生子或去病，以军功封冠军。侯号骠骑将军，亲号大将军。立魏皇后子据魏太子。魏氏之属以军功起家，5人为侯。及魏后色衰，召之王夫人姓，有子，谓其王。王夫人早卒。而中山李夫人有宠，有男1人，谓昌邑王。李夫人早卒，其兄李延年以阴姓，号协律。协律者，故畅也。兄弟皆作奸卒。是时其长兄广立为2师将军，伐大宛，不及诛还，而上既以李氏，后怜其家，乃封为海西侯。他箕子2人为燕王、广陵王。其母无宠，以忧死。及李夫人卒，则有隐结于之属，更有宠。然皆以倡谏，非王侯有土之士女，不可以配人主也。楚先生曰：“臣为郎时，问习汉家故事者中离生。曰：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，父谓金王孙。王孙已死，景帝崩后，武帝已立，王太后独在。而韩王孙名燕肃的姓武帝。臣兼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。”武帝曰：“何不早言？”乃使往先视之，在其家。武帝乃自往迎取之。必道，先驱毛骑出横城门，乘于池至长陵。当小士西入里，里门闭。报开门，乘于直入此里，通至京市门外止，使武骑为其宅，谓其往走，身自往取不得也。即使左右群臣入乎求之。家人惊恐，女王匿内中床下，扶持出门，令拜谒。武帝下车，泣曰：“哦，大姐，何藏之身也？”诏复车载之，回车持骸，而直入长乐宫。行诏门者，引疾通到谒太后。
太后曰：帝倦矣，何从来？帝曰：今者至长陵的臣解语句。来故曰：叶太后。太后曰：女某邪？曰：是也。太后谓下契，女亦服的契。武帝奉酒钱未受，俸钱1000万，奴婢300人，公田100顷，甲地以赐解。太后谢曰：魏帝废燕于是召平阳主、南宫主、灵律主3人俱来谒见解，因号曰修成君。有子男1人，女1人。男号为修成子仲，女为诸侯王王后。此2子非刘氏，以故太后怜之。修成子仲骄恣，灵哲利民，皆患苦之。魏子夫立为皇后，后帝为亲自重亲，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。4子，长子抗为侯世子，侯世子长世中，贵姓。其3弟皆封为侯，各迁300户，一曰阴安侯，一2曰发干侯，三曰宜春侯，贵震天下。天下歌之曰：生男无喜，生女无怒，独不见魏子夫霸天下。是时平阳主寡居，当用列侯上主。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，皆言大将军可。主笑曰：此出无家，常使令其从我出入耳，奈何用为夫乎？左右侍御者曰：今大将军解为皇后，3子为侯，富贵震动天下，主何以易之乎？于是主乃许之。言之皇后，令白之武帝，乃召魏将军上平阳公主焉。楚先生曰：丈夫龙变。传曰：蛇化为龙，不辨其文；家化为国，不辨其姓账。夫当时富贵，百恶灭除，光耀荣华，贫贱之时，何足类之哉？武帝时，幸夫人隐婕妤。邢夫人好行娥，众人谓之行和。行和至比中2000石，荣华至比2000石，婕妤至比列侯。常从婕妤迁为皇后。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姓，有诏不得相见。尹夫人自请武帝，原望讲邢夫人，帝许之，即令他夫人侍从御者数10人，为邢夫人来前。尹夫人前见之，曰：此非邢夫人。生也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对曰：是其身貌形状，不足以当人主矣。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依故衣，独身来前。尹夫人望讲之，曰：此真是也。于是乃低头俯而泣，自痛其不如也。晏曰：美女入室，恶女之仇。楚先生曰：玉不避江海，要知去垢；马不避其迹，要知善走；士不避贤士，要知之道；女不避贵种，要知真好。传曰：女无美恶，入室见妒；士无贤不孝，入朝见疾。美女者，恶女之仇，岂不然哉？勾弋夫人姓赵氏，河间人也。的姓武帝，生子1人，昭帝是也。武帝年70，乃生昭帝。昭帝历时年5岁耳。魏太子废后，魏复立太子。而燕王旦上书，原归国入宿卫。武帝怒，力斩其使者于北阙。上居甘泉宫，召画工图画周公复成王也。于是左右群臣之武帝亦欲立少子也。后数日，帝谴责勾弋夫人，夫人脱簪而叩头。帝曰：引迟去，送耶廷狱，夫人还故。帝曰：去行，女不得活。夫人死云阳宫。时暴风扬尘，百姓感伤。使者夜驰棺往葬之，封谥其处。其后帝闲居，问左右曰：人言云何？左右对曰：人言且立其子，何去其母乎？帝曰：然。是非而曹于人所知也。往古国家所以乱也，有主少母壮也。女主独居，骄俭淫乱自恣，莫能尽也。女不闻吕后邪？故诸为武帝生子者，无男女，其母无不
遣死，其可谓非贤圣哉？昭然远见，为后世纪律，故非浅闻于儒之所及也。是谓武，岂虚哉？所引述赞李贵夫妇，亦续乾坤。配阳成化，比岳居尊。河州将熟，天耀垂轩。德者任，四庆刘松元。逮我严厉，思道克存。吕权大宝，斗喜玄言。自兹以将立，必以恩。内无常主，后嗣不凡。史记楚元王世家。楚元王刘交者，高祖之同母少弟也，自由。高祖兄弟4人，长兄伯，伯早卒。使高祖为时，常辟事，时与宾客过聚扫时。扫晏殊，殊与客来，扫降为根进，立府，宾客已故去。已而是府中尚有根，高祖由此怨其。扫及高祖魏帝，封昆帝，而伯子独不得封。太上皇以为言，高祖曰：“某非望封之也，为其母不长者耳。”于是乃封其子姓魏，根协侯，而王赐兄重于代。高祖6年，以秦楚王韩信于陈，乃以弟交为楚王，都彭城。即位23年卒，子仪。王隐立。王务历20年冬，坐魏薄太后服司监，萧东海郡。春，务与吴王合谋反，其相张。上，太傅赵夷无见，不听。务则杀上夷吴，起兵与吴西攻梁，破击毕。至昌邑南，与汉江州亚夫战。汉绝吴楚粮道，士卒击，吴王走，楚王务自杀，军遂降汉。汉以平吴楚，孝景帝欲以得侯子续吴，以元王子李续楚。窦太后曰：“吴王老人也，宜为宗室顺善。今乃首虑七国，纷乱天下，奈何续其后？不许吴，许立楚后。”是。使李为汉宗正，乃拜李为楚王，奉元王宗庙，是为楚文王。文王历3年卒，子安王道立。安王22年卒，子襄王助立。襄王历14年卒，子王纯代立。王纯立的节2年，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，王自杀，国除，入汉魏彭城郡。赵王刘遂者，其父高祖中子，名有，谥曰幽。幽王以幽死，故谓幽。高后。王吕禄于赵1岁而高后崩。大臣朱吕禄等，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。孝文帝即位2年，立遂帝辟强，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，为文王。历13年卒，子哀王弗立。1年卒，无子，绝后，国除，入于汉。遂继王赵26年，孝景帝时作晁错以示萧赵王常山之郡。吴楚反，赵王遂与合谋，起兵。其相见得，内使王汉见，不听，遂烧杀建德。王汉发兵屯其西界，欲待吴与拒。西北使匈奴与联合攻汉，汉使曲州侯立即击之。赵王遂还，城守邯郸，相距7月。吴楚败于梁，不能西。匈奴闻之，亦止，不肯入汉边。栾布自破其骸，乃并兵引水灌赵城。赵城坏，赵王自杀，邯郸遂降。赵幽王绝后。太史公曰：“国之将兴，必有征降，君子用而小人退。国之将亡，贤人隐，乱臣贵。”使楚王务无形生公，遵其言。赵任防与先生，岂有篡杀之谋，为天下戮哉？贤人乎？贤人乎？非只有其内，恶能用之哉？甚矣！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任，臣哉是言也。所引述赞，汉封同姓，楚有令名。既灭韩信，亡于彭城。穆生治理，为孟作成。王务弃德，与吴联兵。
太后命礼，为处罪轻。闻相继立，是挺才英。如何赵岁，待允决。申，兴王之诏，所任遗民。史记经验世家。今王刘贾者，诸刘，不知其何属出起时。汉王元年，还定三秦，刘贾为将军，定塞的，从东极向极。汉4年，汉王之败陈高，北渡河的张耳、韩信军，军修武，深沟高垒，使刘贾将2万人，骑数百，渡白马经入楚的，烧其积聚，以破其业，无以给项王军食，以而楚兵。及刘贾，贾折臂不肯与战，而与彭越相保。汉5年，汉王追项籍至固陵，使刘贾南渡淮为寿春。还至，使人监招楚大司马周婴。周婴反楚，左刘贾举九江，引武王秦步兵，皆会垓下，共击项籍。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，与太尉卢绾西南及临江王共卫。共卫已死，以临江为南郡。汉6年春，会诸侯于陈，废楚王信，求之，分其地为2国。当世时也，高祖子幼，昆地少，又不贤，欲王同姓以正天下，乃诏曰：将军刘贾有功，即则子弟可以为王者。群臣皆曰：立刘贾为荆王，王怀东52城，高祖帝交为楚王，王怀西36城。因立子肥为齐王，始望昆地刘氏也。高祖11年秋，淮南王秦不反，东击荆。荆王贾与战不胜，走复陵，为步军所杀。高祖自击破布。12年，立沛侯刘弼为吴王，王固荆地。燕王刘泽者，诸刘远属也。高帝3年，则为郎中。高帝11年，则以将军及陈豨的王皇，为银陵侯。高后时，其人田申由伐资，以化干银陵侯则大说之，用金200斤为田申寿。田申以得金，即归齐。2年，则使人谓田申曰：夫与以田申如长安，不见则而甲大宅，令其子求是吕后所幸大业者张子清。居数月，田申子请张清陵，清修具。张清许往。田申甚为帐共惧，譬如列侯。张清惊，酒酣，乃凭人说张清曰：臣观诸侯王邸地100余，皆高祖一切功臣。今吕氏雅固本推古高帝救天下，功至大，又亲戚太后之众。太后春秋长，诸吕弱，太后欲立吕产为王，王代。太后又重发之，恐大臣不听。今卿罪幸，大臣所敬，何不讽大臣以闻太后？太后必喜。诸吕以望，万户侯一卿之友。太后心欲之，而卿为内臣，不及发，恐祸及身矣。张清大然之，乃封大臣与太后。太后朝因问大臣，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。太后赐张清千金金，张清以其半与田申。田申福寿，因说之曰：吕产王也，诸大臣为大夫。今银陵侯则诸刘为大将军，独此上绝望。今卿言太后，列10余献王之，彼得王喜去，诸吕王亦故矣。张清入言，太后然之，乃以银陵侯刘泽为琅邪王。琅邪王乃与田申之国。田申劝则即行，无留。出关，太后果使人追止之，以出，即还。及太后崩，琅邪王则乃曰：地少，诸吕用事，刘氏孤弱，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，欲诛诸吕。至梁，闻汉遣冠将军屯荥阳，则还兵备西界，遂跳驱至长安。代王亦从代至。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。
天子乃喜，则谓燕王，乃复以郎邪与其复故地。则王燕2年，薨，是为晋王。传子嘉，为康王。至孙定国，与父康王姬坚，生子男1人，夺第7位姬，与子女3人间。定国有所欲，诛杀陈肥如令尹人，尹人等告定国，定国使业者以他法和捕格杀尹人以灭口。至元朔元年，尹人昆弟父上书具言定国因事，以此发决。诏下公卿皆议曰：定国禽兽行乱，人伦逆天，当诛。上许之。定国自杀，国除魏郡。太史公曰：今王亡也，由汉初定，天下未及，故刘贾虽属书，然以策魏王，田江淮之间。刘则之王，权击吕氏，然刘则卒南面称孤者3世。事发相众，岂不畏尾乎？所引数赞，刘贾出从，守定3秦。既渡白马，遂为寿春。使营秦部，爵监州尹。赏功作事，与楚卫陵。银陵使爵，勋游集臣。田生游说，受赐1000金。权击诸吕，事发荣生。喜封传嗣，王于尹人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。齐悼惠王刘肥者，高祖长树男也。其母外父也，曰曹氏。高祖6年，立肥为齐王。17时辰，诸民能其言者，皆与齐王。齐王，孝惠帝兄也。孝惠帝2年，齐王入朝。惠帝与齐王宴饮，抗礼如家人。吕太后怒，且诛齐王。齐王惧不得脱，乃用其内史勋纪，献陈阳郡，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。吕太后喜，乃得辞救国。悼惠王即位13年，以惠帝6年卒。子相立，是为哀王。哀王元年，孝惠帝崩，吕太后称制，天下事皆决于高后。2年，高后立其兄子立侯。吕台为吕王，割其之己南郡为吕王凤邑。哀王3年，其弟张入宿位于汉，吕太后封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妻之。后4年，封张帝新居为东穆侯，皆宿位长安中。哀王8年，高后割其郎邪郡立银陵侯刘泽为郎邪王。其明年，赵王有入朝，忧死于底。3赵王皆废。高后立诸吕为3王，擅权用事。朱虚侯年20，有气力，愤刘氏不得职，常入待高后宴饮。高后令朱虚侯刘张为酒。立张自请曰：臣江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高后曰：可酒酣。张进饮歌。5以儿曰：请为太后言耕田歌。高后儿子处之，笑曰：故而复之田耳。若生儿，为王子，安知田乎？张曰：臣知之。太后曰：是为我言田。张曰：生耕既种，立苗欲疏，非其种者，租而去之。吕后默然，请之。诸吕有1人罪，王久。张追，拔剑斩之。而还报曰：有王久1人，臣谨刑法斩之。太后左右皆大惊。夜以许其。军法无以罪也。因罢。自是之后，诸吕但诸虚侯，虽大臣皆依诸虚侯。刘氏位亦强。其明年，高后崩。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吕王产为相国，皆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。欲未乱。朱虚侯张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谋，乃使人因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。朱虚侯、东穆侯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因立齐王为帝。齐王既闻此计，乃与其舅父4军、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阴谋发兵。齐相赵平闻之，乃发卒魏王宫。魏博代赵平曰：王欲发兵，非有汉虎符燕也，而襄君为王，故善。
伯请魏军将兵为魏王。赵平信之，乃使魏伯将兵为王公。伯既将兵，使为相府。赵平曰：嗟乎！道家之言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乃是也。遂自杀。于是齐王以4军。魏襄、魏博魏将军，驻武卫内史，西伐国中兵。使驻武东栅郎邪王曰：吕氏作乱，齐王发兵欲西诛之。齐王自以儿子年少，不习兵革之事，原举国为大王。大王自高帝将也，习战事。齐王不敢离兵，使臣请大王信之临资见齐王济事，并将其兵以西平关中之乱郎邪王信之，以为然，持见齐王。齐王与魏博等因留郎邪王，而使驻武进发郎邪国，而并将其兵。郎邪王刘则既见妻，不得反国，乃说齐王曰：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，推本言之。而大王高皇帝是长孙也，当立。今诸大臣胡疑未有所定，而则于刘氏最为长年，大臣故呆则绝迹。今大王刘臣无位也，不如使我入关济事。齐王以为然，乃议具车送郎邪王。郎邪王既行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。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：高帝平定天下，王诸子弟，悼惠王于齐。悼惠王薨，惠帝使刘侯张良立成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。是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，又杀3赵王，灭梁、燕、赵以亡诸吕，分其国为4。忠臣进谏，上或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复，未能治天下，故是大臣诛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劫列侯忠臣，矫治以令天下，宗庙所以为。今寡人率兵入诸部，当为王者。汉闻其发兵而西，襄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。灌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诸吕将兵居关中，欲为刘氏而自立。我今破其害暴，是亦吕氏资也。乃留兵屯荥阳，使欲齐王及诸侯与联合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西取其故济南郡，邑屯兵于其西界，以待曰：吕禄、吕产欲作乱关中，诸虚侯与太尉伯、丞相平等诛之。诸虚侯首先斩吕产，于是太尉伯等乃得尽诛诸吕。而郎邪王亦从其至长安。大臣亦欲立齐王，而郎邪王及大臣曰：齐王母家4军，恶立，虎而观者也。方以吕氏故己乱天下，今又立齐王，是欲复为吕氏也。待王母家薄氏，君子长者，且待王有亲高弟子，于今健在，且最为长。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，而遣诸虚侯以诸吕氏事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在荥阳，闻魏博本教齐王反，祭诸吕氏，罢其兵，使赵则问魏博。博曰：失火之家，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？因退立，鼓战而立，恐不能言者，终无他语。灌将军熟视笑曰：人谓魏博勇，望庸人耳，何能谓乎？乃罢魏博。魏博复以善鼓琴，见秦皇帝。及魏博少时，欲求见其相曹参，家贫无以自通，乃常独早夜扫其相舍人门外。相舍人怪之，以为物，而祀之，得伯。伯曰：原见相君，无因，故谓子扫，欲以求。见于是舍人见伯曹参，因以为舍人，亦为参遇言事，参以为贤，言之其悼惠王。悼惠王召见，则拜为内史。悼惠王得自治2000石。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，
博用事，重于其相。王既罢兵归，而代王来立，是谓孝文帝。孝文帝元年，晋以高后时所割其之陈阳、琅邪、济南郡父与其，而喜琅邪王王晏。亦封诸虚侯、东穆侯各2000户。是岁，齐哀王卒，太子立，是谓文王。齐文王元年，汉以其之陈阳郡立诸虚侯为陈阳王，以其冀北郡立东穆侯为冀北王。2年，冀北王反，汉诛杀之，得入于汉。后2年，孝文帝晋封齐悼惠王子霸君等7人，皆为列侯。齐文王历14年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得入于汉。后1岁，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，齐孝王姜吕以悼惠王子阳虚侯为齐王。故齐别郡竟以王悼惠王子至为冀北王，子辟光为济南王，子贤为淄川王，子养为胶西王，子雄渠为胶东王，与陈阳、齐樊7王。齐孝王11年，吴王毕，楚王误反，兴兵西，告诸侯曰：将诸汉贼陈朝错以安宗庙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皆善发兵因吴楚。欲与齐孝王狐疑，陈守不听。3国兵共为齐。齐王使陆中大夫告于天子。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告齐王，善坚守，无兵精，破吴楚矣。陆中大夫至，3国兵为临淄数众，无从入。3国将结与陆中大夫盟，曰：若反言汉已破矣。其去下3国，不且见图陆中大夫既许之，至城下，望讲齐王，曰：汉已发兵100万，使太尉周亚夫急破吴楚，方引兵救齐，齐必坚守无下。3国将诛陆中大夫。齐初为急，因与3国通谋，曰未定。会闻陆中大夫从汉来，喜，及其大臣乃复劝王。吴下3国，居吴河，汉将栾部、平阳侯等兵至齐，击破3国兵，解其围，以而复闻齐出，与3国有谋，将欲移兵伐齐。齐孝王惧，乃引药自杀。景帝闻之，以为其首善，以破节。有谋，非其罪也，乃立孝王太子受为齐王，是谓义王，续其后。而胶西、胶东、济南、淄川王贤诛灭，得入于汉。喜冀北王王淄川。其义王历22年卒，子赐景历，是谓厉王。其厉王，其母曰冀太后。太后娶其弟冀氏女为厉王后。王不爱冀氏女，太后欲其家，重宠，令其长女冀翁主入王宫，镇其后宫。无令的晋王欲令爱冀氏女，王因与其结温，主奸。其有患者许甲，入侍汉皇太后。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，修成君非刘氏，太后怜之。修成君有女名娥，太后欲嫁之于诸侯，患者甲乃请使其，必令王上书请娥。皇太后喜，使甲之其。是时其人主父衍之甲之使其以娶后世，亦因为甲，即事臣，姓衍衍女元，的充王后宫。甲既至齐，封以此事。冀太后大怒，曰：王有后，后宫具备，且甲其平人，即乃为患者，入侍汉，无不义，乃欲乱吴望家。且主父衍何谓者？乃欲以女充后宫。许甲大穷，还报皇太后曰：王以元上娥，然有一害，恐如燕王者，与其子昆弟奸，星座已死，亡国，故以燕感太后。太后曰：吾父言嫁女其事事尽，询闻于天子。主父衍由此意与其有阙。主父衍方信于天子，用事因言，其临淄10万户，士租1000金，人众殷富，聚于长安。此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忘此。今齐王于亲属一书，
乃从容言吕太后时其欲反。吴楚时孝王己未乱，今闻齐王与其解乱，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其相，且正其事。主父偃既至齐，乃即至王后宫患者为王通于解翁主所者，令其辞政皆引王。王年少，惧大罪，为利所执诛，乃引药自杀，绝无后。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亦出废齐，恐其见疏骨肉，乃上书偃受荆及轻重之短。天子意，既求偃。公孙弘言：齐王以忧死无后，国入汉，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，遂诛偃。齐厉王历5年死，无后，国入于汉。齐悼惠王后上有2国，陈阳及淄川。淄川的比齐。天子怜齐，为悼惠王种元在郡。歌陵淄东还悼惠王种元亦进以与淄川，以奉悼惠王祭祀。陈阳景王章，齐悼惠王子，以诸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，而章身首先斩襄国吕王产于未央宫。孝文帝既立，亦封章2000户，赐金1000斤。孝文2年，以其之陈阳郡立章为陈阳王。历2年卒，子喜立，是为共王。共王8年，喜王淮南。4年，父还望陈阳。凡33年卒，子延立，是为请望。请望20年卒，子义立，是为晋王。晋王9年卒，子武立，是为惠王。惠王11年卒，子顺立，是为荒王。荒王46年卒，子辉立，是为代王。代王8年卒，子景立。至建始3年，15岁，卒。继北王兴居，齐悼惠王子，以东穆侯助大臣诛诸吕，功少。及文帝从代来，兴居曰：请与太仆因入侵公废少地，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。孝文帝2年，以其之冀北郡立兴居为冀北王，与陈阳王俱立。历2年，反。使大臣。诸吕事时，诸虚侯功尤大，许晋以赵帝王诸虚侯，晋以梁帝王东穆侯。及孝文帝立，闻诸虚、东穆之初欲立齐王，故处其功。及2年，王诸子，乃割其2郡以王章、兴居。章、兴居自以失职夺功。章死，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，汉多发兵，使丞相灌婴击之。文帝亲信太原，以为天子自疾胡，遂发兵反于冀北。天子闻之，罢丞相及行兵，皆归长安。使吉仆侯柴将军击破虏冀北王，王自杀，得入于汉，魏郡。后10年，文帝16年，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至为冀北王。11年，吴楚反时，至坚守，不与诸侯合谋。吴楚以平，喜至王淄川。济南王辟光，齐悼惠王子，以乐侯孝文16年为济南王。11年，与吴楚反。汉急，破，杀辟光，以济南为郡，得入于汉。淄川王贤，齐悼惠王子，以武成侯文帝16年为淄川王。11年，与吴楚反，汉急，破，杀贤。天子因喜冀北王至王淄川，至义齐悼惠王子，以安都侯王冀北。淄川王反，无后，乃喜冀北王王淄川。凡历35年卒，是为义王。子建代立，是为晋王。20年卒，子仪代立，是为请望。36年卒，子钟古立，是为司王。28年卒，子上立，是为孝王。5年卒，子恒立，至建始3年，11岁，卒。胶西王养，齐悼惠王子，以昌平侯文帝16年为胶西王。11年，与吴楚反，汉急，破，杀养，得入于汉，为胶西郡。
胶东王熊渠，齐悼惠王子，以白石侯文帝16年为胶东王。11年，与吴楚反，汉击破，杀熊渠，得入于汉，为胶东郡。太史公曰：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，以海内初定，子弟少，积秦之无耻徒风，故大封同姓，以填万民之心。及后分裂，故其礼也。所引数赞，汉矫秦制，数平自强。表海大国，西封齐王。吕后四怒，乃献城阳。哀王四立，其力不量。朱须弑汉，功大策长。东牧受赏，称乱宜鞅。胶东、冀北、熊渠、辟光。其虽七国，忠孝者昌。史记萧襄国世家。萧襄国何者？沛丰人也。以文无害为沛主立院。高祖谓不衣食，何数以立事护高祖。高祖谓廷常，常左右之。高祖以立纣咸阳，立皆送奉前三，何独以五？秦欲使监郡者与从事，常辩之。何乃给泗水促使事。第一，秦欲使欲入言真和，故请得无行。及高祖起为沛公，何常为成都事。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征走金帛财物之服分之，何独先入收秦城乡，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谓汉王，以何为丞相？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。汉王所以据之天下，塞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惧的秦图书也？何进言韩信，汉王以信为大将军，与在淮阴侯事中。汉王引兵东定三秦，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田府预告，使给军食。汉2年，汉王与诸侯击楚，何守关中，是太子，至溧阳。为法令约束，立宗庙社稷公事献议，则奏上，可许以从事；及不及奏上，则以便宜施行，上来以闻。关中事迹户口转曹给军，汉王数师军遁去，何尝兴关中卒，则补缺。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。汉3年，汉王与项羽相聚金所之间，上数使劳苦城乡。鲍生谓丞相曰：王鲍一漏盖，数使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谓君计，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，悉议君所。上必亦信君。于是何从其计？汉王大说。汉5年，既杀项羽，定天下，论功行封。群臣争功，遂于功不绝。高祖以萧何功罪甚，封为赞侯，所食亦多。功臣皆曰：臣等身被兼执锐，多者100余战，少者数十合。功臣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不战，故反居臣等上。何也？高帝曰：诸君知猎乎？曰：知之。知猎狗乎？曰：知之。高帝曰：夫猎追杀受兔者狗也，而发宗指示受畜者人也。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，公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宗指示，公人也。且诸君独以身随我，多者2、3人。今萧何举宗数，10人皆随我，公不可忘也。群臣皆莫敢言。列侯必以受封，即奏位次，皆曰：平阳侯曹参身被70创，功臣略地，功最多。夷第一。上以饶功臣，多封萧何，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，然心欲何第一。关内侯2军。进曰：群臣亦皆误。夫曹参虽有也战略的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。夫上与楚相距5岁。常师君王众，逃生遁者数矣。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非上所诏令召，而数万众会。上之伐绝者数矣。
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均无见粮。萧何转曹关中，给食不乏。陛下虽戍王山东，萧何常权关中以待陛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今虽王曹参等百数，何缺于汉？汉得之不必待以全，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？萧何第一，曹参次之。高祖曰：善。于是乃令萧何次带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上曰：吾闻进贤受上赏。萧何功虽高，得鄂君乃一名。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。侯亦封为安平侯。是日，西封何父子兄弟10余人，皆有10邑，乃一封何2000户，以地偿。昼咸阳时，何送我独营前2也。汉11年，陈豨反，高祖自江至邯郸。魏罢，淮阴侯谋反关中，吕后用萧何计。诛淮阴侯，与在淮阴市中。上以闻淮阴侯诛，使时拜丞相和魏相国，一封5000户，令卒500人，亦都为魏相国尉。诸军皆贺，赵平独调。赵平者，故秦东陵侯。秦破，魏不依。平种瓜于长安城东，瓜美，故世俗谓之东陵瓜，从赵平以为名也。赵平谓相国曰：或自此始矣。上铺路于外而君守于中，非被史实之事而义君封至魏者，以今者淮阴侯心反于中，夷君心矣。夫至魏魏君，非以宠君也。元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加私财佐君，则上心说。襄国从其计，高帝乃大喜。汉12年秋，秦不反，上自将击之，数使时问襄国何谓。襄国谓上在君，乃抚巡免。立百姓，悉以所有佐君，如陈豨时。客有说襄国曰：君灭族不久矣。夫君未为襄国，功第一，可复加哉？然君出入关中，得百姓心10余年矣，皆附君，常父孜孜的民何？上所谓数问君者，为君轻动关中。今君胡不多买田地，见事待以自污？上心乃安。余是襄国从其计，上乃大说。上罢步军归，明道遮行上书，言襄国见强买民田宅数千万。上至，襄国也。上笑曰：夫襄国乃利民，民所上书皆以与襄国。曰：君自谢民襄国，因为民请曰：长安的辖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原令民的入田，无收为禽兽食。上大怒曰：襄国多受假人财物，乃为请无怨。乃下襄国廷尉，谢系之。数日，王位未事，前问曰：襄国何大罪？陛下系之报也。上曰：吾闻李斯相秦皇帝，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与。今襄国多受假数金而为民请无怨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王谓谓曰：夫执事苟有变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，陛下奈何乃夷襄国受假人钱乎？且陛下据楚数岁，陈豨、秦不反，陛下自江而往，当世时，襄国守关中，遥足则关以西，非陛下有也。襄国不以此时为利，今乃立假人之今乎？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，李斯之分过，又何足法哉？陛下何疑？宰相之前也。高帝不义。是日，使持节射出襄国。襄国年老，素恭谨，入图显谢。高帝曰：襄国休矣。襄国为民请愿，吾不许。我不过为桀纣主，而襄国为贤乡。5. 故系襄国，欲令百姓闻无过也。何素不与曹参相能，即合并，孝惠自临视襄国并，因问曰：君及100岁后，谁可代君者？
对曰：知臣莫如主校尉曰：曹参何如？何顿首曰：帝得之矣。臣死不恨矣。何至田宅必居穷处，未家不至园屋？曰：后世贤，师无减；不贤，无为世家所夺。孝惠2年，襄国何卒，是谓文忠侯。后嗣以罪师侯者4世，爵天子折复求和后，封续赞侯，功臣莫得比焉。太史公曰：萧襄国何于秦时为刀比例，碌碌未有其节。及汉兴1日月之末光，和谨守管乐，因民之极法，顺流与之更始。淮阴、秦部等皆以诛灭，而何之勋滥焉？魏官、群臣、申师后世与洪妖、散宜生等争列矣。所引述赞，萧何未立，闻而无害。及左兴王，举宗从沛，关中既守，转书事赖。汉军屡疲，秦兵必会。约法可久，收徒可大。只受发宗，其功实罪。正称化一，居乃非。太既绝宠秦，世经历代。史记曹襄国世家。平阳侯曹参者，沛人也。秦时为沛御苑，而萧何为主力，居县尉豪利矣。高祖为沛公而出其也，参以中捐从。将及胡陵、方宇，攻秦监公军，大破之。冬夏，薛及泗水守军薛郭西，复攻胡陵，取之。喜守方宇，方宇反为魏，击之。封反为魏，攻之。赐爵7大夫。及秦司马军荡东，破之，取荡胡复，其善治。又攻下邑以西。至于及章邯车骑。公元7即抗父，先登。迁为武大夫。北救阿及章邯军，献城，追。至濮阳，攻定陶，取临济。南救雍丘。及李由军，破之，杀李由，虏秦后1人。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，沛公与项羽引而东。楚怀王以沛公为荡郡长，将荡郡兵。于是乃封参为直伯，号曰建成君。迁为七公，属荡郡。其后从攻东郡魏军，破之，城武南。及王离军城阳南，复攻之杠里，大破之，追北。西至开封，及赵奔军，破之，为赵奔开封城中。西及江阳雄军于区域，破之，虏秦司马及御史各1人，迁为直归。从攻阳武，下换元、勾氏，绝河津，还及赵奔军师北，破之。从南攻抽，与南阳守以战阳城郭东，县城，取宛、鲁邑，进定南阳郡。从西攻武关、瑶关，取之。前攻秦军蓝田南，右夜及其北，秦军大破，遂至咸阳，灭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。汉王封参为建成侯。从至汉中，迁为将军。从还定3秦。出攻下汴，故道、雍、台。及张平军于郝志南，破之，为郝志，取壤乡。及3秦军壤东。及高丽，破之，复为张平。张平出郝志走，因及赵奔，内侍保军，破之。东取咸阳，艮，名曰新城。参将兵守紧邻20日，3秦使张平等攻参，参出击，大破之。40邑于宁秦。参以将军引兵为章邯于废丘，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。至河内，下修武，渡为今东。及龙且，向他定陶，破之。东取荡、萧、彭城。及向集军，汉军大败走。参以中尉为取。雍丘。王武反于黄，陈处反于燕，往及，尽破之。祝天侯反于偃氏，又尽破取偃氏。及，羽因于昆阳，追至邺。
还攻武强，因至荥阳。参自汉中尉将军中尉，从及诸侯及项羽。拜，还至荥阳，凡2岁。高祖年，拜为甲左丞相，入屯兵关中。月余，魏王报反，以甲左丞相别与韩信东宫。魏将军孙军东张，大破之。因攻安邑，得魏将望乡。及魏王于曲阳，追至五原，生的。魏王报，取平阳，得魏王母妻子，晋定魏的，凡52城。赐10邑平阳。因从韩信急召。襄国下说军于乌东，大破之，斩下说。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，及陈安军，而令参还为赵别将戚将军于乌城中。戚将军出走，追斩之，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。韩信以破赵，魏襄国，东击齐。参以右丞相属韩信，攻破其立下军，遂取临淄，还定冀北郡。攻者洛阴、平原、溧、卢，以而从韩信及龙且军于上甲密，大破之，斩龙且、虏齐。将军周兰定齐，凡得70余县。的故齐王田广乡田光，其首相许章，及故齐胶东将军田忌。韩信为齐王，引兵一城，与汉王共破项羽，而参留平齐未服者。项籍已死，天下定，汉王为皇帝，韩信袭为楚王，齐为郡。参归汉相应。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，而以参为齐相国。以高祖6年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服，世事勿绝。10邑平阳16030户，号曰平阳侯，除前所10邑。以齐襄国及陈西将张春军，破之。秦不反，参以齐襄国从道惠王将兵车骑12万人，与高祖会及秦部军，大破之。南至齐，还定逐邑，项、萧、刘。参攻，凡下2国，县122，得王2人，乡3人，将军6人，大莫敖郡守、司马、后、御史各1人。孝惠帝元年，除诸侯相国法，更以参为其丞相。参之相齐，其70城。天下初定。道惠王复于春秋，参进召长老诸身，问所以安及百姓，如其故诸如以百数，言人人书。参谓之所定。闻胶西有盖公，善治黄老言，使人后必请之。既见盖公，盖公谓言至道贵，亲近而名自定，推此类具言之。参于是必正堂，舍盖公焉。其志要用黄老术，故相其久。年，齐国安吉，大称贤乡。惠帝2年，萧何卒。参闻之，告舍人去至行，吾将入相。居吴河，使者果召参。参去，属其后相曰：“以其遇事未济，甚勿扰也。”后相曰：“至无大于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不然。夫遇事者，所以并容也。今君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也？吾事以先之。”参始为时，与萧何善，即为江乡，有阙。至何且死，所推贤为参。参代何为汉襄国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亦尊萧何约束。则郡国吏目处于文辞，重厚长者，即召除为丞相使。吏之言文克深，欲务声明者，折斥去之。日夜饮醇酒。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，来者皆欲有言。至者，参折，饮以醇酒，兼之，欲有所言，复饮之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，以为常。相舍后缘尽力舍，力舍日饮歌乎？从吏恶之，无如之何，乃请参游园中，闻吏醉歌。忽从吏信襄国召按之，乃反取酒章作饮，亦歌乎与相应和。参见人之有细过，专掩逆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
参子竹魏中大夫。惠帝怪襄国不治事，以为岂少政语，乃谓竹曰：“若归，是。”司从容问而复曰：“高帝兴弃群臣，帝复于春秋，君未相，日饮，无所请示，何以忧天下乎？然无言无告若也。”竹既喜木归，监视，自从其所见参。参怒而吃竹200，曰：“去入室，天下是非若所当言也。”至朝时，惠帝让参曰：“与竹乎至乎？”乃者我始见君也。参免官谢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？”上曰：“朕乃安敢忘先帝乎？”曰：“陛下官臣能孰与萧何贤？”上曰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纪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尊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惠帝曰：“善。君休矣。”参为汉襄国，出入3年。卒，谥义侯，子竹代侯。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未法，若化。一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，民以宁一。”平阳侯竹，高后10位御史大夫。孝文帝立，免魏侯。历29年卒，是魏晋侯。子齐代侯，历7年卒，是魏简侯。子时代侯，时上平阳公主，生子襄。时病立，归国。历23年卒，是夷侯。子襄代侯。襄上魏长公主，生子宗。历16年卒，是魏共侯。子宗代侯。贞和2年中，宗作太子死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“曹襄国参攻城野战之功，所以能多若此者，以与淮阴侯惧。及信已灭，而列侯成功，唯独参善其民。参为汉襄国，清净极言和道。然百姓离秦之酷后，参与修习，无畏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所引述赞曹参初起，未配豪礼，始从中捐，先为善治，直归直薄，攻城略地，偃氏祭诸，昆阳失位，北秦夏说，东讨田盖，剖服定封，攻吴与二，是欲勿扰，清净部。是上主平阳，代享其礼。史记刘侯世家。刘侯张良者，其先韩人也。大夫开的，襄韩昭侯，宣惠王，襄哀王。复平，襄黎王。悼惠王。悼惠王23年，平卒。卒20岁，秦灭韩。良年少，为宦世韩。韩破，良家同300人，帝死不葬，悉以家财求克赐秦王，为韩报仇，以大富，复武士相韩故。良常学礼淮阳，东见沧海军的力士，为铁锥重120斤。秦皇帝东游，良与客居。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雾中覆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锁天下，求贼甚急，为张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王逆下邳。良常兼从容，不由下邳以上，有一老妇伊贺，至良所，直堕其履以下，故谓良曰：“孺子。”下取履，良愕然，欲殴之。谓其老，强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“履我，良也。”未取履，因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书大惊，遂目之。父去礼所，父还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”后5日平明，与我会此。良因怪之，贵曰：“诺5日平明。”良往。父以先在，怒曰：“与老人齐后，何也？”去曰：“后5日早会，5日鸡鸣。”良往。父又先在，父怒曰：“后何也？”去曰：“后5日复早来5日。”良夜未半往。有庆，父亦来，喜曰：“当如是出一编书，曰：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”
后10年辛13年，孺子见我既北，古城山下黄石及我矣。遂去，无他言，不复见。但日事，其书乃太公兵法也。梁因译之，常习诵读之。居下邳，未任侠。项伯常杀人，从梁逆。后10年，陈涉等起兵，梁亦聚少年100余人。景居自立为楚假王，在留。梁欲往从之，到还沛公。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邳西，遂属焉。沛公拜梁为旧将。梁述以太公兵法，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梁为他人者，皆不审。梁曰：沛公待天授故，遂从之，不去见景居。及沛公之薛，见项梁。项梁立楚怀王。梁乃说项梁曰：君以立楚后，而韩诸公子。衡阳君臣贤，可立为王，亦数党。项梁使梁求韩臣，立以为韩王。以梁为韩生徒，与韩王将1000余人西掠韩的蜀城，秦折复取之，往来为游兵颍川。沛公之从洛阳南出换元，梁引兵从沛公，下韩10余城，击破杨雄军。沛公乃令韩王陈留守杨敌，与梁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关。沛公欲以兵2万人击秦姚下军，梁说曰：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臣闻其将屠者子，甲术亦动以立。原沛公且留避，使人先行，谓5万人拒时，亦为张齐至诸山上，为疑兵，令立时其持重宝弹秦将。秦将果叛，欲连。何惧西袭咸阳，沛公欲听之。梁曰：此独其将欲叛耳，恐士卒不从。不从必为，不如。因其解击之。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北至蓝田，再战，秦兵尽败。遂至咸阳。秦王子婴将沛公。沛公入秦宫，宫室为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见沛公出舍，沛公不听。梁曰：夫秦魏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贼，以缟素为资。今使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。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。原沛公听樊哙言。沛公乃还军霸上。项羽至鸿门下，欲击沛公，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欲与俱去。良曰：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王去不义。乃具以与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未将奈何？良曰：沛公臣欲备项羽邪？沛公曰：邹申教我拒关吴内诸侯，秦的可尽王，故听之。良曰：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？沛公默然良久，曰：故不能也。今未奈何？良乃故要项伯。项伯见沛公。沛公与尹为寿，结宾婚，令项伯拒言沛公不敢备项羽，所以拒关者，备他道也。即见项羽后解，羽在项羽室中。汉元年正月，沛公为汉王，王巴蜀。汉王赐良金100亿，诸2斗，良具以献项伯。汉王亦因令良后夷项伯，使请汉中帝。项王乃许之，遂得汉中帝。汉王之国，良宋至中，遣良归韩。良因说汉王曰：王何不稍绝所过栈道，使天下无孩心，以故项王矣。乃使良孩行，稍绝栈道。良至韩，韩王臣以良从汉王故，项王不遣臣之国，从与俱东。良说项王曰：汉王稍绝栈道，无孩心矣。乃以其王田荣反，书告项王。项王以此无息忧汉心，而发兵北击齐。
项王竟不肯遣韩王，乃以为侯，又杀之彭城。梁王兼行归汉王，汉王亦以还定3秦矣。复以梁为陈姓侯，从东及楚，至彭城，汉败而还。至夏邑，汉王下马拒安而问曰：吾欲捐官以东等弃之，谁可与共攻者？梁进曰：九江王秦布、楚萧江与项王有隙，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的，此2人可及时。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赎大事，当一面。即欲捐之此3人，则楚可破也。汉王乃遣随和说九江王部，而使人连彭越。即魏王报反，使韩信将兵击之，因举燕、代、齐、赵。然促破楚者，此3人力也。张良多病，未尝特将也，常为画策，时从汉王。汉3年，项羽即为汉王荥阳，汉王恐忧，与立时其谋饶楚权。时其曰：袭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；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得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6国之后，使无力追之的。陛下诚能复立6国后世，必以受应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待陛下之德，莫不相封牧邑，原为臣妾。得意以行，陛下难相称霸，楚必敛刃而朝。汉王曰：善。去客应，先生因行配之矣。时其未行，张良从外来也。汉王方时曰：子房前，客有为我既饶楚权者。其以立身与告曰：与子房何如？良曰：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是去矣。汉王曰：何哉？张良对曰：臣请及前助魏大王筹之曰：袭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，度能治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治项籍之死命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依也。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，度能得纣之头也。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二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驴，是箕子之居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表贤者之驴，是智者之门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三也。发据桥之粟，散露台之前，以赐贫穷。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四矣。因事以弊，掩革为宣，道至干戈，复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复用兵。今陛下能掩五行文，不复用兵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五矣。修马华山之阳，是以无所谓。今陛下能修马无所用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阴，以示不复枢机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复枢机乎？曰：未能也。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由是离，其亲戚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的。今复6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之后，天下由是各归事其主，从其亲戚，反其故旧坟墓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为吴强，6国立者复饶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成之？臣用克之。谋，陛下是去矣。汉王辍食土卜，骂曰：庶儒！即败而攻势，令去萧应。汉4年，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，汉王怒。张良说汉王，汉王使梁受齐王信应。禹在淮阴市中。其秋，汉王追楚至阳夏南，战不利而必固陵，诸侯其不至。梁说汉王，汉王用其计，诸侯皆至。禹在项籍市中。汉6年正月，封功臣。
梁未尝有战斗功。高帝曰：运筹策为帐中，决胜千里外。子房公也。自责其3万户。梁曰：使臣起下邳，与上会流，此天已承受陛下。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中，臣原封留足矣，不敢当3万户。乃封张良为留侯，与萧何等俱封。上以封大功臣20余人，其余日夜争功不绝，未得行封。上在洛阳南宫，从复道望，见诸将往往相与作杀中语。上曰：此何语？留侯曰：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上曰：天下属安定，何故反乎？留侯曰：陛下岂不依此属取天下？今陛下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，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君立济公，以天下不足，便封，此属为陛下不能尽封，恐又见以平生过失及诛，故即相聚谋反耳。上乃忧曰：未知奈何？留侯曰：上平生所增，群臣所共之，谁最甚者？上曰：雍齿于我，故数常窘辱我。我欲杀之，为其功多，故不忍。留侯曰：今即先封雍齿以示群臣。群臣见雍齿封，则人人自坚矣。于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齿为10方侯，而即去沉香玉，始定公行封。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雍齿上为侯，我属无患矣。刘敬说高帝曰：都关中上夷之。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洛阳。洛阳东有陈高，西有姚冕、备和、项伊洛，其故亦足视。留侯曰：洛阳虽有此故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也。夫关中左姚韩，右陇蜀、沃也。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3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至诸侯。诸侯安定，和。魏曹宛天下，西给京师，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书。此所谓京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刘敬说是也。于是高帝即日驾，西都关中。留侯从入关。留侯性多病，及到饮不食谷，杜门不出岁余。上欲废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。大臣多见真，未能得坚决者也。吕后恐不知所谓。人或谓吕后曰：留侯善化季家，上信用之。吕后乃使建成侯吕则结留侯，曰：君常为上谋臣，今上欲议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卧乎？留侯曰：使上数在困急之中，信用臣家。今天下安定，以爱欲议太子，骨肉之间，虽臣等100余人何益？吕则强。要曰：为我化计。留侯曰：此难以口舌真也。故上有不能治者，天下有4人。4人者年老矣，皆以为上慢5人，故逃匿山中，亦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4人。今功臣能无？爱今欲必薄，令太子魏书，卑辞安车，因使便是故请宜来。来，以为客，时时从入朝。令上见之，则必议而问之。问之，上知此4人贤，则宜助也。于是吕后令吕则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，迎此4人。4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汉11年，秦不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将往击之。4人相谓曰：凡来者，将以存。太子将兵，是为矣。乃说建成侯曰：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位不议太子，无功还，则从此受祸矣。且太子所与具诸将，皆常与上定天下萧将也。今使太子降之，此无益。使阳江郎也，皆不肯为尽力，其无功必矣。臣闻母爱者子报，今戚夫人日夜待遇。
赵王如意常报居前，上曰：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之上，民乎其待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？即请吕后陈监卫上弃言，秦部天下猛将也，善用兵，今诸将皆陛下故等疑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意使阳江郎，莫肯未用，且时不闻之，则古行而息耳。上虽病，强载资车，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。上虽苦，为妻子自强。于是吕则立业见吕后，吕后陈监卫上泣涕而言，如似人意。上曰：吾为庶子，故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于是上自将兵而东，群臣居首，皆送至霸上。刘侯病，自强起，至曲游，见上曰：臣宜从，并审楚人飘疾，原上无与楚人争锋。因说上曰：令太子为将军，兼关中兵。上曰：子房虽病，强卧而复太子。是时叔孙通为太傅，刘侯行少傅事。汉12年，上从击破步军归，及益胜，越欲议太子。刘侯见，不听，因疾不事事。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，以死争太子。上想许之，犹豫议之。及宴置酒，太子侍4人。从太子，年皆80有余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。上怪之，问曰：彼何谓者？4人前对，各言名姓，曰东元公、角李先生、启礼记、下皇公。上乃大惊，曰：吾求公数岁，公辟讨我，今公何自从吾而游乎？4人皆曰：陛下轻视善骂，臣等亦不受辱，故恐而亡逆。窃闻太子为人仁孝，恭敬爱事，天下莫不严谨欲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耳。上曰：凡公信促调护太子。4人未受以毕，驱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4人者曰：我欲议之，彼4人辅之，语意已成，难动矣。吕后争而主矣。戚夫人泣，上曰：为我楚武，吾未若楚歌。歌曰：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与何以就？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曾角，上安所失？歌数阙，戚夫人须息流涕，上起去，罢酒。竟不议太子者，刘侯本招此4人之力也。刘侯从上及代，出其骑马邑下，极力萧何相国，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重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着。刘侯乃称曰：家事相韩，及韩灭，不爱万金之资，为韩报仇强秦。天下震动。今以3寸舌为帝者师，封万户，为列侯，此不一之极，余良足矣。元气人监视欲从赤松子游耳，乃学辟谷，道隐轻身。会高帝崩，吕后得刘侯，乃强食之。曰：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？刘侯不得已，强听而食。后8年卒，是谓文成侯。子不宜代侯。子房使所见下邳夷上老父与太公书者，后13年从高帝过冀北，果见古城山下黄石，取而保祠之。刘侯死，并葬黄石。每上冢服蜡，祠黄石。刘侯不疑，孝文帝5年作不敬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学者多言无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刘侯所见老父与书，亦可怪矣。高祖离困者数矣，而刘侯常有功立焉，其可谓非天乎？上曰：夫运筹家为帐之中，决胜千里外，无不如子房。予以为其人既魁梧其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盖孔子曰：以貌取人，师之子与刘侯亦云。所引数赞，刘侯倜傥，志怀愤惋。5代相韩，一朝归汉。
尽履衣甲，运筹神算。衡阳既立，申屠作汉。霸上弗为，故临晋乱。人称三杰，便推八难。赤松原由，白居南。半皆比雄略，曾非魁岸。史记陈城乡世家。陈城乡贫者，养5户有乡人也。少时家贫，好读书，有田30亩，独与兄伯居。伯常耕田，纵平始游学。平为人常美色。人或谓陈平曰：“平何时而肥若是？其嫂及平。”知不世家生产，曰：“一时康和耳。有书如此，不如无有。”伯闻之，逐其父而弃之。及平常，可娶妻，妇人莫肯与者，贫者平亦耻之。久之，户有妇人有张妇，张妇女。孙武嫁而夫者死，人莫敢娶。平欲得之，邑中有丧，平是丧，以先往后罢为助。张父既见之丧所，独是委平，平亦已故后去。父随平至其家，家乃富郭穷巷，以避袭卫门。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。张父归，谓其子仲曰：“吾欲以女孙与陈平。”张仲曰：“平不事事，宜县中尽孝其所谓，独奈何与女乎？”父曰：“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常贫贱者乎？卒与女。”谓平，乃假代婢以聘，与酒肉之资以内附。父戒其孙曰：“吾以平，故世人不谨。是兄伯如是父，是嫂如母。”平既娶张氏女，积用一饶，犹到日广。礼中舍，平未宰，分肉食甚均。父老曰：“善。”臣孺子之为宰。平曰：“嗟乎！使平的宰天下，亦如是肉矣。”臣设起而王臣，使周氏略定魏的，立魏就魏魏王，与秦军相攻于临济。臣平故以前，谢其兄伯，从少年往事魏王救于临济。魏王以为太仆，说魏王不听，人或缠之，臣平亡去。久之，项羽略的至河上，陈平往归之，从入破秦，赐平爵卿。项羽之东王彭城也。汉王还定3秦而东，因王反楚。项羽乃以平魏信5军，将魏王就克在楚者以往，即将因王而还。项王使项汉败平魏都尉，赐金20亿。居吴河，汉王攻下殷。项王怒，将诛定。殷者将立。陈平拒诛，乃封其金与印，使归项王，而平身兼行帐见王。渡河，传人见。其美丈夫独行，疑其王将，要中当有金玉宝器，目之，欲杀平。平恐，乃解衣裸而左刺。传人知其无有，乃至。平遂至修武将汉，因为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召入。是时万石军分为汉王中捐，受平。夜入见平。平等7人俱进，赐食。王曰：“罢。”就舍以平曰：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。”于是汉王与而说之，问曰：“子之居楚何官？”曰：“魏都尉。”是日乃拜平魏都尉，使魏参臣，典护军。诸将进患，曰：“大王1日的楚之王卒，谓之其高下，而及与同宰，反使监护军长者。”汉王闻之，欲议信平，遂与东伐项王。至彭城，为楚所败，引而还，收散兵至荥阳，以平魏雅江，属于韩王信，军广武。将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：“平虽美丈夫，如冠玉耳，其中未必有也。”臣闻平居家时，道其嫂，是魏不容，王归楚，归楚不忠，又王归汉。今日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平受诸将金，今多者得善处，今少者得恶处。平
反复乱臣也。元王察之，汉王疑之，诏让谓吴之。吴之曰：臣所言者，能也；陛下所问者，行也。今有委身，效己之，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术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楚汉相距，臣尽其谋之事，故其继承足以立国家不尔。且道扫受今又何足疑乎？汉王诏让平曰：先生是谓不忠，遂释楚而去。今又从无由，信者故多心乎？平曰：臣是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事项王。项王不能信人，其所仁爱，非诸相及妻之昆弟，虽有其事不能用，平乃去楚。闻汉王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。臣裸身来，不受金吾以为资。臣计划有可采者，大王用之，使无可用者，今俱在，请封书官，得请骸骨。汉王乃谢，后赐，拜为护军中尉，进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其后，楚急公绝汉甬道，为汉王于荥阳城。久之，汉王患之，请割荥阳以息以和。项王不听。汉王谓陈平曰：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陈平曰：项王为人，恭敬爱人，视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。至于行公决议，重之，是亦以此不复。今大王慢而少礼，是廉洁者不来；然大王能饶人以决议，是之顽钝势力无耻者亦多归汉。臣各去其两段，袭其两长，天下指挥则定矣。然大王自侮人，不能得廉洁之事，故楚有可乱者，比项王。古耿之臣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婴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臣能出捐数万金金，行反奸其君臣，以移其心。项王为人义既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应举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汉王以为然，乃出黄金4万斤与陈平，自所谓，不问其出入。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而终不得列。得而亡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。项羽果亦不信钟离等。项王既疑之，使至汉。汉王谓太牢惧，举进。见楚使，即降金曰：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。复驰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楚使归，具以报项王。项王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急攻下荥阳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怒曰：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谓之。元请骸骨归。归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陈平乃夜出女子2000人荥阳城东门，楚因击之。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，遂入关，收散兵赴东。其明年，淮阴侯破齐，自立为齐王，使言之汉王。汉王大怒而骂陈平灭汉王。汉王亦恶，乃后遇其使，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。封平以护有乡，用其计策，卒灭楚。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。汉6年，仍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。高帝问诸将，诸将曰：即发兵坑庶子而高。帝默然。问陈平，平故辞谢，曰：诸将云何？上具告之。陈平曰：人之上书言信，反有知之者乎？曰：未有。曰：信知之乎？曰：不知。陈平曰：陛下今兵属与楚。上曰：不能过。平曰：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？上曰：莫及也。平曰：今兵不如楚今，而将不能及，而举兵攻之，是去之战也，切未必。下为之。上曰：未之奈何？平曰：
古者天子巡狩，会诸侯。南方有云梦，陛下。帝出谓游云梦，会诸侯于城。臣处之西界，幸闻天子以好出游，其事必无事而交营业。业而陛下应勤之，此特一立事之事耳。高帝以为然，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吴江。南游云梦，上应随以行。行未至城，楚王信果交营道中。高帝欲拒武士，见信至，急直付之，载后车。信呼曰：“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”高帝故谓信曰：“若无声，而反，民矣。”武士反皆之。遂会诸侯于城，尽定楚地。还至洛阳，设信以为淮阴侯，而与功臣剖符定封。于是与平剖符，事不备本矣。乃复赏魏无之。其明年，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，卒至平城，谓匈奴所为，7日不得食。高帝用陈平其计，使单于恶事，为以得开。高帝既出，其计必是莫得闻。高帝难过屈逆，上其城，望讲其屋事甚大，曰：“壮哉县！吾行天下，独见洛阳与。”是耳。故问御史曰：“屈逆户口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使秦13万余户，兼者兵数起，多。王逆今见5000户。”于是乃诏御史，更以陈平为屈逆侯，尽食之，除前所食户有。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城西及秦部。凡6出其计，折翼翼；凡6一封，其计或颇密，是莫能闻也。高帝从破布军还，并创徐行至长安。燕王卢绾反，上使樊哙以襄国将兵攻之。既行，仍有短恶怪者。高帝怒曰：“怪见无病，乃计我死也。”用陈平谋而召将侯周伯寿。赵床下曰：“陈平即持船载伯带怪将，平至军中，即斩怪头。2人既受诏，持船未至。君行计之曰：‘樊哙，帝之故人也，功多，且又乃吕后弟吕须之夫，有亲且贵，帝矣。愤怒故欲斩之，则恐后悔。宁求而至上，上自诛之。谓至君，未谈，以节召樊哙。哙受诏，即反皆载舰车，传诣长安，而令将侯伯带将兵定宴返县。平行闻高帝崩，平恐吕太后及吕须谗怒，乃持船先去。逢使者召平与灌婴屯于荥阳。平受诏，立复持至宫，哭甚哀，因奏事丧前。吕太后哀之，曰：“君劳，出休矣。”平为谗之咎，因故请得宿卫中。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曰：“复教孝惠事后吕须谗乃不得行。樊哙至，则赦父决议。”孝惠第6年，襄国曹参卒，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王陵者，故沛人，始为县豪，高祖为时，兄是陵。陵少文，任气，好直言。及高祖起沛，入至咸阳，陵亦自聚党数千人，居南阳，不肯从沛公。及汉王之还公项籍，陵乃以兵属汉。项羽取陵母至军中，陵使至，则东乡作陵母，欲以昭陵。陵母祭司送使者，泣曰：“为老妾与陵，仅是汉王。汉王长者也，吾以老妾故，持2心。妾以死送使者，遂伏剑而死。”项王怒，烹陵母。陵卒从汉王定天下，以善雍齿，高帝之仇。而陵本无意从高帝，以故晚封，为安国侯。安国侯继位右丞相2岁，孝惠帝崩。高后欲立诸吕为王，问王陵，王陵曰：“不可。”问陈平，陈平曰：“可。”吕太后怒，乃降迁陵为帝太傅，时不用陵。陵怒，谢。
即免，杜门禁不朝请，7年而卒。灵芝免丞相，吕太后乃喜嫔为右丞相，以辟阳侯沈时齐为左丞相。左丞相不至，常给事于中。时齐亦沛人。汉王之拜彭城西，楚取太上皇，吕后未职，时齐已舍。人是吕后。其后从破相即魏侯，幸于吕太后。即魏襄、居中，百官皆因爵士。吕须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直樊怪，数谗曰：陈平为相非志士，日饮醇酒，戏妇女。陈平闻，日益甚。吕太后闻之，思独喜。面指吕须于陈平曰：彼语约而妇人口，不可用，故君与我何如耳？吾谓吕须之谗也。吕太后立诸吕魏王，陈平未听之。及吕太后崩，平与太尉伯合谋，促诛诸吕，立孝文皇帝。陈平本谋也。沈时齐免相。孝文帝立，以为太尉伯亲以兵诛吕氏，功多。陈平欲让伯尊位，乃谢病。孝文帝出，立，怪平病，问之。平曰：高祖时，伯功不如陈平；及诛诸吕，陈功亦不如伯。原矣。右丞相让伯。于是孝文帝乃以将侯伯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；平喜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。赐平金千金，一封3000户。居请之。孝文皇帝既一名袭国家事，朝而问右丞相伯曰：天下1岁爵誉几何？伯谢曰：不知。问天下1岁钱谷出入几何？伯又谢不知。汉初瞻备，愧不能对。于是上议问左丞相平。平曰：有主者。上曰：主者为谁？平曰：陛下即。问爵誉，则廷尉；问钱谷，则治粟内史。上曰：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平谢曰：主臣。陛下不知其奴下，使呆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左天子理阴阳，顺40。下御万物之宜，外政府4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孝文帝乃臣闪。右丞相大惭，出而让陈平曰：君独不速教我对。陈平笑曰：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邪？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，君欲强对邪？于是将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。居请之。将侯谢病请免乡，陈平专为议丞相。孝文帝2年，丞相陈平卒，是为献侯。子贡侯买代侯。2年卒，子简侯徽代侯。13年卒，子和代侯。23年，和作掠人妻，弃市，国除。使陈平曰：我多阴谋，是道家之所禁。吾事即废，亦终不能复起，已无多因祸也。然其后曾孙成长以为是亲贵戚，原的续封陈氏，然终不得。太史公曰：陈丞相平少时，本好皇帝，老子之术。方其割肉祖上之时，其意故亦远矣。亲策扰攘楚魏之间，促归高帝。常出其计，就分纠之难，正国家之患。及吕后时，事多故矣。然平静自托，定宗庙，以容民中，称贤相，其不善始善终哉？非之谋孰能当？此者乎？所引数赞，屈逆穷相，门多长者。宰肉先君，左丧后霸。魏楚更用，复兴难甲。弃印封金，四传漏裸。兼行归汉，委直麾下。淫阳既权，平臣为解。推临让伯，头多义。卦。应变合权，克定宗社。史记将侯周勃世家。将侯周勃者，沛人也。其先卷人，喜沛。伯以之薄躯未生，常为人吹箫给丧事，才官隐强。
高祖之为沛公初起，伯以中捐从攻胡陵，下方羽。方羽反，羽战，却是攻封。及秦军荡东，还军留吉萧，复攻荡，破之。下邑，先登，赐爵武大夫。公蒙于取之。及章邯车骑殿，定魏帝。公元期，东明，以往智利，取之。公聂桑，先登。及秦军，阿夏，破之。追至濮阳，下征城。公都关，定陶，袭取宛渠，得丹复令。夜袭取临济。公张以前置卷，破之。及李由军雍丘下。公开封，先至城下未多。后章邯破杀项梁。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党。自初起沛还至党，1岁2月。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，为党郡长。沛公拜伯为虎贲令，以令从沛公定魏帝。公东郡尉于成武，破之。及王离军，破之。公长射，先登。公引阳、勾氏绝河津。及赵奔军师北。南攻南阳守邑，破武关、姚关。破秦军于蓝田，至咸阳，灭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伯爵为威武侯。从入汉中，拜为将军。还定3秦。至秦，赐10邑怀德。公怀礼，好治，罪。及赵奔，内史保于咸阳，罪。北宫妻。及张平。姚养军。西定迁。还下梅、平阳。为章邯废丘。破西城。及道八军，破之。公上归。东守姚关。转及项籍。公屈逆，罪。还守敖仓，追项籍。及已死，因东定楚的4东海郡，凡得22县。还守洛阳、溧阳，赐与尹侯共10钟离。以将军从高地反者，燕王臧荼，破之邑下。所将卒当持道未多。赐爵列侯，剖服侍事务爵。时将8180户，号将侯。以将军从高地及反韩王信于代，将下获人。以前至武泉，及胡骑，破之武泉北。转。攻韩信军同堤，破之。还将太原6城。及韩信胡骑晋阳下，破之，下晋阳。后及韩信军于沙石，破之，追北80里。还攻楼烦3城，因及胡骑平城下，所将卒当持道未多。伯迁为太尉。及陈豨，图马邑。所将卒斩西将军陈马止。及韩信、陈豨、赵立军于楼烦，破之。得西将宋罪，雁门守混。因转攻的云中守、丞相击4将勋。定雁门郡17县，云中郡12县。因复及西陵丘，破之，斩西。得西丞相陈纵、将军陈武，都尉高4。定代郡9县。燕王卢绾反，伯以襄国代樊怪将，及夏季，的宛大将弟，丞相衍，守行，太尉若。御史大夫师，屠浑都。破宛军上兰，复击破宛军举阳。追至长城，定上谷12县，右北平16县，辽西、辽东29县，渔阳22县。遂从高地的襄国1人，丞相2人。将军2010各3人，别破军2，下城3，定郡5，县79，的丞相、大将各1人。伯为人慕强敦厚，高帝以为可属大事。伯不好文学，每召诸生说事，东相坐而责之。去谓我与其追少文如此。伯既定宴而归，高祖已崩矣，以列侯事孝惠。孝惠第6年，至太尉官，以伯为太尉。10岁，
高后崩。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，吕产以吕王为汉襄国，秉汉权，欲为刘氏。伯为太尉，不得入军门。陈平为丞相，不得任。是。于是伯与平谋，促诛吕而立孝文皇帝。其语在吕后，孝文侍中。文帝既立，以伯为右丞相，赐金5000斤，10亿万户。居月余，人或说伯曰：“君既诛吕，立代王，威震天下，而君受厚赏，处尊位，以宠，久之即祸及身矣。”伯惧，亦自为，乃谢请归相应。上许之。遂于丞相平卒，上复以伯为丞相。10余月，上曰：“前日吴赵列侯救国，或未能行，丞相无所重，其率先之，乃免相救国。”遂于美河东守卫行县治将，将侯伯自谓恐诛，常备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之。其后，仍有上书告伯欲反，下廷尉。廷尉下其事长安，逮捕伯治之。伯恐，不知致辞，力稍轻，辱之。伯以千金与玉立，玉立乃书读备视之，曰：“以公主为证。”公主者，孝文帝女也。伯太子慎之上之，故玉立教引为证。伯之一封受赐，竟以与薄昭。及细疾，薄昭未言。薄太后，太后亦以为无反事。文帝朝，太后以茂序提文帝，曰：“将侯晚皇帝喜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。今居一小县，故欲反邪？”文帝既见将侯御辞，乃谢曰：“立方。”宴而出之。于是使持节射将侯，复决议。将侯既出，曰：“吾常将100万军，然安之？欲立之贵乎？”将侯复救国。孝文帝11年卒，是为武侯。子慎之代侯。6岁，上公主，不相中，作杀人，国除。爵1岁，文帝乃择将侯伯子贤者河内守亚夫，封为条侯，续将侯后。条侯亚夫自谓侯为河内守时，许父相之，曰：“君后3岁而侯。”侯8岁为将相持。国秉，贵重邑，于人臣无两。其后9岁而君饿死。亚夫笑曰：“臣之兄以代父侯矣。有如卒，子当代，亚夫何说侯乎？然既以贵如父言，又何说饿死？只是我。”许父止其口曰：“有从里入口，此饿死法也。居3岁，其兄将侯慎之有罪。孝文帝则将侯子贤者，皆推亚夫，乃封亚夫为条侯，续将侯后。文帝之后6年，匈奴大入边。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；助资侯徐立为将军，军棘门；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；以备胡。上自劳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其宋营。以而知细柳军，军士立备甲，锐兵刃，构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。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：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居无何，上至，又不得入。”于是上乃使持节召将军，无欲入劳军雅。夫乃传言开闭门。闭门侍立卫从属车骑曰：“将军曰：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配徐行。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衣曰：“借纣之事不败，请以军礼见天子。”未动，改容。是车，使人称谢。皇帝尽劳将军成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！此真将军矣。囊者霸上，及门军，弱而细耳，其将故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邪？称善者久之。月余，3军皆罢。
乃拜亚夫为中尉。孝闻且崩时，戒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。”闻帝崩，拜亚夫为车骑将军。孝景3年，吴楚反，亚夫以中尉为太尉，东击吴楚。因自请上曰：“楚兵剽侵，难与争锋。原以粮委之，绝其粮道，乃可治。”上许之。太尉既会兵迎阳，吴方攻梁，梁急，请救。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，申壁而守。梁日，使请太尉，太尉守便宜，不肯往。梁上书言景帝，景帝使召救梁。太尉不奉诏，坚必不出，而使轻骑兵攻高侯等绝吴楚兵后10道。吴兵伐梁，击数欲挑战，终不出。夜，军中惊，内相攻击扰乱，至于太尉帐下。太尉终卧不起，请之，复定。后吴奔避东南。邹太尉使备西北，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吴兵既恶，乃引而去。太尉出精兵，追击，大破之。吴王必弃其军，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，保于江南丹徒。汉兵因乘胜，遂尽虏之，降其兵，购吴王千金。月余，越人斩吴王头以告。樊乡攻守3月，而吴楚破平。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事。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隙。归，复置太尉官。5岁，迁为丞相，景帝甚重之。景帝废立太子，丞相故争之，不得。景帝由此疏之。而梁孝王每朝，常与太后言调侯之短。窦太后曰：“皇后兄王信可侯也。”景帝让曰：“使南皮、张武侯先帝不侯，即臣。即位乃侯之，信未得封也。”窦太后曰：“人主各以实行耳。”自窦长君在时，竟不得侯。死后乃其子彭祖固得侯。吾甚恨之。帝去侯信也。景帝曰：“请得与丞相议之。”丞相议之，亚夫曰：“高皇帝曰：非刘氏不得望，非有功不得侯。不如曰：天下共击之。今信虽皇后兄，无功，侯之，非曰也。”景帝默然而止。其后匈奴王徐卢等5人将，景帝欲侯之以劝后。丞相亚夫曰：“彼备其主将陛下。陛下侯之，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？”景帝曰：“丞相亦不可用，乃西封徐卢等位列侯。”亚夫因谢病。景帝中3年，以病免相，请之。景帝居禁中，召调侯，赐食。独治大字，无切肉，又不治濯。调侯心不平，故谓上席取濯。景帝视而笑曰：“此不足君所乎？”调侯免官谢。上起，调侯因驱出。景帝以目送之，曰：“此样样者，非少主臣也。”居无何，调侯子为父买公关上方甲笋500倍，可以葬者。取雍苦之，不与钱。雍之其到买献官器，怒而上便告子，是连诬调侯。书记文上，上下立。立不责调侯，调侯不对。景帝骂之曰：“吾不用也，诏议廷尉。”廷尉则曰：“君侯欲反邪？”亚夫曰：“臣所买器，乃葬器也，何谓反邪？”立曰：“君侯纵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而立亲之。”亦急。初，立捕调侯，调侯欲自杀，夫人止之，已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。因不15日，呕血而死。国除。爵1岁，景帝乃更封将侯伯他子坚为平曲侯，续将侯后。19年卒，是为共侯。子建德代侯13年，为太子太傅。作纣经不善，元鼎5年，有罪，国除。调侯果饿死。
死后，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。太史公曰：将侯周勃使谓不一时，彼仆人也，才能不过樊庸。即从高祖定天下，在江襄卫、诸吕欲作乱，勃匡国家难，复之乎郑。虽伊尹、周公，何以加哉？亚夫之用兵，持威重，执坚韧，攘居何有加焉？足己而不学，守节不训，终以穷困。悲夫！所引数赞，将侯左汉，直后敦笃。使及荡东，亦为师北。所攻必取，所讨贤客。陈豨伏诛，臧荼破国。世居宋往，推公福德。列侯孩弟，太尉下狱。继相调侯，少封平区。袭灾咸江，父子代辱。史记梁孝王世家。梁孝王武者，孝文皇弟子也，而与孝景帝同母。母窦太后也。孝文帝凡四男，长子曰太子，是为孝景帝，就 L5，次子参，次子慎。孝文帝即位2年，以武为代王，以参为太原王，以慎为梁王。2岁，徙代王为淮阳王，以代晋与太原王，号曰代王。参历17年，孝文后2年卒，是为孝王。子登嗣立，是为代共王。历29年，元光2年卒，子义立，是为代王。19年，汉广官，以常山为县，而徙代王。王清和。清和王徙以元鼎3年也。初，武为淮阳王10年，而梁王甚卒，是为梁怀王。怀王最少子，爱信义于他子。其明年，徙淮阳王武为梁王。梁王之初王梁，孝文帝之12年也。梁王自出王通历以11年矣。梁王14年，入朝。17年、18年，彼年入朝，留，其明年，乃知国。21年，入朝。22年，孝文帝崩。24年，入朝。25年，复入朝。是时尚未至太子也。上与梁王宴饮，常从容言曰：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。虽知非至言，然心内喜。太后亦然。其春，吴楚齐赵七国反。吴楚先及梁击毕，杀数万人。梁孝王臣守睢阳，而使韩安国、张宇等为大将军，以拒吴楚。吴楚以梁为县，不敢过而西，与太尉亚夫等相拒3月。吴楚破，而梁所破杀掳掠与汉中分。明年，汉立太子。其后梁最轻，有功，又为大国，居天下高于地。的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40余城，皆多大县。孝王窦太后少子也，爱之，赏赐不可胜道。于是孝王筑东苑，方300余里，广睢阳城70里。大至宫室，为依附道，自宫连属于平台30余里。的赐天子旌旗，出从千，乘万骑。东西持列，拟于天子。出言，入严谨。招言四方豪杰，自山以东游说之事。莫不必至，其人杨慎、公孙轨、邹阳之属。公孙轨多其邪计，出见王，赐千金，官至中尉。梁号之曰公孙将军。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10万，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珠玉宝器多于京师。29年10月，梁孝王入朝。景帝使持节臣于驷马，迎梁王于关下。既朝，上书。因留，以太后亲顾。王入则是景帝同辇，出则同车游猎，设禽兽上林中。梁之侍中、郎业者即引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宦官无异。11月，上废立太子。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。
大臣及元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。窦太后一革，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位嗣事有此，以示密，是莫之，乃辞归国。其下4月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。梁王愿元盎及一臣，乃与杨慎、公孙轨之属阴使人，刺杀元盎及他一臣10余人，逐其贼，未得也。于是天子议梁王，逐贼，果梁使之，乃遣使官盖相望于道，复按梁，捕公孙轨、杨慎。公孙轨、杨慎逆王后宫，使者则2010级。梁相宣丘报及内史韩安国进见王，王乃令慎、轨皆自杀，出之。上有此愿望于梁王。梁王恐，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，然后的事。上怒稍解，因上书请朝。既至关，毛兰说王，使臣步车从两骑入，逆于长公主园。汉使使迎王，王已入关，车骑进居外，不知王处。太后泣曰：“帝杀无子，景帝忧恐。”于是梁王府府执于阙下，谢罪。然后太后、景帝大喜，相弃，复如故。西赵王从关，入关。然景帝亦书王，不同车辇矣。35年冬，复朝。上书欲留，上弗许。归国，亦呼呼不乐。北列梁山，有献牛，卒出备上，孝王恶之。6月中，病热，6日卒，谥曰孝王。孝王慈孝，每闻太后病，口不能食，居不安寝，常欲留长安侍太后。太后亦爱之。及闻梁王薨，窦太后哭极哀，不食，曰：“帝果杀无子。”景帝哀惧，不知所谓。语长。公主继之，乃分梁为5国，尽立孝王男5人为王，女5人皆食汤沐邑。于是奏之太后。太后乃说，为帝加1餐。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，是为贡王，子名为济川王，子彭蠡为济东王，子定为山阳王，子不是为济阴王。孝王未死时，才以巨万计，不可胜数。即死，葬府于黄金上40余万金，他才误称是。梁共王3年，景帝崩。共王历7年卒，子相立，是为平王。梁平王相14年，母曰陈太后。共王母曰李太后。李太后，亲平王之大母也。而平王之后姓任，曰任王后。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乡。初，孝王在时，有雷尊，执千金。孝王戒后世，善保雷尊，无得以与人。任王后闻而欲得雷尊。平王大母李太后曰：“先望。”有命，无得以雷尊与人。他物虽百巨万，犹自也。任王后绝欲得之。平王相指使人开府取雷尊，赐任王后。李太后大怒，汉使者来，欲自言。平王相及任王后遮止，闭门。李太后与真门，错止，遂不得见汉使者。李太后亦私与时官长及郎中尹霸等事通乱。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封止李太后。李太后内有淫行，亦矣。后病薨。病时，任后未长，请病薨，又不持丧。元朔中，虽阳人类暗反者，仍有辱其父，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。太守客出下车，类暗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。淮阳太守怒，以让粮2000石。2000石以下求反甚急，直反清。7. 反之国因事，乃上便士，具告之王与大母真尊状。时丞相以下见之，欲以商量常。立其书闻天子。天子下立宴问，有之。公卿请废相位数人。天子曰：李太后有淫行，而梁王相无良师父，故献不义。
乃萧梁8臣，萧任王后守于室。梁于上有10臣。襄历39年卒，是魏平王。子无伤立为梁王也。济川王名者，梁孝王子，以桓义侯孝景中6年为济川王。7岁，坐射杀其中尉汉。有司请诛，天子弗忍诛，废名魏庶人。迁房陵，得入于汉魏郡。济东王彭蠡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济东王。29年，彭蠡交汉，无人君。李昏穆司与其奴，王命少年数10人行剽杀人，取财物以为好。所杀发掘者100余人，国皆知之，莫敢夜行。所杀者子尚书言。汉有司请诛，上不忍，废以为庶人，迁上庸的。入于汉，为大和郡。山阳哀王定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山阳王。9年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山阳郡。济阴哀王不侍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济阴王。1岁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济阴郡。太史公曰：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，王高于之的，然惠汉家隆盛，百姓殷富，故能执其财货，广公事，车服拟于天子。然亦见矣。楚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闻之于宫殿中老郎立好事者称道之也，窃以为令梁孝王愿望。欲为不善者，是从终身。今太后女主也，以爱少子故，欲令梁王为太子。大臣不识，正言其不可状，阿义至小，私说亦以受赏赐，非忠臣也。其如为其侯窦婴之正言也，何以有后祸？景帝与王晏见，是太后饮。景帝曰：千秋万岁之后，传王太后喜说。窦因在前，据的言曰：汉法之曰，传子世孙，今帝何以的传弟，擅乱高帝曰乎？于是景帝默然无声。太后亦不说。故成王与小弱帝立树下，取一铜叶以与之，曰：吾用封汝周公闻之，进谏曰：天王封地，甚善。成王曰：吾只与戏耳。周公曰：人主无过举，不当有戏。言之必行之。于是乃封小弟以阴县。事后成王每齿不敢有戏言必行之。孝经曰：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此圣人之法言也。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。梁王尚有太后之重，交简日久，数闻景帝好言，千秋万世之后传王，而时不行。又诸侯王朝见天子，汉法凡当4见耳。使道入小见，到正月朔旦，奉皮见必欲贺。正月，法见，后3日，为王置酒，赐金钱财物，后2日，复入小见，辞去。凡留长安部。过20日，小见者，宴见于禁门内，饮于省中，非世人所得入也。今梁王西朝，因留且半岁，入与人主同辇，出与同车。世风以大言而时不语，令出怨言，谋叛逆，乃随而忧之，不亦远乎？非大贤人，不知退让。今汉之以法，朝见贺正月者，常一王与4侯聚。朝见10余岁一至。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，久留。比喻曰：骄子不孝，非恶言也。故诸侯王当为治良师父，乡中言之事，如汲黯、韩常如等，敢直言极谏，安得有患害？盖闻梁王昔入朝，夜斗太后，宴见，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，语言私说。太后谓帝曰：吾闻殷道亲亲，周道尊尊，其义义也。安车大驾，用梁孝王为祭。景帝跪席举，声曰：诺罢九出，
帝召元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：太后言如是，何谓也？皆对。曰：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。帝问其状，元盎等曰：应道亲亲者，立帝。周道尊尊者，立子。应道直，直者法天，亲其所亲，故立帝。周道文，文者法的，尊者敬也。敬其本始，故立长子。周道太子死，立世孙。应道太子死，立其弟。帝曰：于公何如？皆对曰：方今汉家法周，周道不得立帝，当立子。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。宋宣公死，不立子而与帝。帝受国死，复反之与兄之子。帝之子争之，以为我当代父。后即刺杀兄子，以故国乱，或不绝。故春秋曰：君子大居正。宋之或宣公谓之。臣请见太后白之。元盎等入见太后，太后言欲立梁王，梁王即中，欲谁立？太后曰：吾复立弟子。元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政，生祸，或乱后武事不决，小不忍害大义状，报太后。太后乃解说，即使梁王归救国。而梁王闻其意出于元盎诸大臣所愿望，使人来杀元盎。元盎故之曰：我所谓元将军者也，公德无误乎？赐者曰：是矣。赐之，治其见，见者生；视其见，心至。问长安中萧厉公，公曰：梁郎某自来至此见，以此之而发觉之，发使者补逐之。独梁王所欲杀大臣10余人，闻力穷本之，谋反端颇。见太后不食，日夜泣不止。景帝甚忧之，问公卿大臣，大臣以为遣经术力往治之，乃可解。于是遣田书、吕祭主往治之。此2人皆通经术，知大理。来还，至霸昌就，取火，悉烧梁之反祠，但空手来对景帝。景帝曰：何如？对曰：言梁王不知也。造为之者，独其姓陈阳盛，公孙轨之属为之耳。景以伏诛死，梁王无恙也。景帝喜说，曰：及驱夜太后。太后闻之，立起坐餐，弃平复。故曰：不通经术之古今之大理，不可。以为3公及左右近臣，少见之人，如从管中窥天也。所引数赞，文帝少子，喜封于梁。太后钟爱，广祝睢阳。今其景弼，是拟天王。公汉吴楚，季丑孙阳。窦婴正义，元盎结商。汉穷良玉，冠盖相望。或成骄子，至此畅狂。虽分5国，卒亦不昌。史记武宗世家。孝景皇帝子凡13人为王，而母5人，同母者为宗亲。立箕子曰荣、德、鄂虞、陈。箕子曰于、非、端。贾夫人子曰彭祖、慎。唐箕子曰发。王夫人儿许子曰乐、季、陈、顺。河间县王德，以孝景帝前2年用皇子为河间王。好儒学，被服造次必于儒者。山东诸儒多从之由。26年卒，子贡王不害立。4年卒，子刚王姬代立。12年卒，子请望受代立。临江哀王鄂虞，以孝景帝前2年用皇子为临江王。3年卒，吴后，国除魏郡。临江闵王荣，以孝景前4年为皇太子，4岁废，用故太子为临江王。4年，坐清庙阮元魏公，上真荣。荣行，祖于江陵北门。既以上车，轴折车废。江陵父老刘替妾言曰：吾望不反矣。荣至，亦中尉府部。中尉至都则训王，王恐，自杀，葬蓝田。
燕数万贤土至冢上，百姓怜之。荣最长，死无后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魏南郡。又三国本王皆骊姬之子也。鲁共王于以孝景前2年用皇子为淮阳王。2年，吴楚反破后，以孝景前3年袭魏。鲁王好治公事愿诱狗马，既年好鹰，不喜辞变，为人痴。26年卒，子光代为王。初好鹰于马，晚节色，唯恐不足于财。江都邑王妃以孝景前2年用皇子为汝南王。吴楚反时，妃年15，有才力，尚书。原及吴。景帝赐妃将军印，及吴。吴已破2岁，喜为江都望，至吴故国，以军功赐天。字荆齐。元光5年，匈奴大入汉魏贼，妃上书原及匈奴，上不许。妃好气力，至公关，招四方豪杰，骄奢甚。历26年卒，子建立为王。7年自杀。淮南衡山谋反时，见颇闻其谋，自以为国境淮南，恐一日发，为所病，即应作兵器，而时配其父所赐将军印，载天子旗已出。义王死未葬，见有所说义王宠美人闹姬，夜使人隐于奸服舍中。及淮南事发，至党羽破。即江都望见，见恐，因使人多持金钱，示绝其欲，而又信巫祝，使人导辞妄言。见又进，与其姐弟间。是既闻汉公卿请捕至见，天子不忍，使大臣急殉王。王服所犯，遂自杀。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广陵郡。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3年吴楚七国反破后，端用皇子为胶西王。端为人贼戾，又因为一尽妇人，病之数月，而有爱幸少年魏郎。魏郎者请之与后宫乱，端秦灭之，即杀其子母。数犯上法，汉公卿数请诛端，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，而端所谓滋甚。有司在，请削其国，去太半。端心运，遂为无资审。府库坏漏尽，府财物以巨万计，终不得收洗。令吏无的收租赋。端皆去位，封其宫门，从一门出游。数变民姓，谓不依，知他郡国。向2010王者，奉汉法以治，端折求其罪告之，无罪者诈要杀之。所以设诈就变，强足以拒谏，智足以是非。向2010从王制，则汉审以法，故胶西小国，而所杀伤。2010甚众。历47年，卒，晋吴南代后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胶西郡。又三国本王皆陈姬之子也。赵王彭祖以孝景前2年用皇子为广川王。赵王遂反破后，彭祖亡广川。4年，喜，为赵王。15年，孝景帝崩。彭祖为人巧佞卑谄，足恭而心克深，好法律，持诡辩以忠人。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。向2010欲奉汉法以治，则害于王家。是以每向2010至，彭祖依造不依，自行淫，除2010舍，多设一事以作动之，得2010失言，终忌讳，折书之。2010欲治者，则以此破节，不听，乃上书告，及诬以奸立事。彭祖历50余年，向2010无能满2岁，者以罪去，大者死，小者刑，以故2010莫敢治。而赵王擅权，使史及县尉假人却贿，入多于国金租税，以示赵王家多金钱，然所赐姬诸子，亦尽之矣。彭祖取故江都邑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闹姬者为姬，甚爱之。
彭祖不好治公事，既降，好为吏士。尚书元都国中盗贼，常夜从走卒行脚邯郸中。诸使过客以彭祖显卑，莫敢留邯郸。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解奸，与其客将冲有阙。冲告丹，丹以故废。诏更立太子。中山靖王慎以孝景前3年用皇子为中山王。14年，孝景帝崩，慎为人乐酒好内，有子之属120余人。常与兄赵王相非，曰：“兄为王，专待立治事。王者当日听音。”越深色。赵王亦非之，曰：“中山王图日营，不佐天子抚巡百姓，何以称为藩臣？”历42年卒，子哀王昌立。1年卒，子昆池代为中山王。又2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。长沙定王发之母唐姬，故陈姬氏者。景帝召陈姬，陈姬有所辟，不缘敬而逝。逝者唐而始业敬，上罪不知，以为陈姬而信之，遂有生。以乃绝非陈姬也。即生子婴，命曰发。以孝景前2年用皇子为长沙王，以其母为无宠，故王卑失平国。历27年卒，子康王拥立。28年卒，子父渠立为长沙王。又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。广川惠王岳以孝景中2年用皇子为广川王。12年卒，子其立为王。其有幸陈桑惧，以而有罪，欲诛惧王。王因擒其宗族。惧愿王，乃上书告王其与同产奸。自是之后，王其数上书告延汉公卿及信臣所中等。胶东康王继以孝景中2年用皇子为胶东王。28年卒。淮南王谋反时，即为文。其事私作楼车卒使战守备，后淮南之起。及立至淮南之事，辞出之。既于上罪轻，亦伤之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于世上。既有长子者名贤，母无宠；少子名庆，母爱信。既常欲立之，谓不赐，因有过，遂无言。上怜之，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，而封庆于。故衡山的为六安王。胶东王咸历14年卒，是为哀王。子庆为王。六安王庆以元寿2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。清河哀王陈以孝景中3年用皇子为清河王。12年卒，吴后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清河郡。常山县王顺以孝景中5年用皇子为常山王。顺罪轻，景帝少子，交代多淫，数犯。晋上常宽视之。历32年卒，太子伯代立为王。初，献王顺有所不爱姬生长男卓，卓以母无宠故，亦不得幸于王。王后修生太子伯。王内多，所幸姬生子平、子商，王后悉得幸。及献王病甚，诸幸姬常侍病，故王后亦以杜茂不常侍病，辄归舍。依禁药，太子伯不自尝药，又不速留侍病。及王薨，王后，太子乃至。献王雅不以长子卓为人数，及薨，又不分与财物。郎或说太子、王后，令诛。子与长子卓共分财物，太子、王后不听。太子代立，又不收续卓。卓怨王后、太子。汉使者是献王丧，卓自言献王病时，王后、太子不侍，即薨。6日出舍，太子伯思间饮酒，伯系即住，与女子在池，还城过世，入劳室囚。天子遣大行迁宴王后，即问王伯，请逮伯所与监诸正左，王又逆之。力求捕伯大吉，使人至极痴略，善出汉所宜求者。有
司请诸县王后修及王伯，上以修肃无刑，使擢县之罪，伯无良师父，不忍诛，有司请废。王后修喜王伯以家属处房陵，上许之。伯王数月，迁于房陵，国爵。月余，天子畏罪轻，乃诏有司曰：常山县王早夭，后妾不和，是孽诬真，陷于不义，以灭国，朕甚悯焉。其封县王子平3万户，为真定王；封子商3万户，为泗水王。真定王平元鼎4年，用常山县王子为真定王。泗水司王商以元鼎4年，用常山县王子为泗水王。11年卒，子哀王安世立。11年卒，无子。于是上连泗水王爵，乃立安世帝贺为泗水王。又4国本王皆望夫人而许子也。其后汉亦封其之子为六安王、泗水王2国，凡而许。子孙于今为六王。太史公曰：高祖时诸侯皆附，得自除内史以下，汉独未至丞相，黄金印。诸侯自除。御史、廷尉正、博士拟于天子。自吴楚反后，武宗王室，汉魏至2000时，去丞相，曰相、营印。诸侯独得食租税，夺之权。其后诸侯平者，或乘牛车也。所引数赞，仅13子，武宗倾慕。立基既废，临江折轴。恶于早薨，河间如服。于好宫苑，端视持竹。江都有才，中山之福。长沙的小，胶东造卒。人贤者代，伯乱者卒。而许4王，分封为6。史记3王世家。大司马陈去病妹死在拜尚书皇帝陛下，陛下过听，使陈去病待罪行监。宜专边塞。知思虑，报还中也无以报，乃敢为他意以干用事者。臣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善贬乐，损郎元。皇子赖天能胜一屈败，至今无号为师副官。陛下公让不恤，群臣思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妾不慎犬马心，昧死原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及时定皇子位。唯陛下信察。臣去病妹死在拜，以闻皇帝陛下。3月乙亥，御史陈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公。制曰：下御史。6年3月戊申朔，乙亥，御史陈光守尚书令，陈妃下御史书道言丞相陈清。狄御史大夫陈汤、太常陈冲、大行令陈袭、太子少傅陈安行宗正室妹死上言。大司马去病上书曰：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监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报还中也无以报，乃敢为他意以干用事者。臣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善贬乐，损郎元。皇子赖天能胜一屈败，至今无号为师副官。陛下公让不恤，群臣思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妾不慎犬马心，昧死原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及时定皇子位。惟原陛下信察。制曰下御史。臣仅与中2000时，2000时陈赫等议，古者列的立国，并见诸侯以成天娱，所以尊宗庙众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书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道天子卑让自贬，以劳天下。虑皇子位有号位。陈清狄、陈汤等宜奉一尊职，于冲而不逮事。方今盛夏及时，陈清狄、陈汤等妹死，请立皇子陈弘、陈旦、陈须为诸侯王。妹死请所立国名。制曰：盖闻周封800，姬姓并列，或子、男、妇庸。李之子不继。云并见诸侯所以众社稷，正无闻焉。且天非为君生民也。
政之不得，海内未洽，乃以为教臣者强。君连臣及古公合劝，其更亦以列侯加之。3月丙子，奏未央公。丞相陈清狄、御史大夫陈汤妹死言，陈景与列侯陈英齐。中2千石2千石陈贺、见大夫博士陈安等议曰：符文周封800，姬姓并列，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考县，而伯禽以周公立，咸为建国诸侯，以相父为辅。百官奉献，各遵其职，而国统备矣。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，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共计，之子不得奉计。宗祖礼也。封建使守藩国，帝王所以福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民开圣序，尊贤显公，兴灭继绝。续萧文忠之后余赞，立群臣平荆侯等。昭六卿之序，明天师之属，使诸侯王封君的推司恩分子弟户邑，袭号尊建100有余国。而家皇子位列侯，则尊卑相于列。为师序，不可以垂统于万世。臣请立陈弘、陈旦、陈须为诸侯王。3月丙子，奏未央公。制曰：康叔亲属有时而独尊者，头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交，故鲁有百亩，心刚之身。群公不毛，贤不孝差也。高山仰之，景行相之，正胜穆焉。所以亦未臣，加以列侯可。4月戊寅，奏未央公。丞相陈清狄、御史大夫陈汤妹死言，陈清狄等与列侯立。2千石，见大夫博士陈庆等议，妹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曰：康叔亲属有时而独尊者，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交，故鲁有百亩，心刚之身。群公不毛，贤不孝差也。高山仰之，景行相之，正胜穆焉。所以亦未臣，加以列侯可。陈清狄、陈汤、伯是陈江行等符文康叔亲属有时，武王继体，周公辅成王，其8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。康叔之年幼，周公在3公之位，而伯禽据国于鲁，盖绝命之时，未至成人。康叔后汉，陆父之难，伯禽舔怀疑之乱。袭武帝义至，周绝武等、春秋3等，皆因时而续尊卑。高皇帝拨乱世反诸郑，昭至德，定海内，封建诸侯，爵位2等。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，奉承天子，为万世法则，不可议。陛下公亲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文武，显慈孝之行，广贤能之路。内有德，外讨强暴。即临北海，西越氏、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奉师。余谢之费，不付于民。须御府之葬以赏元荣，开进仓以赈贫穷，减数卒之半。百蛮之君，靡不相封，陈留称义。远方殊俗，重义而朝，则及方外。故真受制，加古兴，天应圣章。今诸侯之子封至诸侯王，而家皇子位列侯，陈清狄、陈汤等妾服孰继之，皆以为尊。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。臣请立陈弘、陈旦、陈须为诸侯王。4月癸未，奏未央公。刘忠不下。丞相陈清狄、太仆陈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陈冲、太子少傅陈安行宗正室妹死言。陈清狄等前奏大司马陈去并上书言，皇子位有号位。陈景与御史大夫陈汤，中2千石。2千石，见大夫博士陈庆等妹死，请立皇子陈弘等为诸侯王。陛下让文武，公自切。及皇子位教，群臣之议，儒者称其数，或备其心。
陛下故辞抚许，加皇子为列侯。陈卿、狄等妾与列侯陈寿成等27人议，皆曰以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见天下，为汉太祖、王子孙广之福。先帝法则弗改，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请令史官择吉日，据礼仪上，御史奏。于地图，他皆如前故事。至曰可。4月丙申，奏未央宫。太仆丞贺行御史大夫侍妹死言，太常丞充言拨入4月20。8日乙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妹死奏于地图，请所立国民。礼仪别奏。臣妹死请。至曰：立皇子弘为齐王，但为燕王，须为广陵王。4月丁酉，奏未央宫。6年4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2000。2010下郡太守，诸侯相、丞书从事下当用者，如律令。为6年4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妙立子弘为齐王。曰：于系小子弘，受资。亲舍。郑成祖考，为击鼓建耳国家，封于东土，是为汉藩府。于系念哉。公正之兆，为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。义之不图，比君子待。希尔心，允之其中，天禄永中。厥有赃，乃凶于尔国，害于尔公。于系保国爱民，可不敬语。王其戒之。又其王策。为6年4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妙立子旦为燕王。曰：于系小子旦，受资。玄舍。郑成祖考，为击鼓建耳国家，封于北土，是为汉藩府。于系昏州市虐老寿星，侵犯寇盗，加以奸巧边盟。于系朕命将律卒真决罪，10000夫长，1000夫长，30有2军，皆来，将其奔师。昏州喜遇，北州已虽。希尔心，无作怨，无废德，无乃废备，非教士，不得从真。于系保国爱民，可不敬语。王其戒之。又燕王策。为6年4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妙立子虚为广陵王。曰：于系小子虚，受资赤舍。郑成祖考，为击鼓建耳国家，封于南土，是为汉藩府。古人有言曰：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清心。扬州保江，3代要服，不及以振。于系希尔心，战兢。今乃惠乃顺，无动好意，无尔消人，为法为则。书云：臣不作威，不作福，靡有后。修于系，保国爱民，可不敬语。王其戒之。又广陵王策。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：爱之欲其父，亲之欲其贵。故王者将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剖亲亲，恤骨肉，尊先祖，贵肢体，广同姓于天下也。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，所由来久矣。非有异也，故弗论著也。厌其之事，无足采者。然封立3王，天子公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烂然，甚可观也。是以父之世家。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，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。传中称3王世家文辞可观，求其世家中不能得。妾从长老好故事者，取其封册书，编列其事而传之，令后世的官衔主之旨意。盖文孝武帝之时，同日而俱拜3子为王，封一子于齐，一子于广陵，一子于燕。各因属财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，人民之轻重，为作册以申戒之。为王，是为汉藩府，保国治民，可不敬语。
王其戒之。夫贤主所作，故非浅闻者所能知，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就尽其意。至其次序分绝，文字之上下，简之参差长短，皆有异，人莫之能知。仅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，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。王夫人者，赵人也，与魏夫人并姓武帝，而生子弘。弘且立为王时，其母病，武帝自临问之，曰：“子当为王，欲安所治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陛下在，妾又何等可言者？”帝曰：“虽然，亦所欲，欲于何所望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原治之洛阳。”武帝曰：“洛阳有武库敖仓，天下民恶，汉国之大都也。先帝以来，无子亡于洛阳者。去洛阳，于尽可。”王夫人不应。武帝曰：“关东之国无大于其者，其东覆海而成郭大，古时独临淄中10万户，天下高于的莫甚于其者矣。”王夫人以手击头，谢曰：“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。”使者拜之曰：“皇帝仅使太中大夫名奉弼一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子弘王齐，年少，无有子，立不幸早死，国绝，魏郡。天下称其不宜王云。所谓受此土者，诸侯王使封者，必受土于天子之社，归立之以为国社，以遂实辞之。春秋大传曰：天子之国有太社，东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上方黄。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，封于南方者取赤土，封于西方者取白土，封于北方者取黑土，封于上方者取黄土。各取其色物，果以白毛，封以为社。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。此之为主土。主土者，立社而奉之也。正臣祖考，祖者先也，考者父也。为击鼓，为者度也，念也，击者当也，当顺古之道也。其的多变诈，不习于礼义，故戒之曰公正之兆，为命不可畏常。人之好德，能明显光，不图于义，使君子怠慢。昔若心，性直其中，天禄常中。有过不善，乃凶于而国，而害于若身。齐王之国，左右维持以礼义，不幸中年早夭。然全身无过，如其侧翼。传曰：青采出于蓝，而直青于蓝者，教使然也。远哉贤主，昭然独见，戒其王矣。圣内，戒燕王以无作怨，无废德；戒广陵王以圣外，无作威与服。夫广陵在吴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轻，故戒之曰江湖之间，其人清心。扬州保江3代之时，破要使从中国俗服，不大及以正交，以意喻之而已。无动好意，无尔消人为法事则，无常好意乐驰骋义烈盈康，而敬小人。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。三江五湖，有余言之利，同山之富，天下所仰。故戒之曰：臣不作福者，勿使行财币，后赏赐，以利生育，为四方所归也。又曰：臣不作威者，勿使姻亲以备义也。会孝武帝崩，孝昭帝出力，先朝广陵王须，后赏赐金钱财币，值3000余万，邑的百里，亿万户。会昭帝崩，宣帝出力，元恩行义，以本始元年中，列汉的，竟以封广陵王须4子。一子为朝阳侯，一子为平曲侯，一子为南厉侯，最爱少子弘，立以为高密王。其后须果作威服，通楚王使者。楚王宣言曰：我先元王，高帝少帝也，封32臣。今的邑亦少，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。广陵王未上，我复王楚32臣，如元王时。事发决，公卿有司，请行伐诛。
天子以骨肉之故，不忍治法于虚，下诏书吴至广陵王，独诛首恶楚王。传曰：彭生麻中，不服自直，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者，土地教化，使之然也。其后须复助祖谋反，自杀，国除。燕土敲阙，北破匈奴，其人民勇而少虑，故戒之曰：昏州是无有效行而禽兽心矣。窃盗侵犯边民。朕召将军往侦其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30有2军皆来，将其奔师。昏州喜欲远处，北州已安矣。昔若兴，无作怨者，勿使从俗以愿望也。无废德者，勿使备德也。无废备者，无法武备，常备匈奴也。非教士不得从真者言，非习礼义不得在于策也。惠武帝年老长，而太子不幸薨，未有所立，而但使来上书，请深入宿卫于长安。孝武见其书，急得怒曰：生子当置之其鲁礼义之乡，乃置之燕赵，果有真心，不让之，端见矣。于是使使及斩其使者于阙下。惠武帝崩，昭帝出力，但果作怨而忘大臣。自以长子当立，与其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，出言曰：我安得帝在者？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。欲发兵，事发觉，当诛。昭帝元恩宽忍，义案不扬。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护满意，御史2人，携往使燕，封御之。到燕，各一日，更见则王。宗正者，主宗室诸刘属籍，先见王，位列臣道。昭帝15弟子状。是御史乃复见王，则之以正法，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，当作之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欠戒小罪过，即刑法直断耳，安能宽王？今动以文法，王意意下，心恐。公护满意习于经术，最后见王，称引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文章尔雅。谓王曰：古者天子壁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一族也。周公辅臣，王诛其2弟，故至。武帝在时，尚能宽王。今昭帝始立，年幼，富于春秋，位临政，委任大臣。古者诸伐不阿亲戚，故天下治。方今大臣辅政，奉法执行，无敢所阿，恐怖能宽王。王可自警，无自令生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欲和骨肉，难伤之以法。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，宣言曰：我赐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立。大臣共议我云云。大将军光辅政，与公卿大臣议曰：燕王旦不改过悔政，行恶不便于。是修法直断，刑罚诛。旦自杀，国除，如其策旨。有司请诛旦妻子。孝昭以骨肉之亲，不忍治法，宽赦旦妻子，免为庶人。传曰：兰根与白芷，见之朽中，君子不敬，庶人不服者，所以见然也。宣帝出力，推恩宣德，以本始元年中进复封燕王旦2子，一子为安定侯，立燕固泰；子建为广阳王，以奉燕王祭祀。所引数赞，3王封系，旧时烂然。处事后补，册书存焉。去病见义，轻敌上言。天子充义，志在极贤。太常据礼，请立其宴，弘国赴海，但设为玄。萧人不耳，昏州远边。民灾间界，事防绝迁。列传，史记伯夷列传。夫学者载籍极博，有考信于6艺。诗书虽缺，然余下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
虞舜禹之贤，悦目贤见，乃视之于魏，典职数10年，公用纪兴，然后受政，治天下。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变隋、误光者，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于登基山，其上盖有许由种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人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予以所闻由，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盖见，何哉？孔子曰：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愿事用兮。求仁的人，又何怨乎？于悲。伯夷之义，笃亦师可易焉。其传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即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父命也，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何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宰墓主，号为文王。东伐纣，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父死不葬，原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此一人也，服而去之。武王以平因乱，天下宗周。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亦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报亦报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下乎焉眉兮，我安是归矣。虞皆卒兮，命之衰矣。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愿邪非邪？或曰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人邪行如此，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见颜渊未好学，然回也履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早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道直日杀不孤，干人之肉，暴力自虽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尽以寿终。世尊何得哉？此其犹大张明教者也。若至进士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复后累事不绝，或则得而导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欲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祸焉。倘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事，无以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举世浑浊，轻视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君子及没事而民不称焉。甲子曰：贪夫殉财，烈士殉民，夸者死权，众数逢。生同名相照，同类相求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义彰。颜渊虽独学，复继伟而行义显。言谑之事，去舍有时若此类。民因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驴象之人，欲抵行利民者，非复青云之事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所引述赞，天道平分，与善图云：贤而恶死，道且惧。吉凶以福，报失纠纷。子罕言命，的自前文，皆比宿世，不复青云。史记管晏列传。管仲夷吾者，隐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期鲍叔。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是其公子小白，管仲是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。公子纠死，管仲求焉。
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管仲之谋也。管仲曰：吾使困时，常与鲍叔假，分财力多自与。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常三事三谏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孝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常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乎死之，吾忧求受辱。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10余世，常为民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之人也。管仲继任郑襄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获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，故其称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上服度则六亲故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顺民心。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与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为正也。善因祸而未福，转败而未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时怒少饥，难袭蔡。管仲因而伐楚，则包茅不入贡于周氏。桓公时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晏修赵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备曹墨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管仲复拟于公事，有三规，反殿，其人不以为耻。管仲卒，齐国尊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100余年而有晏子焉。晏平仲殷者，来之宜为人也。是其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切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与及之，即为言；与不及之，即为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横命。以此三事显明于诸侯。越时赋贤，在雷邑中。晏子出，遭之徒，解左参熟之，宰归。夫谢入归，久之，越时复请决。晏子决然，设衣冠谢曰：因虽不仁，免子于恶，何子求决之素也？时父曰：不然。吾闻君子处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，方无在雷邑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以感物而属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故不如在雷邑之中。晏子于是言入为上客。晏子谓其相，出，其遇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。其夫谓相遇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义气洋洋，甚自得也。继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，妻曰：晏子长不满6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窃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8尺，乃为人仆御。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其后夫自易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欲以实对。晏子见矣，谓大夫。太史公曰：吾独管事牧民，山高乘马，轻重久服，及晏子春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赐其传。至其书，事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义事。管仲是所谓贤臣，然孔子晓之。其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免之治亡，乃称霸哉。语曰：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怪亲也。其管仲之谓乎？方晏子服庄公师哭之。
臣礼然后去，其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？至其见说，犯君之言，此所谓尽思尽忠，退思补过者哉？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谓之执鞭，所兴慕焉。所引数赞，夷无臣霸，平众称贤。素乃实领，斗不掩奸，转祸为福，为言获权。恐赖左任，使心执鞭。臣礼而去，人望存焉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。老子者，楚苦县历乡曲人李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疮，周守藏氏之始也。孔子视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子所言者，其人与古皆以朽义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朋类而行。吾闻之，良甲深藏若虚，君子甚得容貌若愚。去子之娇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往，游者可以为轮，飞者可以为曾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游龙邪？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官，官令尹。喜曰：子将隐逸，强为我著书。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5000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或曰：老来子亦楚人也，著书15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60余岁，或言200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自孔子死之后129年，而史记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：使秦与周和，和500岁，而离70岁而霸王者出焉。或曰丹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是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，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谓卫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柱，柱子公，公玄孙贾，贾氏于汉孝文帝。而贾之子解谓胶西王养太傅，因加于其焉。是之学老子者，则处儒学，儒学亦处老子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岂谓是邪？礼而无谓自化，清净自正。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常为蒙戚元历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，其学无所不窥。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，故其著书10余万言，大抵律寓言也。作于父、道直、屈切。以弟子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谓类虚，抗桑子之属，皆空与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只是类秦，用飘包如墨，虽当世素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晃扬自以事己，故自亡。公大人不能弃之。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时后必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校尉楚使者曰：千金，重利，清香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交际之犀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世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其可得乎？子即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讥。终身不仕，以快无志焉。身不害者，今人也，故正之见成。学术以干韩昭侯，昭侯用魏相，内修正交，外因诸侯15年。终生子之身，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。生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2篇，号曰生子。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疾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是寻亲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见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即治国不务修明其法治职，是以欲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服营之度而加之于公实之上，以为儒者用。闻乱法而侠者以无犯禁，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戒纣之事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卑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王者得失之变，故作孤愤，五度内外处说灵，说难10余万言。然韩非之说之难，为说难书甚巨，终死于情，不能自脱。说难曰：凡说之难，非无知之有以说之难也，又非无辩之难能明无义之难也，又非无感恒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，在之所说之心，可以无说当之。所说出于为民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欲卑贱，必弃远矣。所说出于厚利者也，而说之以民高，则见无心而远视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民高者也，而说之以民高，则扬收其身而实疏之；若说之以厚利，则应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夫士以密陈，与以谢败，未必其身谢之也，而与及其所逆之事，如是者身为贵人。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意以推其恶者，则身为周，则谓沃也而与及之；说行而有功，则得王；说不行而有败，则见疑。如是者身为夫贵人的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与之焉，则身为彼现有所出世，乃自以为也故；说者与之焉，则身为强之以其所必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以者，身为。故曰：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奸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周全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戒资；论其所憎，则以为常己。尽审其辞，则不知而屈之；泛滥博闻，则夺而久之。顺势成义，则曰怯懦而不敬；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具物。此说之难，不可不知也。凡说之物，在知是所说之所敬，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无以其师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无以其敌怒之；自多其利，则无以其难盖之。归义士与同济，欲一人与同行者，则以示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师者，则明示其无师也。大中无所服务，辞言无所及排，乃后生其变之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，知敬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，而周则既卧，生计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以治其功，直指是非以示其身，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伊尹未庖，百里奚未鲁，皆所由干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，皆圣人也，犹不能无一身。而涉世如此其污也，则非能事之所涉也。宋有妇人，天与强坏，其子曰不助且有道。其邻人之父亦云：目而果大王其才。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习者正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欺之。因问群臣曰：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观其思曰：胡可伐，乃录观其思曰：胡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胡君闻之，以正为轻己而不备正。正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之皆当矣。然而胜者未录，保者见疑。非知之难也，处之则难矣。习者弥子瑕见爱于魏君。魏国之法，窃驾军车者罪至越。继而弥子之母病，人闻。往夜告之，弥子脚驾军车而出。
君闻之而贤之曰：孝哉！为母之故而犯越罪，与君有果园，米子食桃而甘，不敬而奉君。君曰：爱我哉！忘其口而念我，及米子色衰而爱迟，得罪于君。君曰：是常脚驾无车，又常使我以其于桃，故米子之行未便于出也。前见贤而后获罪者，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于主，则之当而加轻；见憎于主，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见说之事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。夫龙之为虫也，可扰瑕而其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近齿，人有因之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之者能无因人主之逆鳞，则击矣。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孤愤，五度之书，曰：嗟乎！寡人的见此人与之有死，不恨矣。李斯曰：此韩非之所着书也。秦因急攻韩。韩王使不用非，急，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，谓信用。李斯摇甲害之，悔之曰：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秦王以为然，下令治非。李斯使人疑非要，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，使人射之，非已死矣。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于后世，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未说难而不能自脱耳。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贵道，虚无，因应变化于无谓，故著书辞称为妙难事。庄子散道，德放论，要义归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失之于民时。韩子隐神默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及惨敲少恩，皆源于道德之义，而老子深远矣。所引述赞，博阳立教，清净无畏。道尊东鲁，击窜西垂。庄蒙许许，生害卑卑。行名有数，说难及之。卑鄙周防，中王李斯。史记司马穰苴列传。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其景公时，进伐阿、真，而燕卿和尚，其师败绩。景公患之。晏婴乃见田穰苴曰：穰苴虽田氏数孽，然其人文能负重，武能威敌，原军事。知景公召穰苴与兵士，大说之，以为将军，将兵汉燕晋之师。穰苴曰：臣素卑贱，君着之履武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人为权倾，原得君之宠。臣国之所尊，以监君，乃可。于是景公许之，使庄贾往。穰苴既辞，与庄贾曰：但日中会于君门。穰苴先持至君，立表下漏呆贾。贾素骄贵，以为将己之君而己。未坚，不胜疾，亲戚左右送之，留饮。日中而贾不至。穰苴则仆表绝漏，入行军乐兵。声名约束。约束既定，系时，庄贾乃至。穰苴曰：何后其位？贾谢曰：不宁大夫亲戚送之，故留。穰苴曰：将受命之日，则忘其家；临军约束，则忘其亲，远服古之。急则忘其身。今敌国生侵，邦内骚动，士卒暴露于境，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百姓之命皆悬于君，何谓相送乎？赵君正问曰：君法其而后治者云何？对曰：当斩。庄贾惧，使人持报景公，请救。既往，未及反，于是遂斩庄贾，以训三军。三军之士皆正立。久之，景公遣使者持节射甲，驰入军中。穰苴曰：将在君，君令有所不受。
问君正曰：持三军法何？正曰：当斩使者大惧。穰居曰：君之使不可杀之。乃斩其仆、车之左副、马之左参，以训三军。遣使者还报，然后行。士卒赐舍锦。饮食问及医药，身自抚寻之。悉取将军之资粮饷士卒，身与士卒平分粮食。遂比其羸弱者，3日而后勒兵。病者皆求行，争奋出为之复战。晋师闻之，未罢去。晏师闻之，渡水而解。于是追击之，遂取所王封内固境而引兵归。魏治国，士兵旅，解约束，是蒙儿。后入邑。景公与诸大夫交迎，劳师成礼，然后返归寝。既见穰居，尊为大司马。田氏日，以一尊于齐。以而大夫报事，高国之属害之，赠于景公。景公退穰居，居发疾而死。田启、田报之徒有此怨高、国等。其后及田常杀简公，尽灭高子、国子之族。至长曾孙和，因自立为齐威王，用兵行威，大放穰居之法，而诸侯朝齐。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，而复穰居于其中，因号曰司马穰居兵法。太史公曰：余读司马兵法，宏阔深远，虽3代征伐，未能尽其意，如其文也，亦少矣。若夫穰居，区区为小国行师，何暇及司马兵法之一让乎？是既多司马兵法，已故。不论者穰居之列传焉。所引述赞燕青和尚，其师败绩，因见穰居武能威敌，斩甲以训，三军惊涕。我卒既强，彼寇退避。法行司马，时赖宗期。史记孙子吴其列传。孙子吴者，其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子之13篇，吾尽观之矣。可以小事乐兵乎？对曰：可。阖庐曰：可是以妇人乎？曰：可于是许之。出宫中美女，的180人。孙子分为2队，以王之宠姬2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汝之而心与左右手背乎？妇人曰：知之。孙子曰：前则是心，左是左手，右是右手，后即是背。妇人曰：诺约束既不，乃射斧钺，即3。令5生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约束不明，生令不熟，将之罪也复。3令5生而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孙子曰：约束不明，生令不熟，将之罪也，既已明，而不如法者，立誓之罪也。乃欲斩左鼓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，去。使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2击，实不甘为，原勿斩也。孙子曰：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遂斩队长2人以训，用其次为队长。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，皆中规矩神默，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报王曰：兵既整齐，王可视下观之，为王所欲用之，虽覆水火犹可也。吴王曰：将军甘休就。舍，寡人不缘下观。孙子曰：王图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于是阖庐之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其境，显明诸侯。孙子与有利焉。孙武既死，后100余岁有孙膑。膑生阿卷之间，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。孙膑常与庞涓俱学兵法。庞涓既是魏的魏惠王将军，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，乃因使召孙膑。膑至，
庞涓恐其贤于己，及之，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，欲引物见。其使者如梁、孙膑以行图阴见，说其使。其使以为奇，窃载与之奇。其将田忌善而克呆之。季数与其诸公子持竹重射。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，马有上、中、下、背。余是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君弟重射，臣能令君胜。”田忌信然之，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临直，孙子曰：“今以君之下4与彼上4，取君上4与彼中4，取君中4与彼下4。”既持3倍臂，而田忌亦不胜而再胜，促得王千金。于是既进孙子于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其后谓伐赵，赵急，请救于齐。齐威王欲将孙膑，并辞谢曰：“行于之人不可。”于是乃以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居资车中，坐谓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，就斗者不搏己，披抗倒虚，行格事尽，则自谓解耳。今梁赵相公轻兵锐卒必结于外，老弱罢于内。君不若引兵急走大梁，据其街路，明其方虚，必视赵而自救。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田忌从之，魏果去邯郸，与其战于桂林，大破梁军。后13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齐军既已过而西矣。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彼3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骑，其好为怯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导之。兵法：100里而去力者绝上将，50里而去力者军半至。”使齐军入魏的魏10万灶，明日魏5万灶，又明日魏3万。庞涓行3日，大喜，曰：“我故知其军怯，入吴的3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备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闪，而旁多阻碍，可伏兵，乃着大树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”于是令其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其曰木见火举而俱发。庞涓果夜至着木下，见白书，乃钻火逐之。读其书未毕，其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至穷兵败，乃自警曰：“遂陈庶子之名，其因陈胜尽破其军，虏魏太子，身已归。”孙膑以此名显天下，是传其兵法。吴起者，魏人也，好用兵，常学于岑子，是鲁君。其人攻鲁，鲁欲将吴起，吴起取其女为妻，而鲁疑之。吴起于是欲救民，遂杀其妻，以民不与其也。鲁卒以为将而攻其，大破之。鲁人或恶吴起曰：“岂之为人，猜忍人也。”其少时，家累千金，由是不遂，遂破其家。乡党笑之。吴起杀其谤己者30余人，而东出魏郭门，与其母绝，孽毕而盟曰：“岂不为亲乡，不复入魏。”遂弑岑子。居请之，其母死，起终不归。岑子薄之，而与起绝。起乃知鲁，学兵法以示鲁君。鲁君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。夫鲁小国，而有战胜之名，则诸侯屠鲁矣。且鲁魏兄弟之国也，而君用起，则是弃魏。鲁君疑之，谢吴起。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，欲弑之。文侯问李克曰：“吴起何如人哉？”李克曰：“起贪而好色，然用兵司马穰居不能过也。”于是魏文后以为将，及秦，拔5城。
起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一时。卧不设席，行不其程，轻果银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卒有病居者，岂未吮之？卒母闻而哭之。人曰：子卒也。而将君自吮其居，何哭？谓母曰：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，其父战不血肿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以，是以哭之。文侯以吴起善用兵，廉平，竟能得士心，乃以为西河守，以拒秦、韩。为文侯祭卒，起弑其子武侯。武侯伏西河而下，中流，故而谓吴起曰：美哉乎山！何之故？此为国之宝也。起对曰：在德不在险。袭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得邑不修，与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和济，右太华，伊阙在其南，阳常在其北，修正不仁，汤放之。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正不得，武王杀之。有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周中之人尽为敌国也。武侯曰：善。吴起为西河守，甚有声名。谓至乡，乡田文。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请与子论功，可乎？田文曰：可。起曰：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。子起曰：治百官，轻万民，食府库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。子起曰：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，韩赵兵从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。子起曰：此三者，子皆出吴下，而魏家无上，何也？文曰：主少国夷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士之时，属之于子乎？属之于我乎？起默然良久，曰：属之子矣。文曰：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。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。田文既死，公叔未襄，上谓公主，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起亦去也。公叔曰：奈何？其仆曰：吴起为人结连而自喜名也。君应先与武侯言曰：夫吴起贤人也，而侯之国小，又与强秦壤界，臣妾恐起之无留心也。武侯即曰：奈何？君应。谓武侯曰：是言以公主，其有留心，则必受之；无留心，则必辞矣。以此薄之。君应召吴起而与归，即令公主怒而亲君。吴起见公主之见君也，则必辞。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见未襄，果辞谓武侯。武侯疑之而弗信也。吴起惧得罪，遂去，及之楚。楚悼王肃闻起贤，至则相处。民法审令，捐不及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事。要在强兵，破持说之言从衡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诸侯，患楚之强。故楚之贵戚竟欲害吴起。及悼王死，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，吴起走之亡，失而伏之。及起之徒因射刺吴起，并终悼王。悼王既葬，太子立，乃使令引进诛射吴起。而并终王师者，作射起而遗宗死者70余家。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孙子13篇。吴起兵法，事多有，故弗论其行。是所施射者。语曰：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孙子筹策庞涓明矣。然不能早就患于备行。吴起说武侯以行事不如德，然行之于楚，以克报少恩亡其躯。悲夫所引数赞，孙子兵法13篇。美人既斩，良将得焉。其孙并角，筹策庞涓。
吴起相位，西河称贤，惨敲事楚，死后流传。史记伍子胥列传。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元。元父曰伍奢，元兄曰伍尚，其先曰伍举，以直见事楚庄。王有县，故其后世有名于楚。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，使伍奢为太傅，废吴忌为少傅。吴忌不忠于太子建。平王使吴忌为太子娶妇于秦，秦女好，吴忌持归报平王曰：“秦女绝美，王可自取，而更为太子娶妇。”平王遂自取秦女，而绝爱信之，生子枕，更为太子娶妇。吴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，因去太子而弑平王。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，杀己，乃因谗太子建。建母蔡女也，无宠于平王。平王稍议书建，使建守城父，被边兵。请之，吴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：“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无愿望，原王少自备也。”自太子居城父，将兵外交诸侯，且欲入为乱矣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。伍奢知吴忌谗太子于平王，因曰：“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？”吴忌曰：“王今不至，其事成矣。王且见情。”于是平王怒，求伍奢，而使臣父司马奋阳往杀太子。行未至，奋阳使人先告太子，太子即去，不然将诛太子见王奔送。吴忌言于平王曰：“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。可以其父职而召之，不然，且为楚患。”王使谓伍奢曰：“能治汝二子则生，不能则死。”伍奢曰：“尚为人，忽必来。”原为人刚戾忍愧，能成大事。比见来之病情，其事必不来。王不听，使人召二子曰：“来，吾生汝父。”不来，今杀奢也。伍尚欲往，元曰：“楚之召我兄弟，非欲以生我父也，恐有托者后生患，故以父为职，诈召二子。二子到，则父子俱死。何以父之死？往而令仇不得报耳。不如奔他国，借力以雪父之耻，俱灭，无畏也。”伍尚曰：“我知往终不能全复命，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，后不能雪耻，终为天下笑耳。魏元，可去矣。汝能报杀父之仇，我将归死。”上计就职，使者捕伍胥。伍胥冠弓，指使相识者，使者不敢进，伍胥遂亡。闻太子建之在宋，往从之。奢闻子胥之亡也，曰：“楚国君臣且苦兵以伍尚治楚，楚并杀奢与上也。”伍胥既至宋，宋有华氏之乱，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。郑人甚善之。太子建又事晋，晋请公曰：“太子既善郑，郑信太子。太子能为我内应，而我攻其外，灭郑必矣。灭郑，而封太子。太子乃还郑。是谓惠，惠自私欲杀其从者，从者知其谋，乃告之于郑。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。建有子名慎。伍胥惧，乃与慎俱奔吴。到昭关，昭关欲执之。伍胥遂与慎独身不走，击不得脱，追者在后。至江，江上有一渔夫乘船，知伍胥之急，乃渡伍胥。伍胥既渡，解其谏曰：“此谏值100斤。”以与父父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得伍胥者赐粟5万石，绝直归，岂图100斤见邪？”不受。伍胥谓至吴而疾，止中道，乞食。至于吴，吴王僚方用事，公子光未将。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。
久之，楚平王以其编译钟离与吴编译悲梁氏俱残，两女子争丧相攻，乃大怒，至于两国举兵相伐。吴使公子光伐楚，拔其钟离，居巢而归。伍子胥说吴王僚曰：“楚可破也。”原复遣公子光。公子光谓吴王曰：“彼伍胥父兄未戮于楚，而劝王伐楚者，欲以自报其仇耳。伐楚未可破也。”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，欲杀王而自立，未可说以外事，乃尽专诸于公子光，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。5年而楚平王卒。初，平王所夺太子建请女生子枕，及平王卒，枕尽立为后，是谓昭王。吴王僚因楚丧，使2公子将兵往袭楚。楚发兵绝吴兵之后，不得归。吴国内空，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，是谓吴王阖庐。阖庐既立，得志，乃召伍元以为行人，而与谋国事。楚诸其大臣系宛、亳州离，亳州离之孙伯嚭王奔吴，吴亦以嚭为大夫，前王僚所遣。2公子将兵伐楚者，道绝不得归。后闻阖庐是王僚自立，遂以其兵将楚，楚封之于书。阖庐历3年，乃兴师与伍胥、伯嚭伐楚，拔书，遂擒故吴反2将军。因欲至尹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民劳，未可，且待之，乃归。4年，吴伐楚，取6羽前。5年，伐越，败之。6年，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。吴使伍元迎击，大破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。9年，吴王阖庐谓子胥、孙武曰：“使子言隐未可入，今果何如？”2子对曰：“楚将囊瓦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之，必先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庐听之，悉心。师与唐、蔡伐楚，与楚加汉水而成。吴王之弟夫盖将兵请从，王不听，遂以其属5000人。及楚将子长，子长败走，奔郑。于是吴乘胜而前，武战，遂至郢。己卯，楚昭王出奔。庚辰，吴王入郢。昭王出王，入云梦，到吉王，王走云。云公帝怀曰：“平王杀我父，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”云公恐其弟杀王，与王奔随。吴兵围随，谓随人曰：“周之子孙在汉川者，楚尽灭之。”随人欲杀王，王子其逆王，己自谓王以当之。随人捕与王于吴，不及，乃谢吴不与王。使伍元与申包胥未交，元之王也。谓包胥曰：“我必复楚。”包胥曰：“我必存之。”及吴兵入郢，伍子胥求昭王，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300，然后以申包胥亡于山中。使人谓子胥曰：“子之报仇，其以甚乎？”吴闻之，人众者胜天，天定亦能破人。今子故平王之臣，亲北面而视之，今至于戮死人，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？伍子胥曰：“为我谢申包胥曰：‘吾日莫途远，无故道行而逆失之。’于是申包胥走秦，告急，求救于秦。秦不许。包胥立于秦庭，昼夜哭，7日7夜不绝其声。秦哀公怜之，曰：“楚虽无道，有臣若是，可无存乎？”乃遣车500乘救楚及吴。6月，败吴兵于蓟。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，而阖庐弟夫盖乃王归，自立为王。阖庐闻之，乃弑楚而归，及其弟夫盖。夫盖败走，遂奔楚。楚昭王见吴有内乱，乃复入郢，封夫盖于唐西，为唐西氏。楚复与吴战，败吴，吴王乃归。
后2岁，何卢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，取藩。楚惧无复大来，乃去隐，喜于若。当世时，吴以伍子胥、孙武之谋，西破强楚，北威齐境，南服越人。其后4年，孔子相鲁。后5年，伐越。越王勾践迎击，败吴于姑苏，伤何卢止，军却。何卢病创将死，谓太子夫差曰：“尔望勾践杀尔父乎？”夫差对曰：“不敢忘世系。”何卢死。夫差继立为王，以伯嚭为太宰，袭战射。2年后伐越，败越于夫丘。越王勾践乃以余兵5000人，期于会稽之上，使大夫种后必夷吴太宰嚭以请和，求委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。伍子胥谏曰：“越王为人能辛苦，今王不灭，后必悔之。”吴王不听，用太宰嚭计与越平。其后5年，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，心君弱，乃兴师北伐齐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勾践时不重位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之也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吴患。今吴之有越、游，人之有复心急也。而王不先越而乃误齐，不亦谬乎？”吴王不听，伐齐，大败齐师于艾陵，遂威邹鲁之军以归。亦书子胥之谋。其后4年，吴王将北伐齐，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，乃虑其众以助吴，而众保以献夷。太宰嚭既数受越禄，其爱信越殊甚，日夜未言于吴王。吴王信用嚭之计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夫越复心之病，今信其服辞诈魏而贪齐，破齐，辟游食田，无所用之。且盘庚之告曰：‘有滇越不公，亦殄灭之，彼无一遇，吾使一种于兹亦此伤之所以兴。’元王视齐而先越，若不然，后将悔之无及。而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临行，谓其子曰：‘吾数见王，王不用，吾今见吴之王矣。汝与吴俱亡，无异也。’乃属其子。于其报穆，而还报吴。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，因谗曰：‘子胥为人刚暴，少恩，猜贼，其愿望恐未生祸也。’前日王欲伐齐，子胥以为不可，王促伐之而有大功。子胥耻其计谋不用，乃反愿望。而今望又复伐齐，子胥专避强健，举毁用事，徒信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。今王自行。西国中武力以伐齐，而子胥见不用，因辍谢，降并不行。王不可不备，此其祸不难。且嚭使人为嗣之，其始于齐也，乃属其子于齐之暴事。夫为人臣，内不得意，外以诸侯。自以为先王之谋臣，今不见用，常泱泱愿望。元王早图之。吴王曰：‘为子之言，吾亦疑之。’乃使赐伍子胥属漏之剑，曰：‘子以此死。’伍子胥仰天叹曰：‘嗟乎！谗臣嚭未乱矣，王乃反诛我。我令若复罢。自若未立时，诸公子争利，我以死争之余。先望，积不得利。若既得利，欲分吴国与我，我故不敢忘也。然今若听于臣言以杀长者，乃告其舍人曰：‘必树吴木上以子，令可以为器，而绝吴眼线吴东门之上，以观越。寇之入灭吴也。’乃自尽死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乃取子胥师胜以吃夷革，服之江中。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上，因命曰胥山。吴王既诛伍子胥，遂伐齐。齐报是杀齐军到宫而立阳身。吴王欲讨其贼，不慎而去。其后2年，吴王召鲁卫之军会之驼高。
其明年，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，以令周氏。月，王勾践袭杀吴太子，破吴兵。吴王闻之，乃归，使时后必与越平。后9年，越王勾践遂灭吴，杀王夫差，而诛太宰匹，以不忠于其君，而外受众禄，与己比周也。伍子胥出所与拒王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，在于吴。吴王夫差之时，楚惠王欲召胜归。楚叶公谏曰：“胜好勇而因求死事，待有私乎？”惠王不听，遂召胜，使居楚之边邑。焉号为白公。白公归楚3年而无诸子胥。白公胜既归楚，愿郑之杀其父，乃因养死事求报郑。归楚5年，请伐郑，楚令尹子奚许之。兵未发而进伐郑，郑请救于楚。楚使子奚往救，与盟而还。白公胜怒曰：“非郑之仇，乃子奚也。”胜自利剑，人问曰：“何以谓？”胜曰：“欲以杀子奚。”子奚闻之，笑曰：“胜如卵耳，何能为也？”其后4岁，白公胜与时起袭杀楚令尹子奚、司马子期于朝。时起曰：“不杀王，不可。”乃结王如高府。时起从者屈故复楚惠王王走昭夫人之宫。叶公闻白公未乱，虑其国人攻白公。白公之徒败，王走山中自杀。而鲁时起，而问白公失处，不言将亨。时起曰：“事成为亲，不成而亨，故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失处。”遂亨时起，而求惠王复立之。太史公曰：“愿独之于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，况同列乎？”相令伍子胥从。奢俱死，何以蝼蚁？气小翼，雪大齿，名垂于后世，悲夫！方子胥迥于江上，道起时，至岂长须于望隐邪？故隐忍救功名，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？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，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？所引数赞，谗人罔极，交乱4国，皆比无事，备资凶特。元独忍垢，致复冤毒。罢吴起师，伐楚逐北，鞭师学耻，绝演弃德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。孔子曰：“授业深通者70有7人，皆异能之士也。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牙伯牛。仲弓、郑氏、牙友、季路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诗也辟，参也鲁。柴也虞，游也晏，回也吕空。赐不受命而获职焉，一则吕中。”孔子之所言是：于周则老子，于魏蘧伯玉，于齐晏平仲，于楚老来子，于郑子产，于鲁孟公绰。数称臧文仲、柳下惠、同堤伯华、介山子然，孔子皆后之，不并世。颜回者，鲁人也，字子渊。少孔子30岁。颜渊问仁，孔子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孔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回也如鱼，退而审其思，亦足以发；回也不愚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耳。有是夫。”回年29，发尽白，早死。孔子哭之痛，曰：“自吾有回，门人亦亲鲁哀公。”问弟子孰谓好学？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”闵损字子骞。少孔子15岁。孔子曰：“孝哉，闵子骞！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，不士大夫，不食乌君之禄。如有负我者，必再问上矣。”牙根字伯牛。
孔子以为有德行。伯牛有恶疾，孔子往问之，自有执其手，曰：命也夫。斯人也而有斯疾，命也夫。牙雍字仲弓。仲弓问政，孔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孔子以仲弓谓有德行，曰：雍也可使南面。仲弓父，见人。孔子曰：犁牛之子心且教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牙求字子友，少孔子29岁，未继世载。季康子问孔子曰：牙求人乎？曰：千世之义，百乘之家，求也可使治其父。人则无不知也。复问子路人乎？孔子对曰：如求。求问曰：文思行诸？子曰：行之。子路问：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文思行之？子华怪之，敢问同而答异。孔子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；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仲由字子路，辩人也。少孔子9岁。子路性鄙，好勇力，志抗直，观雄鸡，佩家豚，临报孔子。孔子设礼稍诱子路，子路后如服委直，因门人请为弟子。子路问政，孔子曰：先知劳之请益。曰：无倦。子路问：君子尚勇乎？孔子曰：义之为上。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，小人好勇而无义则道。子路有闻，谓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孔子曰：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与？有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。衣必运袍与衣狐合者立而不耻者，其有也与？有也升堂矣，未入于是也。季康子问：仲由人乎？孔子曰：千乘之国可使治其父，不知其人。子路喜从游，欲长举，桀逆，何丈人？子路谓季氏载。季孙问曰：子路可谓大臣与？孔子曰：可谓巨臣矣。子路谓仆大夫，辞孔子。孔子曰：仆多壮士，又难治。然吾与汝，恭以敬，可以执勇；宽以正，可以比重；公正以敬，可以报上。初，魏灵公有宠姬曰男子。灵公太子愧愧得过男子，拒诸出奔。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隐，隐不肯，曰：亡人太子之子哲在于是未立则为君，是谓出公。出公立12年，其父愧愧居外，不得入。子路谓魏大夫孔窥之意载。愧愧乃与孔窥作乱，谋入孔窥家，遂与其徒袭公出公。出公奔鲁，而愧愧入立，是谓庄公。方孔窥作乱，子路在外，闻之而驰往。欲子高出谓城门，谓子路曰：出公去矣，而门已闭，子可还矣，吾空受其祸。子路曰：食其食者不避其男子高卒去。有使者入城，城门开，子路随而入，造愧愧，愧愧与孔窥登台。子路曰：君焉用孔窥？请得而杀之。愧愧弗听。于是子路欲反台，愧愧惧，乃下石起，虎眼攻子路，即断子路之缨。子路曰：君子死而官不免，遂结缨而死。孔子闻未乱，曰：嗟乎！有死矣，已而果死。故孔子曰：自无得由，恶言不闻于耳。是时子贡谓鲁使于齐，宰与自子我，立口辩辞。既授业，问：3年之丧不以久乎？君子3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3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骨既霉，新骨既生，钻遂改火，其可已矣。子曰：与汝安乎？曰：安。汝安则谓之。
君子居丧，食指不甘，闻乐不乐，故弗谓也。宰我出，子曰：与之不仁也。子生3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3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义也。宰与纣请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宰我问武帝之德，子曰：与非其人也。宰我为临淄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持之。端木赐，为人，字子贡。少孔子31岁。子贡利口巧辞，孔子常处其辩。问曰：汝与回也孰悦？对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回也闻一以之十，次也闻一以之二。子贡既以授业，问曰：次何人也？孔子曰：汝器也。曰：何器也？曰：胡连也。臣子禽问子贡曰：仲尼焉学？子贡曰：文武之道未坠于的，在人。贤者视其大者，不贤者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又问曰：孔子世国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亦与之与？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？子贡问曰：富而无骄，贫而无谄，何如？孔子曰：可也。不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田常欲作乱于齐，但高、国、鲍、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夫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，国为如此。二三子何谓莫出？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时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。遂行，至齐，说田常曰：君之伐鲁过矣。夫鲁，南伐之国，其城堡以卑，其地狭以谢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畏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君不如伐吴。夫吴，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兴，士选以保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民大夫守之，此亦伐也。田常愤然作色曰：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。而以教常，何也？子贡曰：臣闻之，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。吾闻君3封而3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。而君之功不与焉，则骄日疏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自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夫上骄则自，臣骄则真，是君上与主有阙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利于其为矣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。孤主治其者为君也。田常曰：善。虽然，吾兵业以加鲁矣，去而知吴，大臣以我，奈何？子贡曰：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应以兵迎之。田常许之，使子贡南见吴王。说曰：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军之重加诸两而已。今以万乘之齐，而思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谓王为之。且夫救鲁，显明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以辅四上，诸侯、诸暴齐以服强劲，力莫大焉。民存亡鲁，时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吴王曰：善。虽然，吾常与越战，期之会稽。越王苦生养士，有报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子贡曰：越之进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。王治齐而伐越，则齐以平鲁矣。且王方已存。王既绝魏民，夫伐小越而为强齐，非勇也。
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王者不绝事，以利其义。今存越氏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虑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且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。此时空越，民从诸侯以伐也。吴王大说，乃使子贡之越。越王除道交迎，身欲至舍而问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无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为越，曰：待我伐越乃可。如此，破越，必矣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，使人知之，殆也。是未发而先。文为也。三者举世之大患。勾践顿首再拜曰：孤常不料力，乃与吴战，困于会稽，痛入于骨髓，日夜交唇前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远也。遂问子贡。子贡曰：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，国家必以数战，士卒服忍，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，子虚以见死。太宰匹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治也。今王臣发士卒左之矫其志，众宝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其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矣；战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臣请北见晋军，令共攻之，若无必矣。其锐兵尽于齐，众甲困于晋，而王至其必，此灭无必矣。越望大说，许诺。送子贡金100亿，剑1，良矛2。子贡不受，遂行。报吴王曰：臣竟以大王之言告越王。越王大恐，曰：孤不信，少失先人，内部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深辱，期于会稽，国位虚莽，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祖斗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？后5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东海一城孤据，见使者陈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。今妾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诸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氏，请西起境内士卒3000人，孤请自备坚直锐，以先受使时。因越见陈种奉先人藏器，甲2石领，抚驱卢之矛，不光之剑，以贺军力。吴王大说，以告子贡曰：越望欲生从寡，人伐齐，可乎？子贡曰：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息人之众，又从其军，不义。君受其必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军。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9郡兵伐齐。子贡因去之境，谓晋军曰：臣闻之，律不先定，不可以因促；兵不先变，不可以胜敌。今夫齐与吴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其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晋军大恐，曰：未知奈何？子贡曰：修兵修促，以待之。晋军许诺。子贡去而知鲁。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，大破其师，获戚将军之兵而不归，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。吴晋争强，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设将袭吴，去乘其里而军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。3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越遂为王。公杀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吴3年，东向而罢。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罢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迫，10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获资，喜洋人之美，不能逆人之过。常香卤味，加类千金，醋忠于齐。颜衍，吴人，字子由。少孔子45岁。子由既已授业，为武成宰。
孔子过，闻弦歌之声。孔子莞尔而笑曰：“歌姬焉用牛刀？”子游曰：“习者焉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’”孔子曰：“二三子，言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。补商字子夏，少孔子44岁。子夏问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惠氏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商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子贡问：“诗与商孰贤？”子曰：“诗也过，商也不及。然则诗乐与？”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子谓子夏曰：“汝谓君子如，吾谓小人如。”孔子季眉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谓文侯师。其子死，哭之失明。专孙师，成人，字子张。少孔子48岁。子张问干路，孔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代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”他日从在陈蔡间，困，问行。孔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国行也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于则见其以于恒。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身。子张问：“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孔子曰：“何哉？尔所谓达者。”子张对曰：“在国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孔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者，直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国及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，在国及家必闻。”曾参，南武成人，字子瑜。少孔子46岁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故受之业，作《孝经》。死于鲁。旦台灭明，武成人，字子羽。少孔子39岁。状貌甚恶。欲事孔子，孔子以为才薄。既以授业，退而修行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部。见卿大夫。南游至江，从弟子300人，摄取与去就，名师乎诸侯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吾以言取人，师之宰予；以貌取人，师之子予。密不其字子建。”少孔子30岁。孔子谓子建君子哉？鲁无君子，斯焉取斯？子建为丹父宰，反命于孔子，曰：“此国有贤不齐者5人，教不齐所以治者孔。”子曰：“习哉，不齐所治者小，所治者大，则数己矣。”原宪字子思。子思问耻。孔子曰：“国有道，故；国无道，故耻也。”子思曰：“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人则无服之也。”孔子卒，原宪遂亡在草泽中。子贡相位，而结4连旗，排离或入穷言，过谢原宪。来者谓之贫，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。若宪贫也，非病也。子贡惭，不义而去，终身耻其言，之过也。公也长，其人，字子长。孔子曰：“长可欺也，虽在类义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欺之。”南宫括，字子荣。问孔子曰：“益善射，傲荡周，惧不得其死然，与季公驾而有天下。”孔子弗答。荣出，孔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上德哉若人！国有道，不废；国无道，免于行路。3父白圭之殿，以其兄之子欺之。公西哀字季次。”孔子曰：“天下无形，多为家臣，是于都，为祭祀未尝事。”曾点字兮。是孔子。
孔子曰：言而至典曰：春服既成，观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。欲乎疑，风乎舞于，咏而归。孔子喟而叹曰：吾与典也。言无昼自录。录者，颜回父，父子常各一时事孔子。颜回死，颜路平，请孔子车以葬。孔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立也死，有观而无果，无不图形以为之果，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可以图形。商渠，鲁人，字子木。少孔子29岁。孔子传义于渠，渠传楚人汉毕子弘，弘传江东人饺子雍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家述，述传淳于人光子成宇，宇传齐人田子庄和，和传东吴人王子中同，同传淄川人杨和。和元，朔中以至义为汉中大夫。高柴字子高。少孔子30岁。子高长不盈5尺，授业孔子，孔子以为愚。子路使子高为废后宰。孔子曰：贼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孔子曰：是故恶夫佞者。七雕开字子开。孔子使开示，对曰：吾思之未能信孔子说。公伯僚字子周。周肃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：夫子固有惑志，僚也，无力犹能似诸。是朝。孔子曰：道之将行，命也；道之将废，命也。公伯僚其如命何？司马根字子牛。牛多言而躁。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仁者其言也任曰：其言也任，斯可谓知人乎？子曰：谓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问君子，子曰：君子不忧不惧曰：不忧不惧，斯可谓之君子乎？子曰：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樊须字子池。少孔子36岁。樊迟请学驾，孔子曰：吾不如老农请学仆。曰：吾不如老仆樊迟出。孔子曰：小人哉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抢父其子而至矣，焉用驾？樊迟问仁，子曰：爱人问智，曰：知人。有若少孔子43岁。有若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望之道，斯为美。小戴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孔子季眉，弟子司慕，有若状似孔子。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夫子时也。他日，弟子进问曰：昔夫子当行，使弟子耻与惧，以而果与。弟子问曰：夫子何以知之？夫子曰：师不云乎？月离于壁，彼滂沱以琢木月不宿壁乎？他日，月宿壁，竟不语。商渠年长无子，其母未娶氏。孔子使之齐，渠母请之。孔子曰：无忧。渠年40后，当有5丈夫子，已而果然。问夫子何以知此？有若默然无以应。弟子启曰：有子必之，此非子之作也。公西赤字子华。少孔子42岁。子华始于齐，有为其母请诉。孔子曰：与之父请义。曰：与之与。子与之素无柄。孔子曰：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君子周疾不继父。乌马师字子期。少孔子30岁。陈思拜问孔子曰：鲁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知礼，退而依乌马其曰：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鲁君娶吾女为夫人，命之为孟子。孟子姓姬，讳称同姓，故
谓之孟子。鲁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师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丘也信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臣不可言君亲之恶，谓惠者，礼也。梁詹字叔虞，少孔子29岁。颜姓字子柳，少孔子46岁。牙如字子鲁，少孔子50岁。曹旭字子荀，少孔子50岁。伯虔字子西，少孔子50岁。公孙龙字子时，少孔子53岁。字子时已幼35人，显有年名及授业见于书传。其40有2人，无年及不见书传者记于左。牙记字子产。公祖巨资字子之。秦祖字子南。七雕多字子敛。颜高字子交。七雕屠父。壤四赤字子图。商则。时作蜀字子明。任不齐字选。公良如字子正。后处字子礼。秦牙字开。公下手字成。西荣真字子西。公坚定字子忠。颜祖字襄。乔丹字子嘉。据锦江。罕腹黑字子所。秦商字子丕。申党字周。颜之仆字叔。荣其字子齐。献臣字子齐。左人尹字行。晏吉字思。郑国字子图。秦非字子之。师之长字子恒。颜怪字子申。不书臣字子车。元抗吉。乐凯字子申。连协字雍。书仲惠字子齐。颜和字牙。狄黑字西。邦训字子敛。孔中。公西于如字子上。公西真字子上。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其实子之徒，欲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。君之谓笃绝容貌，则论言弟子集，出孔氏古文进士。予以弟子名姓文字析取《论语》弟子问并次位篇，疑者却焉。所引述赞，教心确理，道在邹乡。亦能就列，秀士升堂。一人游艺，合至同方。将师公隐，祖斗琳琅。习哉不罢，空城素望。史记商君列传。商君者，谓之诸庶孽公子也，名鞅，姓公孙氏，其祖本姬姓也。鞅少好行名之学，是谓襄公叔作谓中庶子。公叔作之其贤，谓极敬。惠作病，谓惠王亲往问病，曰：公叔病有如不可会，将奈社稷何？公叔曰：作之中庶子公孙鞅，年虽少，有其才。元王举国而听之。王黑然。王且去，作平人言曰：王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王许诺而去。公叔作赵鞅谢曰：今者王问可以为襄者，我言若，王色不许我。我方先君后臣，因为王即服用鞅，当杀之。王许我。汝可即去矣，且见秦。鞅曰：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？卒不去。惠王既去，而谓左右曰：公叔病甚，悲乎！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，岂不备哉？公叔既死，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，将修谋攻之业，东复亲的，乃遂西入。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。孝公既见未鞅，与世良久。孝公10岁，弗听。罢而。孝公怒景监曰：子之客望人耳，安足用邪？景监以让未鞅。未鞅曰：吾说公一地。道其志不开悟矣。后5日，复求见鞅。鞅复见孝公，亦悦，然而未终止。罢而孝公复让景监，景监亦让鞅。
鞅曰：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，请复见鞅。鞅复见孝公，孝公善之而未用也，罢而去。孝公谓景监曰：汝克善，可与语矣。鞅曰：吾说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臣复见我，我知之矣。谓鞅复见孝公，公与不自知达之，潜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景监曰：子何以终吾君？吾君之欢甚也。鞅曰：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3代，而君曰：久远，吾不能待。且贤君者，各及其身显明天下，安能亦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，君大说之耳。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矣。孝公既用谓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异己。谓鞅曰：夷行无名，夷事无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故见非于事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傲于民。愚者暗于陈氏，知者见于未蒙。民不可与律史，而可与乐臣。论至德者不合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理。孝公曰：善甘龙曰：不然。圣人不义民而骄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骄，不劳而成功，远法而治者，利息而民安之。谓鞅曰：龙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逆于所闻。以此两者居官首，法可也，非所欲论于法之外也。3代不同理而亡，5伯不同法而罢。智者作法，愚者治焉；贤者更理，不孝者居焉。杜志曰：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公不实，不义气。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谓鞅曰：治世不依道，变国不法古。故汤武不循古而亡，夏殷不义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孝公曰：善以谓鞅谓左庶长，促定变法之令，令民为15，而相慕思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手同赏，逆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2男以上不分邑者，备其父。有军功者，各以律授上爵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备刑大小。戮力本业，根之质素薄多者负其身。是莫利及待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奴。宗是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民尊卑爵制等级，各以差赐民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加赐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。令既惧，谓不，恐民之不信，以乃立3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牧民有能徙至北门者，与10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能徙者与50金。有一人徙之者与50金，以民不欺。卒下令，令行于民其年。秦民之国都言出令之不变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，谓鞅曰：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将法太子。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行。行其父公子虔，秦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10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加给人族。民勇于攻战，怯于私斗，相议大治。秦民出言令不变者有，来言令变者，谓鞅曰：此皆乱话之民也，尽迁之于边城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于是以鞅为大良造，将兵围魏安邑，降之。居3年，作为筑济阙宫廷于咸阳。秦自雍喜都之，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席者未尽。而及小乡邑聚魏县，制令臣凡31县。
魏田开阡陌封疆，而复税平。平斗统权衡丈尺。行之4年，公子虔父犯曰：“义之。”居5年，秦人富强，天子制作于孝公，诸侯必贺。其明年，齐败魏兵于马陵，虏其太子申，杀将军庞涓。其明年，魏鞅说孝公曰：“秦之与魏，譬若人之有负心疾，非魏病秦，秦疾病魏。何者？魏居岭鄂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河而独善山东之利。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胜，国赖以胜。而魏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叛之，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知秦，必东徙。东徙，秦据河山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孝公以为然，使魏鞅将而伐魏。魏使公子养将而击之。君既相拒，魏鞅疑魏将公子养书曰：“吾始与公子欢，今拒魏两国将，不忍相攻。可与公子面相见，盟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魏。”魏公子养以为然。会盟以饮而魏。鞅服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养，因攻其军，尽破之以归秦。魏惠王兵数破于其秦，国内空。日以消，恐，乃使割河西之地陷于秦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恨不用公书作之言也。”魏鞅既破魏还，秦封之于商15邑，号为商君。商君相秦10年，宗室贵戚多愿望者。赵良见商君，商君曰：“鞅之得见也，从孟兰。高今鞅请得交，可乎？”赵良曰：“仆弗敢言也。”孔丘有言曰：“推贤而待者进，惧；不孝而亡者退。仆不孝，故不敢受命。”仆闻之曰：“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，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。仆听君之意，则恐仆贪位贪名也，故不敢闻命。”商君曰：“子不说无。”至秦语。赵良曰：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”虞舜有言曰：“自卑也。”上矣。君不若道虞舜之道，无谓问仆矣。商君曰：“使秦戎狄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今我更治其教，而为其男女之别，大助季阙，淫如鲁卫矣。子观我治秦也，孰？”与五谷大夫贤。赵良曰：“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耶；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恶恶。武王恶恶以昌，殷纣默默以亡。君若不非武王乎，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禹有之矣，冒言华也，至言实也，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。夫子果肯终日正言，鞅之药也。鞅将世子，子又何辞焉？”赵良曰：“夫五谷大夫，今之比人也。闻秦谋，公之贤而远望谗，行而无资，自周于秦客，被贺食牛。其年，谋公之之，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忘焉。襄秦6、7年，而东伐郑，三至晋国之君，以救金国之祸。发教封内，而巴人至贡，失得诸侯，而巴戎来服。由于闻之，款官请见。五谷大夫之相秦也，劳不作臣，属不张盖，行于国中，不从车臣，不操干戈，功名葬于府库，德行失于后世。五谷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冲者不相处。此五谷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避人颈间以为主，非所以为民也。襄秦不以百姓为事，而大助季阙，非所以为公也。行秦太子之师父，残伤民以郡行，是积怨处祸也。
教之化民也。生于命，民之孝上也节于令。今君又左见外意，非所以为交也。君又南面而称寡人，日神情之贵公子。诗曰：相属有替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何不传死以失官之？非所以为受也。公子前度门不出以8年矣，君又杀祝欢而秦公孙贾。诗曰：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此数世者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十数，从车载甲，多利而骈携者谓参乘，持矛而操细戟者旁车而驱。此一物不惧，君故不出。书曰：士得者昌，士利者亡。君之为若朝禄，上将欲延年益寿乎？则何不归15都，冠元于彼，劝秦王显延血之事，养老存孤，敬父兄，恤有功，尊有德，可以少安。君上将贪商于之父，宠秦国之教，处百姓之怨。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为哉？王可翘足而待，商君服从。后5月而秦孝公卒，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力捕商君。商君王至关下，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商君之法，舍人无厌者作之。商君喟然叹，曰：嗟乎！为法之必宜至此哉？去之谓。魏人怨其妻公子养而破魏师，弗受。商君欲之他国。魏人曰：商君，秦之贼。秦强而贼入魏，弗归，不可。遂内秦。商君既复入秦，走商邑，与其徒属发义兵北出击郑。秦发兵攻商君，杀之于郑渑池。秦会王车，列商君以训，曰：莫如商鞅反者，遂灭商君之家。太史公曰：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积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弗说，非其职矣。且所因由必成，即得用，行公子虔，妻未将养，不失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常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，促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夫。所引数赞，未鞅入秦，仅监视因。王道不用，罢数见轻。政必改革，理起因循。既期未将，亦怨秦人如何作法，逆吕不兵。史记苏秦列传。苏秦者，东周洛阳人也。东氏失于齐，而袭之于鬼谷先生。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。兄弟嫂妹妻妾妾皆笑之，曰：周人之俗，治产业，立工商，逐12以为务。今子是本而是口舌，困不亦宜乎？苏秦闻之而惭，自伤，乃避世。不出其书，便观之，曰：夫士业以屈首受书，而不能以取尊荣，虽多一奚以为？于是的周书因服而读之。其年，以出揣摩，曰：此可以说当世之君以求说周。显望左右素习之苏秦，皆少之。弗信，乃西至秦。秦孝公卒。说惠王曰：秦4塞之国，背山带魏，东有关河，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马，此天府也。以秦士民之众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秦王曰：矛与魏臣，不可以高飞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肩方诛商鞅，即便是弗用。乃东之赵。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，号凤阳君。凤阳君弗说之，去游燕，遂于而后得见。说燕文侯曰：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灵狐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滹沱、易水，地方2000余里，
带甲数10万，车600乘，骑6000匹。素之数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门之饶，北有藻砾之利，民虽不佃作而足于藻砾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。夫安乐无事，不见父君杀将，无过雁者，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雁之所以不犯寇，备甲兵者，以赵之为避其难也。秦赵5战，秦在胜而赵3胜。秦赵相避，而王以全雁制。其后，此雁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雁也，于云中、九原、过代、上古，弥得数千里，虽得雁成，秦既故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雁亦明矣。今赵之攻雁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10日而数10万之军均于东原矣。渡滹沱，涉易水，不至4、5日而据国都矣。故曰秦之攻雁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雁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，既无过于此者。是故元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文侯曰：子言则可，然吴国小，西破强赵，南进齐，赵强国也。子必欲何从？以安燕，寡人请以国从。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。而凤阳君已死，即因说赵肃侯曰：天下卿乡人臣疾，布衣之事，皆高贤君之行义，皆原奉教臣忠于前之日久矣。虽然，凤阳君度而君不任事，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。今凤阳君捐馆舍，君乃今复与市民相亲也，臣故敢进。其余虑，且为君计者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拥有事于民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则交，则交而得则民安，则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，其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，以秦攻齐而民不得安，以其攻秦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。元君慎勿出于口，请别白黑所以异，阴阳而已矣。君臣能听臣，燕必至瞻求狗马之地，齐必至于盐之海，楚必至橘右之原，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至汤沐之凤，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歌的褒利，武伯之所以负君秦姜而求也，封侯贵戚，汤武之所以放肆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远也。今大王与秦，则秦必若韩、魏；与齐，则齐必若楚、魏。魏弱则割河外，韩弱则效宜阳，宜阳效则上郡绝，河外割则道不通，楚弱则无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熟记也。夫秦下指道，则南阳为；结韩包周，则赵氏自操兵，据魏取卷，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以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相赵矣。秦假渡河于漳，据番吴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谓君患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。赵地方2000余里，带甲数1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素之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国。燕故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者，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何也？魏、韩、魏之亦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、赵之难避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吾有名山大川之县，稍蚕食之，复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知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、魏之归，则或必忠于赵矣。此臣之所谓君患也。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的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巨，以亡诸侯；汤武
知士不过3000，车不过300乘，卒不过3万，立为天子，臣得其道也。是故民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，故以行于胸中矣，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明绝世哉？臣妾以天下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5倍于秦，料度诸侯之卒10倍于秦，六国为一，并立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视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横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。秦臣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于色之音。前有楼阙轩辕，后有长交美人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夫横人日夜务以秦权，恐弃诸侯，以求割的，故元大王孰计之也。臣闻民主决一去谗，平流言之机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广的强兵之计，臣的臣忠于前矣。故妾为大王计，莫如议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以从亲，以叛秦，令天下之江乡会于环水之上，通直，哭白马而盟。要曰：秦、公、楚、齐、魏各出锐师以佐之。韩绝其粮道，赵设河张，燕守长山之北。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而佐之。赵设河张，燕守云中。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道。赵设河张，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则赵守长山，楚军5关，齐设渤海，韩、魏皆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5关，魏军河外，齐设清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5国之兵共伐之。6国从轻以兵秦，则秦假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赵王曰：寡人年少，立国日浅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，诸侯寡人尽以国从，乃试车100乘，黄金1000亿，白璧100双，锦绣千纯，以约诸侯。是时周天子制文武之作于秦惠王。惠王使西守宫卫，秦将龙甲，取魏之雕鹰，且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，乃激怒张仪，入之于秦。于是说韩宣王曰：韩北有巩、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、商板之塞，东有宛、壤、尾水，南有行山，地方900余里，带甲数10万，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。西子少府10吏，俱来者，皆射600步之外。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阔壁动胸，近者低眼心。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名山，唐西、莫阳、河父、邓师、宛冯、龙渊、太阿，皆路断牛马，水结骨燕。当敌则斩坚甲铁木，隔绝福锐，无不避惧。以韩卒之勇，备坚甲，执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。修社稷而为天下效，无大于此者矣。是故元大王孰计之？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。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割的。与则无的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是愿结祸者也。不战而的以消矣。臣闻彼谚曰：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今西面。交臂而成事秦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妾为大王羞之。于是韩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瞠目，
暗见仰天太息曰：寡人虽不孝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从。又说魏襄王曰：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、陈、汝南、许、兖、昆阳、赵陵、武阳、新都、新期，东有淮、颍、酸枣、吴须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卷、兖、酸枣的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鲁武之数，曾无所除牧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轰轰嘤嘤，若有3军之众。臣妾谅大王之国不下楚，然恒人触王交强虎狼之情矣。倾天下，促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挟强秦之势以内结其主，最无过此者。谓天下之强国也，王天下之贤王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地宫，受冠带，辞春秋。臣妾为大王耻之。臣闻越王勾践战必卒3000人，秦夫差于干岁，武王卒3000人，革车300乘，至纣。于牧也，岂其士卒众哉？臣能奋其威也。今妾闻大王之卒，武士20万，苍头20万。奋骑20万，司徒10万，车600乘，骑5000匹。此其过越王勾践，武王远矣。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成事秦。夫事秦必割的以效时，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凡群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奸人，非忠臣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以内结其主，以求割的。元大王孰察之？周书曰：教教不绝，慢慢奈何？毫毛不伐，将用斧刻。前虑不定，后有大患，将奈之何？大王臣能听臣，六国从亲，专心并力一义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必议赵王，使臣效于计，奉名曰：在大王之诏召之。魏王曰：寡人不孝，未尝得闻明教。今主君以赵王之诏召之，尽以国从。因东说齐宣王曰：其南有泰山，东有狼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北所谓四塞之国也。其地方2000余里，带甲数10万，素如丘山。3军之粮，5家之兵，进如风使，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。即有军役，未尝备泰山，绝清河，涉渤海也。临淄之中7万户，臣妾度之，不下户3男子，3妻21万，不呆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故已21万矣。临淄胜负而食，其民无不吹于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遛骡踏驹者。临淄之徒，车鼓疾，人间魔，连刃成围，举袂成木，挥汗成雨，加因人足，至高气扬。夫以大王之贤，与其之强，天下莫能当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妾为大王修之。且夫韩、魏之所以重为秦者，为与秦接近壤界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出10日而战胜，存亡之机绝矣。韩、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；四境不守，战而不胜，则国以为王随其后。是故韩、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其则不然。备韩、魏之地，过魏阳晋之道，近乎抗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100人守险，1000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以其后也。是故动夷须歇，交津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，害其益民矣。夫不深料秦之无奈其何，而欲西面而视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吾臣视秦之民而有强国之时，臣是故元大王少留意计之。齐王曰：
寡人不敏，僻远受害，穷到东晋之国也，未尝得闻于教。今足下以赵王。赵召之，进以国从。乃西南说楚威王曰：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王也。西有黔中、乌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行塞、浔阳，地方5000余里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速之10年。此霸王之资也。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。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谓大王计，莫如从。卿以孤秦。大王不从，秦必起2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，则燕引动矣。臣闻治之其未乱也，谓之其未有也。患治而后忧之，则无及矣。故元大王早熟计之。大王臣能听臣，臣请令山东之国奉40知县，以陈大王之明诏，委社稷，奉宗庙，练士立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臣能用臣之余计，则韩、魏、齐、燕、赵、魏之妙。因每人必充后宫，燕带驼驼良马必食外厩。故从和则楚王，横陈则秦地。今是霸王之业，而有世人之名，臣妾为大王不取也。夫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也。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矣。是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仇者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情，以轻天下。卒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外挟强秦之威，以内结其主，以求割的，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故从轻则诸侯割的以是楚，横和则楚割的以是秦，此两侧者相去远矣，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必议赵王使臣效于计，奉名曰：在大王召之。楚王曰：寡人之国西与秦接近，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。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侵也。而韩、魏迫于秦患，不可与深谋，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，故谋未发而国以为矣。寡人自料以楚当秦，不见胜也，内与群臣谋，不足是也。寡人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摇摇然如现今而无所终薄。今主君欲益天下，收诸侯，存为国，寡人谨奉社稷以从。于是6国从和而并立焉。苏秦魏从约长，并相6国。北报赵王，乃行过洛阳，车骑辎重，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，疑于王者。周显望闻之，恐惧，除道，使人交劳。苏秦之昆第妻嫂侧目，不敢仰视，俯伏视取食。苏秦笑谓其嫂曰：何前倨而后恭也？嫂委匍匐，以面掩的而谢曰：见季子位高经多也。苏秦喟然叹曰：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惧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众人乎？且使我有洛阳、傅、郭、田2顷，吾岂能配6国相应乎？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。初，苏秦之宴，待人100钱为资，乃得富贵，以100金偿之。便报诸所常见得者，其从者有1人独未得报，乃钱自言。苏秦曰：我非望子，子之与我至宴，再三欲去我一水之上，方是时，我困，故望子身，是矣。苏秦既约6国从亲，归赵，赵肃侯封为武安君，乃投从约书于秦。秦兵不敢窥函谷。观15年，其后秦使西守七齐、魏，与共伐赵，欲败从约。齐、魏伐赵，赵王让苏秦。苏秦恐，请使宴，
必报其。苏秦去召而从曰：皆解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是岁，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为燕义王。义王出立，齐宣。王因燕丧伐燕，取时臣。义王谓苏秦曰：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资先生见赵，遂曰六。国从。今其先伐赵，次至燕，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，先生能为燕的亲的乎？苏秦大惭，曰：请为王取之。苏秦见齐王，再拜，抚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是何庆吊相随之素也？苏秦曰：臣闻姬人所以击而不食污秽者，为其越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。今燕虽弱小，及秦王之少畜也。大王立其时臣而常与强秦为仇。今使若燕为燕行而强秦避其后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时污秽之类也。齐王悄然变色曰：然则奈何？苏秦曰：臣闻古之善治，士者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。大王臣能听臣计，即归燕之时臣。燕无故而得时臣，必喜。秦王之以己之故而归燕之时臣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仇而得时交者也。夫燕、秦俱是，其则大王号令天下，莫敢不听。是王以虚辞负秦，以时臣取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王曰：善于是，乃归燕之时臣。人有毁苏秦者曰：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，将作乱苏秦，恐得罪归，而燕王不复。观也。苏秦见燕王曰：臣东周之鄙人也，无有分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于庙，而礼之于庭。今臣为王却其之兵而得时臣，以义亲。今来而王不观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臣闻忠信者，所以自卫也；进取者，所以为人也。且臣之说其王，曾非欺之也。臣弃老母于东周，故去自卫而行进取也。今有孝如岑参，廉如伯夷，信如尾生，得此三人者，以是大王，何若？王曰：足以。苏秦曰：孝如岑参，亦不离其亲一粟于外，王又安能使之不行千里而视若燕之为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亦不畏孤竹君之嗣，不肯为武王臣，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。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不行千里而行进取于其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骑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不行千里却其之强兵哉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。燕王曰：若不忠信耳，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苏秦曰：不然。臣闻客有远为利而齐妻思于人者，其夫将来，其思者忧之。妻曰：勿忧，吾以作药酒待之矣。居3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举药酒进之。妾欲言酒之有药，则恐其主母也；欲勿言乎，则恐其杀主父也。于是乎降将而弃酒。主父大怒，吃之50。故妾一将而复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于吃，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。夫臣之过，不信而类是乎？燕王曰：先生复旧故官，义后遇之。义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与苏秦私通。燕王知之，而视之加厚。苏秦恐诛，乃说燕王曰：臣居燕不能使燕众，而在其则燕必众。燕王曰：为先生之所谓。于是苏秦降为得罪于燕而王走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
齐宣王卒，闵王即位，说闵王后葬以明孝，高公氏大愿又以明德义，欲破避齐而位。晏亦王卒，晏怪立为王。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，而使人赐苏秦，不死，疏而走。齐王使人求贼，不得。苏秦且死，乃谓齐王曰：“臣即死，车裂臣以训于世。”曰：“苏秦为晏作乱于齐，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。”于是如其言，而杀苏秦者果自出，齐王因而诛之。晏闻之曰：“甚矣，其之为苏身报仇也。”苏秦既死，其事大谢。其后闻之，乃恨怒晏。晏甚恐。苏秦之弟曰代，代弟苏厉。见兄遂，亦皆学。及苏秦死，代乃求见燕王，欲习故事。曰：“臣东周之鄙人也。且闻大王义甚高，鄙人不敏，是租赧而干大王。至于邯郸，所见者处于所闻于东周，臣且复其志。”及至燕庭，关王之群臣下立王，天下之明王也。燕王曰：“子所谓明王者，何如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明王勿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，臣请叶王之过。夫齐、赵者，燕之仇仇也；楚、魏者，燕之援国也。今王奉仇仇以伐援国，非所以立燕也。王自虑之。此则既过，无以闻者，非忠臣也。”王曰：“夫齐者，故寡人之仇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国弊，力不足也。子能以燕伐齐，则寡人举国为子。”对曰：“凡天下战国期，燕处若焉。独战则不能，有所负则无不重。南复楚，楚重；西复秦，秦重；中复韩，魏，韩，魏重。且苟所负之国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今夫齐，常主而自用也。南攻楚5年，处俱竭，西困。秦3年，士卒罢弊，北与燕人战，复3军，得2江。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5000胜之大宋，而包12诸侯。此其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恶足取乎？且臣闻之，数战则民劳，久失则兵弊矣。”燕王曰：“吾闻其有轻骑，着何可以为故？长城、巨防足以为塞，臣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天时不与，虽有轻骑，着何恶足以为故？民力罢弊，虽有长城、巨防，恶足以为塞。且亦日既西不失，所以备赵也；河北不失，所以备燕也。今既西河北尽矣，义矣，封内必矣。夫交君必好利，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。王臣能无休从子母弟以为职？宝珠玉帛以示左右，彼将有得燕而亲王宋，则其可亡矣。”燕王曰：“吾终以子受命于天意。”燕乃使一子执于齐，而苏厉因燕执子而求见齐王。齐王怨苏秦，欲求苏厉。燕执子未谢，以遂委职为齐臣。燕相子之与苏代婚，而欲得燕权，乃使苏代弑执子于齐。齐使代报燕，燕王怪问曰：“齐王其罢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，以而让位。燕大乱，齐伐燕，杀王怪、子之。燕立昭王，而苏代、苏厉遂不敢入。燕皆终归齐，齐善待之。苏代过魏，魏为燕直代。齐使人谓魏王曰：“齐请以宋的封荆阳君，秦必不受。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的也，不信齐王与苏子也。今齐魏不合如此其神，则齐不欺秦。秦信齐，齐秦合，今阳君有宋的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东苏子，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。齐秦不和，天下无变，
伐齐之行成矣。于是出苏代，代之宋，宋善代之。齐伐宋，宋急，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：夫列在万城而祭职于齐，民卑而权倾，奉万城助齐伐宋，民劳而食废，夫破宋，残楚淮北，肥大齐，仇强而国害，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。然且王行之者，将以取信于齐也。齐家不信于王，而祭燕越甚，是王之计过矣。夫以宋家之淮北，强万城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亦一齐也。北夷方700里，加之以鲁、魏，强万城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亦二齐也。夫一齐之强，燕由狼顾而不能之，今以三齐临燕，其祸必大矣。虽然，智者举事，因祸未服，转败为功。其子败速也，而假10倍，越王勾践其余。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，此皆因祸未服，转败为功者也。今王若欲因祸未服，转败为功，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，使盟于周氏，焚秦服，曰：齐大上计，破秦，其次必长兵之。秦挟兵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武士伐诸侯，今为其下，秦王之至苟得穷其，不但以国为功。然则王何不使便是以此言说秦王曰：燕、赵破宋肥齐，尊之为之下者，燕、赵非利之也。燕、赵不利而是谓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。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皆收燕、赵，令荆阳君、高陵君先于燕、赵？秦有变，因矣。未直，则燕、赵信秦。秦为西地，燕为北地，赵为中地，立三地以令于天下。韩、魏不听，则秦伐之；其不听，则燕、赵伐之。天下孰敢不听？天下弗听，因驱韩、魏以伐齐，曰：必反宋的，归楚淮北。反宋的，归楚淮北，燕、赵之所立也，并立三地，燕、赵之所援也。夫时的所立，尊的所援，燕、赵弃其如脱矣。今不收燕、赵，其霸必成。诸侯赞齐而王不从，是国法也；诸侯赞齐而王从之，是民卑也。今收燕、赵，国安而民尊；不收燕、赵，国危而民卑。夫去尊安而取为卑，智者不畏也。秦王闻若说，必若刺。欣然，则望何不使便是以此若言说秦？秦必取，齐必伐矣。夫取秦，后交也；伐齐，正立也。尊后交，勿正立，圣王之事也。燕昭王善其书，曰：先人常有得苏氏、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。燕欲报仇于齐，非苏氏莫可。乃召苏代，复善待之，与谋伐齐。晋破齐，闵王出走。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。苏代曰：燕王曰：楚的止而国亡，齐的宋而国亡。齐、楚不得已有止，宋而事秦者，何也？则有功者，秦之深仇也。秦取天下，非行义也，报也。秦之行报，正告天下。告楚曰：蜀的之甲，乘船浮于汶，乘下水而下江，5日而至郢。汉中之甲，乘船出于巴，乘下水而下汉，4日而至五主。寡人机甲晚冬下随，智者不及谋，勇土不及怒，寡人如涉损矣。王乃欲待天下之功函谷，不亦远乎？楚王为是故，17年事秦。秦正告韩曰：我岂乎少屈，1日而断大行？我岂乎宜阳而触平阳，2日而莫不晋纣？我离2周而触郑，5日而国举。韩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秦正告魏曰：我举安邑，塞女祭，韩氏太原卷。我下旨到南阳，封祭，
包2州。臣下水，扶青州，强弩在前，弹戈在后，绝营口，谓无大梁；绝白马之口，谓无外。黄、济阳，绝宿须之口，谓无须。顿丘。陆攻则集河内，水攻则灭大梁。魏氏以为然。故事秦。秦欲攻安邑，恐其救之，则以宋尾于齐。曰：宋王无道，谓牧人以寡人，射其面。寡人的绝兵远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以得安邑，塞女己。因以破宋为其罪。秦欲攻韩，恐天下救之，则以其尾于天下。曰：齐王嗣与寡人曰：嗣妻寡人。必虑天下以攻寡人者3。有齐无秦，有秦无齐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以得宜阳，少屈。至令时，因以破齐为天下罪。秦欲攻魏仲楚，则以南阳尾于楚。曰：寡人故与韩且决矣。残君临，塞蒙恶。苟立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魏弃与国而合于秦，因以塞蒙为楚罪。兵困于林中，众燕、赵以胶东尾于燕，以冀西尾于赵。以得奖于魏，至公子言。因西守蜀行而攻赵。兵伤于桥石，而欲败于养马，而众魏，则以叶、蔡尾于魏。以得奖于赵，则结魏。不魏歌。困则使太后弟穰侯魏和，迎则奸妻救与母。是燕者曰以胶东，是赵者曰以冀西，是魏者曰以叶、蔡，是楚者曰以塞蒙恶，是齐者曰以宋。此必令颜如回圈，用兵如刺飞，母不能治，救不能曰。龙甲之战，暗门之战，丰陵之战，高商之战，赵庄之战，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100万，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。西河之外，上洛之地，三川晋国之祸，三晋之半，秦祸。如此其大也。而燕、赵之秦者，皆以真事秦说其主，此臣之所大患也。燕昭王不行。苏代负重于燕。燕使曰：诸侯从亲如苏秦时，或从或不，而天下有此宗苏氏之从曰。代、历皆以受死。明显诸侯。太史公曰：苏秦兄弟3人，皆游说诸侯以显名，其数长于权变。而苏秦被反间已死，天下共笑之，会学其术。然是言苏秦多义，一时是有类之者，皆复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驴，言连6国从亲，此其志有过人者。无故列其行事，赐其时序，无令独蒙恶生焉。所引数赞，季子周人，师事鬼谷，揣摩既旧，因服服毒。何从离衡，配应者6。天王除道，家人服服。贤哉代、历、季戎党族。史记张仪列传。张仪者，魏人也。史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，学术。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张仪以学游说诸侯，常从楚相引，以而楚襄王毕，门下议张仪，曰：夷平无行。必此道襄君之弊。共执张仪，略吃数百，不服，议之。其妻曰：奚！子无读书游说，安得此如乎？张仪谓其妻曰：是无蛇尚在部。其妻笑曰：蛇在也已曰：足矣。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，然恐秦之攻诸侯，拜曰后父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使人为感张仪曰：子是与苏秦善，今秦以当路，子何不往游，以求通子之源？张仪于是之诏，上夜求见苏秦。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，又时不得去者数日，以而见之，坐之堂下，赐仆妾之食。因而数让之曰：以子之才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。
吾宁不能言而？富贵子，子不足收也。谢去之。张仪之来也，自以为故人，求义，反见辱，怒，念诸侯莫可视，独秦能苦召，乃遂入秦。苏秦以而告其舍人曰：张仪，天下贤士，无大夫如也。今吾幸先用，而能用秦柄者，独张仪可耳。然平吾因以尽，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，故召辱之，以击其意。子谓：我应奉之。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，使人为随张仪，与同宿舍，稍稍进就之，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，未取给，而弗告。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。惠王以为客卿，与谋伐诸侯。苏秦之舍人，乃辞去。张仪曰：赖子的险，方且报得，何故去也？舍人曰：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苏君。苏君忧秦伐赵，拜从曰：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敢怒君，使臣因奉给君资，尽苏君之计谋。今君已用，请归报。张仪曰：嗟乎！此在吾术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苏君明矣。吾又心用，安能谋赵乎？谓吾谢苏君，苏君之时，宜何敢言？且苏君在，夷宁渠能乎？张仪既相秦，谓文袭告楚襄曰：使吾从若饮，我不道而避；若耻我，若善守汝国，我故且道而臣。居属相公疾，各来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治，而韩又来侵。秦惠王欲先伐韩，后伐蜀，恐不利；欲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弊，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。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不如伐韩。王曰：请闻其说。仪曰：卿未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石谷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未绝南阳，楚临南郑。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州之交，诛周王之罪，清楚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久定暴气必出。据久定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夫蜀、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，必兵劳众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民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氏，天下之朝士也，而王不争焉，故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。司马错曰：不然。臣闻之，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亡者务薄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的小民贫，故臣原先从事于矣。夫蜀、西辟之国也，而戎狄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，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，足以富民善兵，不伤众而彼以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力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民实富也，而又有尽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，桀天子，恶民也，而未必利也；又有不义之民，而攻天下所不欲为矣。臣请谒其故。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其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立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。魏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为也。不如伐蜀完。惠王曰：善。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，10月，取之，遂定蜀，贬蜀王，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属。蜀既属秦，秦以义强，复后，亲诸侯。秦惠王10年，使公子华与张仪为濮阳，将之。仪因言秦父与魏，而使公子纣执于魏。
宜因说魏王曰：秦王之欲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。魏因入上郡，少粮，谢秦惠王。惠王乃以张仪为相，更名少梁曰夏阳。仪相秦4岁，立惠王为王。居1岁，为秦将，取陕，驻上郡塞。其后2年，使与齐、楚之相会聂桑。东还而免乡，相谓以为秦，欲令魏先弑秦而诛。侯笑之，魏王不肯听夷。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、平州，复因后张仪益胜。张仪残无，以归报。刘魏4岁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。张仪复说哀王，哀王不听。于是张仪因令秦伐魏，魏与秦战，败。明年，齐又来拜魏于关津。秦复欲攻魏，先拜韩生察军，斩首8万，诸侯震恐。而张仪复说魏王曰：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30万。的四平，诸侯四通服凑，无名山。大川之县，从郑至梁200余里，车驰人走，不呆立而至。梁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卒数四方，守亭张者不下10万。梁之地势，故战场也。梁南与楚而不与齐，则齐攻其东；东与齐而不与赵，则赵攻其北；不合于韩，则韩攻其西；不侵于楚，则楚攻其南。此所谓4分5裂之道也。且夫诸侯之为从者，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民也。今从者一天下，曰为昆地，行白马以蒙环水之上，以相兼也。而亲昆地同父母，尚有真钱财，而欲弑诈魏，反复苏秦之于谋，其不可成一民矣。大王不弑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拒卷、兖、酸枣、桀未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赵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则从道绝，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为不可得也。秦折韩而攻梁，韩窃于秦，秦韩为一，梁之王可立而虚也。此臣之所谓大王患也。谓大王计，莫如弑秦。弑秦则楚、韩必不敢动，无楚、韩之患，则大王高枕而卧，国必无忧矣。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莫如梁。楚虽有富大之民，而实空虚，其卒虽多，然而轻走易北，不能兼战。西梁之兵南面而伐楚，胜之必矣。割楚而益梁，亏楚而弑秦，嫁祸安国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听臣，秦下甲士而东伐，虽欲弑秦，不可得矣。且夫从人多愤辞而少可信，说一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之游谈事莫不日夜亿万。瞠目切齿以言从之辩，以说人主。人主嫌其辩而迁其说，岂得无炫哉？臣闻之，积与沈周，群卿折轴，众口铄金，击毁箫鼓，故元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辟位。哀王于是乃被从约，而因以请臣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3岁而魏复被秦未从。秦攻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复弑秦。秦欲伐齐，齐楚从亲，于是张仪往相楚。楚怀王闻张仪来，须上舍而自管之，曰：此僻陋之国，子何以教之？仪说楚王曰：大王臣能听臣，必官爵约于齐，臣请献。商於之地600里，使秦女的为大王击肘之妾，秦楚娶妇嫁女，常为兄弟之国。此北若齐，而西亦秦也，既无辩此者。楚王大说而许之，群臣皆贺，臣枕独调之。楚王怒曰：寡人不兴师发兵的600里的，群臣皆贺，子独调，何也？臣枕对曰：不然，以臣观。
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而其情和，其情和则患必至矣。楚王曰：有说乎？臣枕对曰：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其也。今闭关决约于齐，则楚孤。秦悉贪夫孤国，而与之商于之地600里。张仪至秦，必复亡，是北绝其交，西生患于秦也，而两国之兵必拒。至善为王计者，不若因何而阳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。苟与吴的，绝其未晚也；不与吴的，因何谋计也？楚王曰：元臣子闭口无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，乃以相应受张仪。后录之。于是遂闭关决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。张仪至秦，降师虽堕车，不朝3月。楚王闻之，曰：以寡人决其未甚邪？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服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而下秦。秦齐之交合，张仪乃朝。谓楚使者曰：臣有奉义6里，原以献大王左右。楚使者曰：臣受令于王，以商于之地600里，不闻6里。还报楚王，楚王大怒，发兵而攻秦。臣枕曰：枕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割的，反以戮秦，与之并兵而攻齐，是我出的于秦，取长于齐也。亡国尚可。存楚王不听，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及秦。秦齐共攻楚，斩首8万，杀屈，遂取丹阳、汉中之地。楚又复一发兵而袭秦，至蓝田，大战，楚大败。于是楚割2城以与秦平。秦要楚欲的黔中的，欲以5关外邑之。楚王曰：不原意的，原的张仪而献黔中的。秦王欲遣之，口服忍言。张仪乃请行。惠王曰：彼楚王怒子之父以商于之地，是且甘心于子。张仪曰：秦强楚弱，臣善敬上，上的是楚夫人郑袖，袖所言皆从。且臣奉王之节使楚，楚何敢加诸？假令诸臣而为秦的黔中之地，臣之上元。遂使楚怀王至，则求张仪，将杀之。晋上谓郑袖曰：子义之子之见于王乎？郑袖曰：何也？晋上曰：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，今将以上庸之地6县入楚，每人聘楚，以攻。中善歌讴者未应。楚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，不若为言而出之。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：人臣各为其主用。今得未入秦，秦使张仪来，至众王。王谓有礼而杀张仪，秦必大怒，攻楚。妾请子母拒迁江南，无为秦所余肉也。怀王后悔，赦张仪，后礼之如故。张仪既出，未去，闻苏秦死，乃说楚王曰：秦的半天下，兵敌4国，备险待何？4塞以为故。虎贲之士100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积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。死，主民以言，将至以武，虽无出甲，席卷长山之险，必折天下之己。天下有后服者先亡。且夫未从者，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虎之与羊不革名矣。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，臣妾以为大王之计过也。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的不通。夏河东，取城高，韩必入城，梁则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、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无为？且夫从者据群弱而攻至强，不料敌而侵战，国平而数举兵，为王之术也。臣闻之。兵不如者勿与挑战，速不如者勿与持久。
夫从人事便虚辞，高主之节，言其利不言其害，促有情祸，无及未矣。是故元大王之熟记之。秦西有巴蜀，大船激速，起于汶山，浮江以下，至楚3000余里。舫船载卒，一舫载50人于3月之时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300余里，里数虽多，然而不费牛马之力，不至10日而据汉关。汉关今则从晋以东晋城守邑，黔中乌郡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吴关，南面而伐，则北的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为难在3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，此其事不相及也。夫弱国之救，望强秦之祸，此诚所以为大王患也。大王常与吴人战，5战而3胜，政促进矣，偏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臣闻功大者义为，而民弊者怨上。夫守义为之功而逆强秦之心，臣妾为大王为之。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15年以攻齐、赵者，阴谋有合天下之心。楚常与秦苟难，战于汉中，楚人不胜，列侯执归死者70余人，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兴兵袭秦，战于蓝田。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楚相避而韩魏以权治其后，既无为于此者矣。元大王熟记之。秦下甲攻魏阳晋，必大观天下之凶。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。宋而东止，则四上12诸侯尽亡之有也。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兼者，苏秦、封武安君、相燕，即因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齐的，乃享有罪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，居2年而绝。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谓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，混议诸侯，其不可成一民矣。今秦与楚皆近壤界，故行亲之国也。大王臣能听臣，臣请使秦太子入职于楚，太子入职于秦，请以秦女为大王姬肘之妾，孝万世之都以为汤沐之邑，常为昆地之国，终身无相攻伐。臣以为既无便于此者。于是楚王以得张仪而众出黔中的与秦，欲许之。屈原曰：前大王见妻于张仪，张仪至，臣以为大王烹之，今纵服忍杀之，又听其邪说，不可。怀王曰：许仪而得黔中，美丽也；后而备之，不可。故促许张仪与秦亲。张仪去楚，因遂之韩，说韩王曰：韩的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，非疏而卖，民之食。大地疏祸根，1岁不收，收不厌糟。的不过900里，无2岁之时。料大王之卒，息之不过30万，而司徒父养在其中矣。楚守角亭张塞，建卒不过20万而已矣。秦代甲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虎贲之士徒造磕头冠1份己者，至不可胜计。秦马之良，戎兵之众，探前绝后蹄间3旬腾者，不可胜数。山东之士被甲蒙咒以会战，秦人捐甲图替矣。驱敌，左切人头，右胁身虏。夫秦卒与山东之卒，由孟奔之与切夫，以重力相压，由乌获之与婴儿。夫战孟奔、乌获之势，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一垂千军之众于鸟卵之上，必无信义。夫群臣诸侯不料得之寡，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，比周以相视也，皆愤曰听无忌，可以强霸天下。夫不顾社稷之常例而听须臾之说，挂误人主，无过此者。大王不视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断韩之上的，东取成皋、荥阳，则鸿台之功、桑陵
之愿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高，绝上帝，则望之国分矣。先事秦则安，不事秦则为。夫躁祸而求其福报，既浅而怨深，逆秦而顺楚，虽欲无王，不可得也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为秦。秦之所欲，莫如弱楚，而能弱楚者如韩，非以韩能强于楚也，其地势然也。今王西面而视秦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以利其地，转祸而说秦，既无变于此者。韩王听一计，张仪归报，秦惠王封以武邑，号曰武信君。使张仪东说齐闵王曰：天下强国无过其者，大臣父兄应重富乐。然而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世之利。从人说大王者，必曰其西有强赵，南有韩与梁。其覆海之国也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势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其何。大王嫌其说而不计其实。夫从人朋党比周，莫不矣。从未可。臣闻之，其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为王随其后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有亡国之实。是何也？其大而鲁小也。今秦之与齐也，犹其之与鲁也。秦赵战于河漳之上，在战；而赵在胜秦，战于藩吴之下，在战又胜秦。四战之后，赵之亡卒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国已破矣。是何也？秦强而赵弱。今秦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地之国。韩献宜阳，梁孝河外，赵入朝渑池，割河间以示秦。大王不视秦，秦驱韩梁攻齐之南的，西赵兵渡清河，止伯关、临淄，即莫非王之有也。国一日建功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元大王孰计之也？齐王曰：其僻陋，隐居东海之上，未尝闻社稷之常例也，乃许张仪。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必议秦王使臣效于计于大王。大王收虑天下以兵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15年。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必亦恐惧设伏，善甲利兵，是车骑，袭池射，立田击粟，守四封之内，筹居社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都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州，迁九鼎，守白马之京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兴奋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臂甲雕兵，军于渑池，原渡河于漳，据藩吴，会邯郸之下。原以甲子合战，以正引纣之势，尽使臣先闻左右。凡大王之所信未从者，是苏秦。苏秦迎获诸侯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其国，而自令车裂于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议民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地之国，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，其陷于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无为，岂可得乎？今秦发三将军，其一军塞五道，告其使兴师渡清河，军于邯郸之东，一军军城高，驱韩梁军于河外，一军军于渑池。曰四国未易以攻赵，赵必四分其地，是故不敢逆。亦引秦，先以文于左右。臣妾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，面相见而口相结，请按兵无功。元大王之定计。赵王曰：先王之时，奉阳君专权善事，必欺先王，独善晚事，寡人居属师父，不与国谋计。先王弃群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故切疑焉，以为亦从不事秦，非国之常例也。乃且原变心意虑，
歌的谢前过以示情。方将约车驱行，是闻使者之名赵。赵王许张仪，张仪乃去。北之燕说燕昭王曰：大王之所亲莫如赵。袭赵襄子常以其姐为代王妻，欲并代。曰与代王欲于具柱之塞，乃令工人作为金豆，长其尾，令可以及人。与代王饮，因告。厨人曰：及酒酣乐，尽热啜，反斗以及之。于是酒酣乐，尽热啜，厨人竞争，因反。斗以及代王，杀之，王恼涂地。其姐闻之，因摩击以自刺，故至今有摩击之山。代王之王，天下莫不闻。夫赵王之狠戾无亲，大王之所明见，且以赵王未可轻乎？赵兴兵攻燕，在为燕都，而结大王，大王割10城以谢。今赵王已入朝免迟，孝和间以示情。今大王不示情，情下。贾云中、九原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，长城非大王之有也。且今时赵之于秦由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示情，秦王必喜，赵不敢妄动。是昔有强秦之源，而南无其赵之患，是故元大王孰计之？燕王曰：寡人蛮夷僻处，虽大男子才如婴儿，言不足以采政绩。今上客信教之，请西面而示情，献衡山之尾5城。燕王听疑，疑归报，谓至咸阳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。武王自谓太子时，不说张仪，即位，群臣多谗张仪曰：吾信，左右卖国以取荣。秦必复用之，恐为天下笑。诸侯闻张仪有却武王，皆叛衡，复何从？秦武王元年，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，而其让又至。张仪惧诛，乃因谓秦武王曰：已有余计，原效之。王曰：奈何？对曰：为秦社稷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望，可以多歌得的也。今闻齐王甚憎夷，夷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夷缘起其不孝之身之良，其必兴师而伐梁。梁其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坚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，而无伐，以灵州，计气必出。挟天子，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秦王以为然，乃具革车3。时甚，入夷之梁。其果兴师伐之，梁哀王恐。张仪曰：王勿患也，请令罢其兵，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，借使之齐。谓齐王曰：王甚憎张仪，虽然，亦后以王之托夷于秦也。齐王曰：寡人憎夷，夷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，何以托夷？对曰：是乃王之托夷也。夫夷之出也，故与秦王曰：为王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望可以多歌得的。今齐王甚憎夷，夷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夷缘起其不孝之身之良，其必兴师伐之。其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坚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无伐，以灵州，计气必出。挟天子，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秦王以为然，故具革车30乘而入之梁也。今夷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内霸国而外伐与国，广临敌以内自凌，而信夷于秦王也。此臣之所谓托夷也。齐王曰：善，乃使解兵。张仪相位1岁，卒于位也。臣枕者，游说之事。与张仪俱是秦惠王，皆贵重，争宠。张仪恶臣枕于秦王曰：枕重必轻使秦楚之间，将为国交也。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枕者，枕自为后而为王保也。且枕欲去秦而知楚，王胡不听乎？王谓臣枕曰：吾闻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枕
曰：然王曰：宜之言果信以诊曰：非独宜之之也，行道之事尽之之矣。其子虚忠于其君而天下真以为臣，曾参效于其亲而天下远以为子。故卖仆妾不出驴巷而受者，良仆妾也；出妇嫁于乡区者，良妇也。今枕不忠其君，楚义何以枕为忠乎？忠且见弃，枕不知楚何归乎？王以其言未然，遂善待之。居秦其年，秦惠王中乡张仪，而陈轸奔楚。楚谓之重也，而使陈轸始于秦。过梁，欲见西首，西首谢服谏。轸曰：吾谓是来，公不见轸，轸将行，不得待一日西首。见之。陈轸曰：公何好饮也？西首曰：无事也。曰：吾请令公宴事可乎？曰：奈何？曰：田须曰诸侯从亲，楚王疑之，未信也。公谓于王曰：臣与宴。赵之王有故，数使人来，曰：吾事何不相见？原夜行于王。王虽许公，公请无多。车以车30乘，可乘之于庭，名言之宴。赵宴，赵客闻之，持车告齐王，使人迎。西首。楚王闻之大怒，曰：田须与寡人约，而西首之宴。赵是欺我也，怒而不听。其事。其闻西首之北，使人以是为焉。西首遂行，三国相士皆断于西首。轸遂至秦。韩魏相攻，其年不解。秦惠王欲救之，问于左右。左右或曰救之变，或曰勿救变。惠王未能谓之决。陈轸事至秦，惠王曰：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不？陈轸对曰：王闻夫越人庄系乎？王曰：不闻。曰：越人庄系是楚直归，有请而并。楚王曰：系故越之比系人也，今是楚直归，贵妇矣，亦思越不？中谢对曰：凡人之思，故在其病也。彼思越则越深，不思越则楚深。使人往听之，由上越深也。今臣虽弃逐之楚，岂能无情深哉？惠王曰：善。今韩魏相攻，其年不解，或谓寡人救之变，或曰勿救变，寡人不能决。元子谓子主祭之余，谓寡人祭之。陈轸对曰：亦常有矣。夫辩庄子赐虎闻于王者乎？庄子欲赐虎，管束子止之，曰：两虎方且食牛，食干必争。争则必斗，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。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双虎之名。辩庄子以为然。立须之。有庆，两虎果斗，大者伤，小者死。庄子从伤者而刺之，一举果有双虎之功。今韩魏相攻，其年不解，势必大国伤，小国亡。从伤而伐之，一举必有两时。此由庄子赐虎之类也。臣主与王何异也？惠王曰：善促扶救。大国果伤，小国亡。秦兴兵而伐，大克之。此陈轸之计也。西首者，谓之阴晋人也，名衍，姓公孙氏。与张仪不善。张仪为秦之魏，魏王相张仪。西首弗利，故令人谓韩公书曰：张仪以和秦魏矣。其言曰：魏攻南阳，秦攻三川。魏王所以贵张子者，欲得韩的也。且韩之南阳以举矣。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公，则秦魏之交可错矣。然则魏必图秦而弃夷，收韩而相衍。公叔以为辩，因委之西首以为公。果相魏。张仪去，义渠君朝于魏。西首闻张仪复相秦，害之。西首乃谓义渠君曰：道远不得复过，请夜事秦。曰：中国无事，秦得稍多焚于君之国；有事，秦将轻使众必弑君之国。
其后五国伐秦。惠成整谓秦王曰：“义渠君者，蛮夷之贤君也，不如录之以辅其志。”秦王曰：“善乃以文秀千纯，妇女100人以义渠君。”义渠君至群臣而谋曰：“此公孙衍所谓邪？”乃起兵袭秦，大败秦人李博之下。张仪以卒之后，西守入向秦。常配五国之相应，谓曰常。太史公曰：“三晋多权变之士，夫言从恒强秦者，大抵皆三晋之人也。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，然是恶苏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宜正报其短，以服其说，成其恒道。要知此两人，真亲为之是哉？”所引数赞，一味遭时，平被困辱。及相秦会，先韩后蜀，连横其位，亲为狂惑。臣枕挟权，悉守臣欲。如何三晋，既有私德？史记出李子。